不是说好人不成命，祸害1000年吗？难道我还不够坏吗？人送称号大魔王，难道是假的？快，我们二小姐落水了！快来人呐！救人呐！快来个人救救我们二小姐吧！哎呀，是赵家大小姐和吕家二小姐落水了！啊！快来人！把那杆子拿过来！哎呀，有没有会水的婢女？快下去救人呐！左边的应该是赵家大小姐，她今晚穿的就是纯白色披风。那右边的应该就是吕家二小姐了。让！谢大公子和秦小爷来了。这两人分别是吕家二小姐和赵大小姐的未婚夫婿。两道人影跃入水中，朝湖中两位挣扎的女子游去。匆匆赶过来的恭王府主事松了口气，府中一时间找不到会水的婢女，会水的男仆倒是有，可是不敢轻易下令让他们下水救人。两位小姐的未婚夫能下水去救他们，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哎呀，你们家二小姐怎么会落水的？奴婢也不知道啊，方才离昙花开放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家二小姐和赵大小姐在湖心亭赏月谈心，我们在远处侍候，意外发生的很突然，两位小姐突然就落水了。吕颂离一察觉有人来救，便死命地抱住前来搭救的救命稻草。他是很惜命的，不管目前是梦还是真，总得脱离了险境再说。怎么是你？察觉到救命稻草要抽身，吕颂离死命地抱住他。放手！我就不。吕颂离，你放开点儿！我是秦胜，不是谢战，听到没？吕颂离闻罢，动作一顿，脑子里火花带闪电，一段段记忆倒灌而入。秦胜认命地拖着他往湖边游去。情况好像有点不对啊！等等，谢大公子救的是赵大小姐，那秦胜救的是我们家二小姐。这吕家二小姐怎么穿了赵大小姐的披风啊？完了，救错人了！这救人的时候又冷又包的，可咋整啊？不等他有动作，吕颂离率先甩开了他的手。二小姐，你没事吧？吕颂离摇了摇头，他没什么大碍，就是觉得冷。余光看着周遭人的穿着，吕颂离再琢磨谢战、赵玉潭、秦胜这几个人的名字，总觉得耳熟。然后他突然想到什么，他觉得自己大概、也许、可能穿书了，而且是穿到了同名同姓却不同时空的原主身上了。快！谢大公子带着赵大小姐快到湖边了，大家准备一下啊！大把手！赵玉潭双目紧闭，像是昏了过去。吕颂离看着他，手往后背一扯，将第二层那件湿漉漉的白色披风扯了下来，扔到赵玉潭的脸上。你干什么？谢战看着吕颂离，拧了拧眉。秦胜则怀疑地注视着躺在地上的赵玉潭。不愧是女主啊，一般人被忽然来这么一下都尖叫出声了吧，她只是颤动了一下，在别人看来也有可能是冷战。赵玉潭，这是你硬要我穿上的披风，还你。赵玉潭的眼皮颤了颤。果然。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哎呀，我们刚才确实是因为这件白披风才认错人的。难道吕颂离觉得赵玉潭是故意的？吕家二小姐，你什么意思？我们家大小姐是看你身体单薄才把披风给你的，你现在反倒怪上我们家大小姐了？用得着你们给？当时我们这边已经有人去取披风了。大小姐，你太冤了，好心被当成驴肝肺啊！双方这么一闹，周遭的讨论声更大了。吕颂离，你太过分了，怎么可以把所有的错误都归咎在一个昏迷的人身上？秦胜，你瞎！吕颂离欺负你未婚妻都欺负到头上了，你屁都不敢放一个。你除了瞎逼逼还会什么？你清楚里面的事儿吗？这些人怎么净欺负我家二小姐？两人同时落水，为何我家二小姐这破身体还能撑着？她要是不心虚，能晕着吗？莫冰的话不无道理，吕颂离素有心急一事，并不是大秘密。配合的真棒，不愧是原主爹娘特意安排给我的侍女。
赵玉檀，我待你亲如姐妹，没想到你却这样对我。说完，像是撑不住了，捂着胸口直直倒下，压向赵玉檀的方向。二小姐，吕家主仆二人重重地压在赵玉檀主仆身上，注意到吕宋礼眼皮很细微地动了动。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然后扭头就走掉了。快，来人呐，把他们分开！二小姐，你怎么了？是不是心急犯了？世子妃，快请大夫呀！经过大夫的诊治，赵玉檀没什么大碍，只是刚才吕宋礼主仆二人压下来时当了垫背，背上手上都有淤青或擦伤。至于为何一直昏迷不醒，大夫猜测应是呛了水。恭王府世子妃建议让赵玉檀在客房歇息，等到醒来，但红豆不同意，坚持要带他回赵府。秦胜前去护送，赵府的人去意已决，王府这边的人也没继续挽留，因他们更担心吕家这边。务必尽全力救治吕家二小姐，如果要用到什么珍贵的药材，你和我说。如何了？人还没醒。这事儿一定要处理好，不然会很麻烦的。世子妃点了点头。哎呀，早知道就不给吕家下帖子了，特别是吕宋礼，这心急一犯简直要命。不给吕家下帖子，敢吗？以前也不是没人这么做过，但结果怎么样？哎呦，惹不起呀！世子妃刚坐下喝口茶水，前院就来人通报说吕家来人了，她连忙起身前去相迎。吕家夫妇二人坚决婉拒了王府的挽留，要将人带回家。吕家的马车回去时，谢战带着仆从一路默默护送。到了吕家，他则留下来将谢战打发了。是的，吕德胜以时辰已晚为借口，连门都没让人进。吕德胜因为心里有气，言语间颇为不客气。谢战脸色一沉，但随即低头承诺，到明日再登门探望。人送走了。哎呀，老爷，你不该给未来姑爷摆脸色的。姑爷？以后是不是还不一定呢？自己的未婚妻都认不出来，要他何用啊？行了，不提他了。阿离怎么样了？大夫刚看完诊，去抓药煎药去了。阿离醒了，精神头看着还行，我就让他在榻上歇着。咱们进去看看他。阿爹，阿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还好。吕宋礼已经基本确定了原主可能有轻微的心肌炎，另外就是有严重的体寒。你落水是不是和赵家大丫头有关系？不确定，但有怀疑。这样的亏不能吃。今晚的事你处理得很好。阿爹，阿娘，已经很晚了，你们去歇息吧。哎呀，老爷，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行了，女儿没事就好，其他的等后面看看再说吧。总之他不会让自己女儿吃亏的。这一晚相关的几家人都没睡好。其实吕宋礼并没有睡着，他承认他内心很强大，但也没强大到出意外死亡后穿越了还能无动于衷的地步。想想就窒息。日主院就来人说，谢家大夫人就携礼上门探望他。行吧，那就走起。在哪里不得奋斗？生命不止，奋斗不息。吕宋礼将谢战仔仔细细打量了一遍。莫怪乎京中适龄少女对他趋之若鹜，若非原主与他早有婚约，恐怕谢家的大门槛都要被京中的媒婆给踏破了吧。便是他有了婚约，他现在仍是长安城少女最想嫁的少年郎君。昨晚的事儿我都听说了，谁成想会发生那样的意外呀？阿离昨儿个可是遭罪了。这是注定的，注定的。此事最受影响的还是赵家闺女和小离。昨儿个的事儿啊，
不知道被哪个长舌妇传了出去。这传来传去，话就特别难听。赵家闺女知道后，在家哭得不能自已。赵夫人一大早来谢家，请我们拿主意。哎，我们哪有什么主意呀？唉，恐怕难听的话多半是冲着赵玉潭去的吧。议论我本人的应该没他那么多。赵家不找秦家拿主意，找你们谢家拿什么主意啊？对呀，赵家这是什么意思呀？昨晚阿占那样子救了赵家大闺女，这赵家的意思是希望阿占娶她，以平息流言蜚语。他就不信，才一晚，这流言能有多厉害？现在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吧？不是，是赵家也太不要脸了吧？啊，谢占救了他，他怎么还赖上来了呢？那你们谢家是如何打算的？啊，这事儿主要还得看你们女方这边，姑娘的名声要紧。要知道，如果处理不好，这将来赵家大娘子和阿离会一直被人说嘴的。那易大夫人，你的意思，你们谢家是完全不介意昨晚的事喽？这事出有因，我也知道阿离很无辜。你们谢家不介意昨晚的事儿就行，咱们两家亲事不变，赵家想赖上来那就做小。哎，可是考虑到这事儿有可能带来的长远影响，我觉得我们几家的亲事还是得慎重。谢大夫人，你还真厉害呀，还能做得了赵家和秦家的主。就是，你们明明介意就直说介意，这当婊子还要立牌坊，我可看不惯。牛啊，我爹娘这战斗力杠杠的。伯父伯母，这事不只牵扯我们谢吕两家，我们谢家这边的意思是，改天4家人找个机会坐下来谈一谈，尽量降低影响的将这件事情给解决了。你们觉得呢？吕宋离不觉得有什么好谈的，现在明摆着谢家有了退亲的想法，而谢赵两家有可能已经达成了某些共识。若在原书里没有的吧？他猜测着，昨晚恭王府夜上谈花，原主和赵玉潭双双落水，却被对方未婚夫所救一事，在书中应该没有发生。如果这是变化，那就有意思了。就在这时，他们吕家的陈管家领着2个中年男子匆匆进来。老爷，什么事儿啊？老爷，是谢家那边的管事说有急事找谢大夫人和谢大公子。既然是家人来寻，恐怕是家中有急事。那么伯父伯母，阿离，我和母亲就先行告辞了，下次再来叨扰。回吧。等等。阿离，还有什么事吗？左边那位大叔不是你们谢府的管事吧？我这未婚妻何时这么敏锐了？她不是一向都挺胆小怕事、安静寡言的吗？而且说话也咄咄逼人，像带刀子一样，真是让人不快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谢大公子，求求你去看看我们大小姐吧，我们小姐刚才自枪了。你说赵玉潭自枪死了吗？吕夫人，你怎么如此恶毒？你们吕家就盼着我家大小姐出事对吧？放肆！谁给你的胆子来我吕家撒野？你就说他到底死没死？幸亏发现的早，人救回来了，请了大夫，只是人到现在还没醒。大夫说大小姐万念俱灰，一心求死，情况很危急。我们老爷夫人想请谢大公子过去看看我们大小姐，兴许赵家欺人太甚，滚！都给我滚！那伯父伯母，我们先告辞了。娘，走吧。气死人了！赵家欺人太甚，谢家可恶至极，谢战也是个没良心的。当年是阿离救了他，现在他们却因为一点小事就想退亲。哎呀，真是良心被狗吃了。阿爹阿娘，别生气了。其实一直以来，谢战待我这个未婚妻都是淡淡的，他并不喜欢我。想必谢家对这桩亲事早就不满了。
不然也不会揪着一个理由就想退亲。不过想退亲可以，事情可不是这么办的。哎呀，委屈你啦。阿爹，收集一下赵家贪赃枉法的证据，在朝堂上狠狠参他一本。不是，小闺女啊，你不是一向讨厌我在朝堂上四处喷人的行径吗？不用顾虑我，如果嫡枝没有，那就往旁支找，旁支再找不到，就回他们族地老家找。我不相信赵家屁股真的那么干净。听到没有？赵家大闺女太不要脸了，老头子，你这次定要好好给女儿出口恶气呀！好，听闺女的。不过不用这么麻烦，赵家可不干净啊，小辫子一抓一大把，正好我手上就有他们的罪证。爹，那你接下来要努力了，女儿看好你，就等你大显神威了。嘿，放心，这事儿爹在行，你等着瞧好了啊！哎，听说了吗？红罗四卿赵大人的大女儿和御史吕大夫的幼女掉入湖中了。哎呦，那人没事吧？人没事儿，但是你绝对想不到，救他们的分别是对方的未婚夫。啊，还有这事儿啊？哎，这事我也知道，听说在水里，这两位贵女把来救的男人搂得死紧了，这身体也紧紧缠着。我也听说了，这里面有隐情，好像是赵大小姐动了手脚，两人才落水被人救错的，而且被救上来时，她还装晕呢。啊，真相竟然是这样的吗？那赵大小姐图啥呀？图啥？图人未婚夫呗。那晚的事迅速的在长安城老百姓里流传开来，什么两位贵女在水中露出一大片雪白的肌肤呀，贵女缠上去的时候，郎君们都起了反应，气息不稳啥的。别哭啦，仔细哭伤了身子。娘，怎会如此啊？哎呀，失算啦！你父亲说发现有另一股人马浑水摸鱼，趁机生事，才让流言蜚语朝你那一面倒啊。是吕家吗？吕家反应太迅速了，恐怕是早有防备。娘，我要去见见阿离。好，娘来安排。哟，二小姐这钓鱼技术可以呀。陈叔一会儿回头的时候拿2条呗。这鱼不大，但看着还挺肥的，关键是活蹦乱跳的，肉质一定很嫩。行，回头我提2位回家去。我还有事儿啊，就先走了。二小姐，你们慢慢玩啊。陈叔，何事啊？这么急匆匆的？秦家给老爷下了帖子，想登门拜访，目前人就在大门外等着呢。秦家？是那个和赵玉潭定亲的秦家？吕颂离顿时来了兴趣。莫斌，你继续在这里钓鱼，我去找一下阿娘。秦夫人病重来不了，是秦胜的大哥秦衡带她来的。这事儿，贵府二小姐和阿胜都是无辜的，她落水是意外，秦胜救人没错，但都因此遭受了无妄之灾，婚事出现了波折。事已至此，毕竟与吕二小姐有肢体接触的人是秦胜，如果吕家需要我们秦家负责，我们表示很愿意；如果不需要的话，我们也不纠缠，一切依着吕家的需要来。看看什么叫担当，这就是；看看什么叫担当，这就是。但看到秦胜一脸不情不愿的态度，那赵家呢？赵家不是问题，我们秦家已经同意解除2家的婚约了。吕大人和吕夫人别介意啊，他今早刚被人退婚，还有点缓不过来劲儿。吕松离忍不住往外探了探头，武将五官敏感，他才看过去，那边的人立即就察觉了。妈哎，秦胜那个长相，配上无边框眼镜，简直就是都市文本里走出来的斯文败类啊！认出吕颂离不是刺客什么乱七八糟的人，秦胜眼神的锐意顿减。还看，不知羞。吕颂离无语，这张脸配这副性格，真是暴殄天物。这会儿秦衡也察觉到了什么，不着痕迹地看了过来。被抓包了，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秦家兄弟2人没待多久就告辞了，吕德胜亲自去送客。吕大人请留步，长安城中流言不息，与令媛无异，不管如何决断，吕大人和吕夫人应该尽快才是。
阿离出来吧，他们走了。听陈管家说，你刚才去池子里钓鱼了。啊，小风小院在大清早，乱哄哄的，我闲来无事，钓着玩的。哎呀，玩就玩吧，只是在外面要记得多穿件衣裳。还有，周大夫开的药要按时吃。阿娘，我知道的。原主小时候就谢战时，在冰水里泡了太久，寒气入体。这寒气入体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对子嗣有碍的程度。吕宋离觉得这才是当初谢吕两家会定亲的最大原因，将人送走了。我送到二门就回来了。赵家竟然和秦家解除婚约了，这速度也够快的呀，可不是吗？一个早上干了不少事儿，赵家真的好忙啊。这对比之下，还是秦家显得更有担当一些呀。哼，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你咋将自己也骂进去了呢？我可不一样。娘，阿爹确实和谢战不一样，谢战这人啊，可比不上我爹。听到了没有？哎呀，行了行了，明天不是要上朝了吗？你还不去书房啊？哎呀，是该去书房了，晚饭不用叫我啊。明天大朝，他给赵家准备了大礼，来，再陪娘坐会儿。娘，你想说什么直说呗，咱娘俩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呀？哎呀，阿离呀，你觉得秦胜这人怎么样啊？不是，他娘说这话是他想的那个意思吗？秦家人丁兴旺，家风也正，你嫁过去的话，秦胜身为嫡幼子，有父兄必有，你们也能轻松点儿。最重要的是，嫡幼子传宗接代的压力要小很多。是啊，你娘说的对，那秦胜啊，确实还行。阿爹，你不是去书房了吗？落下东西了，回来拿一下。不过这不重要，我们现在说的是秦胜。不是，爹娘，你们怎么会突然有这种想法？不是，爹娘，你们怎么会突然有这种想法？妈呀，得尽快打消二老这样危险的想法呀！要知道，秦家在原书中，在赵玉檀嫁进去不久后就获罪流放了。后来秦家的战神秦胜意外死亡，虽然秦衡挟秦胜的余威，率兵打回了长安城，夺得了最终的胜利。到最后，新皇朝姓秦还是姓谢还不得而知呢。阿离，你要相信爹看人的眼光。阿离呀，如果和谢家的亲事不成，你真的要慎重考虑一下秦家，不然你将来的亲事会更坎坷呀。不是，阿爹，如果真的要选的话，那我选秦衡。他爹娘现在竟然提议两个炮灰凑一块儿，是怕他们灰飞烟灭的太晚了吗？这可不行啊，秦衡年纪太大了。27岁就叫年纪大吗？后世那些小姐姐30多岁还是中年少女呢。而且秦衡看起来也不老呀。阿离既然不愿意，那咱们就不考虑啊。哎呀，罢了罢了，秦家若是知道阿离的身体底子，态度未必还能像现在这样。娘，马车备好了吗？吕宋离今天真的会去徐家吗？放心，娘都安排好了，他肯定会去的。就在这时，他爹被吕德胜弹劾官降半级留用的消息最先传回府中。怎会如此呢？我爹可是正三品掌实权的鸿胪四卿啊！吕德胜呢，御史台里一个小小的5品御史，他这样的御史在御史台里有好些个呢。哎，除了你爹，还有2位叔伯也被他弹劾了。哎呀，这吕家真的太过分了，我去找他。去，必须去，和谢家结亲的事一定要办成。娘，我这就出发。去吧，早去早回。阿爹，搞赢啦！那当然了，赵家那些人都是些土鸡瓦狗，不敌我的一合之力。阿爹厉害！哎，
嘿嘿，一般一般啦。吕德胜，你这个残害忠良的狗官，去死！爹，小心！他话音一落，吕家门口好几个男仆就已经朝那些可疑人士追了上去。吕颂离定睛一看，原来那些不明物体只是臭鸡蛋。娘的，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哎呦，老爷，阿离，你们没事吧？人抓到以后，先把手给我打折了。是二小姐。二小姐，这些小瘪三们那跑得可真快呀！多亏了秦小爷，要不然呢，我们不可能把人全都抓回来的。你早就等在这儿了？没有啊，我只是路过。没有就没有吧，你这副生怕我们吕家会赖上你的样子，干嘛呀？哎，阿胜啊，伯母可以这么叫你吧？谢谢你啊，帮了我们大忙了。跟伯母进去喝杯茶吧。不了，我真的只是路过，要回家了。这都是一群在南城那边偷鸡抓狗的小混混、小瘪三，拿钱办事儿，你们怕是问不出什么的。知道了，谢谢你。好好，我们知道了。哎呦，你年纪轻轻的，可真能干呐！不着急回家啊，在伯母家吃个饭再回吧。伯母，我回了，家里娘还在等我回去呢。他老娘的热情，人家显然是招架不住。老头儿，以后在朝堂上少喷点人吧。这什么？我老头？他是忍了又忍，只回骂了3个字：你个兔崽子！兄弟，你暴露了，知道吗？你就是马六，是赵府派你们来的。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掌嘴！啪啪，马六被用力的甩了2个巴掌。现在能好好说话了吗？我只收了银子，不知道是何人指使的。把他们的右手给我打折了。饶命啊，吕二小姐，饶了我们这次吧，我们下次再也不敢了。你们来办这件事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后果？给我打！砰砰砰！哎呀，疼死我了！哎呦，娘，我好疼啊！我再也不敢了！哎呀！马六，这事儿要怪呢，就怪给你们银子，让你们来找我吕家麻烦的人。你们犯到我吕家手上，我只让人打断你们一只手，已经很仁慈了。别不信啊，你们这些人身上多少都带点事儿吧。我要是心狠一点，把你们的手脚都打断了，再把你们往光府里一送，你们觉得你们还能出来吗？所以我只打断你们一只手，很善良啦。马六他们所有人听完后，莫名的认同了他的话。记住，下次再犯到我吕家手上，就不是打折一只手那么简单了。行了，把他们放了吧。没有下次了，你就是个恶魔呀！再以后看到你都想绕道走，哪还敢来惹你们吕家？的政敌是不是很多啊？哎呀，这好像确实不少。不少是多少啊？我约摸着有大半朝吧。老爹这颗小心脏可以，够强大。闺女啊，监督百官，肃整纲纪，乃你爹的职责。爹，我只是担心你。哎呀，不用。阿爹，其实我是很佩服你的。先前您的一些经历咱就不提了，就从你被皇上提拔到御史台当御史后说起。这自古以来，历朝历代都是人情社会，朝堂之上很多官员讲究门生旧故，和谁都有点面子情。可阿爹你呢，却偏偏是反其道而行，一心只想办好皇上交代给你的差事，谁和你讲情面都不好使。如果是我来做阿爹的对手，第一步我就先培养一个像爹一样能言善辩的人，然后找机会让皇上发现他。第二步，联合尽可能多的大臣上奏皇上，给爹您歌功颂德，往死里夸您这些年立下的功绩，提议皇上给您升官。等皇上真的给您升了官，您便不是御史了。空出来的位置再提醒皇上想起之前安排的那个人。
等皇上真的给您升了官，您便不是御史了。空出来的位置，再提醒皇上想起之前安排的那个人。最后一步，您身居高位，我再安排人在您经手的差事里挖几个坑，到时候将他们暴露出来。这个时候，皇上那里已经有一个类似您这样的能言善辩的人取代您先前御史的位置。您又犯了大错，您说皇上还会像之前那样护着您吗？不会。届时便是除掉您最好的时机。哎呀，阿离呀，你真聪明啊！闺女啊，你近日的表现叫你阿爹刮目相看呐。难道你以前都是在藏拙吗？爹，我并不是藏拙，那天落水之后忽然就会的。嘿，那你这是突然开了窍啊，和藏拙一样的。哎呦，老天保佑啊！算了，你们高兴就好。哎，闺女，你说你爹该咋办呢？阿爹，首先你派人留意一下，接下来市井上有没有类似你这样能言善辩的人才崭露头角，不必光撒网，只需要留意长安城内皇上微服私访时最喜欢去的一两处地方，以及在文人墨客中名气最大的3个酒楼就行。然后阿爹，你找个机会向皇上表忠心，表示你愿意一辈子不升官，为他挡住所有攻向他不好的言论。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具体怎么说，爹是这方面的行家，我就不班门弄斧了。调皮。最后，阿爹要不断修炼精进自己的业务能力，让别人无法取代你，那就谁也撬不动你屁股底下的位置。好啦，我说完了。哎呀，这可不行啊，一会儿我去书房看看书。你刚打外面回来呀？去哪儿了？哦，没去哪儿。娘那里可以开饭了吗？有点饿了。小六不对劲，有情况。几兄弟在一起，免不了谈起今儿个早朝发生的大事儿。还不是，这吕德胜这么恐怖的吗？这人确实厉害。吕德胜这是箭在地心呢。谢吕两家的婚事出现波折，赵玉潭是罪魁祸首，可阿胜也助纣为虐了呀。如果不是阿胜救错人的话，三嫂，咱不会成语就别乱用行不？再说了，又不止我一个人救错人，谢战不也没将自己的未婚妻认出来吗？哎，这不重要。我想说的是，你说吕德胜会不会因此迁怒咱们秦家呀？不会。那我就放心了。吕御史弹劾赵家的目的是不是警告他们，然后让他们不要掺和进谢吕两家的婚事里来呀？不，恰恰相反。从今天早朝吕德胜往死里整赵家的举动看来，这里面定然有我们不知道的内情。恐怕谢家已经做出了选择，吕家察觉到了，才会对赵家重拳出击。老大，听你这意思，谢家和吕家透露了退亲的想法？这个可能性很大。嚯，那咱们阿胜岂不是有机会了？那一切就看吕家怎么决定了。阿胜啊，你要是有幸娶到吕家二小姐，要对人家好点儿，知道吗？亲娘啊，你能不能别冷不丁就蹦出来一句这么吓人的话？二小姐，咱们到了。哎呀，大小姨，你来了，快请进。二奶，娘让我来给小姨领路。哎呦，是胜哥呀！行吧，你把你小姨给你娘领去吧。玉檀姐，你确定我们停在这里可以等到吕宋离吗？这里是崇文街去保定坊的必经之路，也是最近的一条路。他以前就是走这一条路的。表妹，谢谢你陪我走这一趟啊。表姐不用特意谢我。表妹，前面那个酒楼还不错，不如你先去那儿坐坐，吃点东西。一会儿如果我看到人了，再让人去前面喊你怎么样？赵玉潭想了想，让人跑一趟保定坊。打探消息的人回来了，也给他带回来了一个确切的消息。此时吕宋离确实已经到了徐家。大小姐，我们还等吗？等。你咋了？亲家母太热情了。你这小模样长得太符合我婆婆梦想中的女儿啦。这真是古代版的我杀猪养你啊。
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起了这么大的波折呀？没办法，赵玉潭有心算无心，当时我没防备，不过爹已经帮我出过气了。那谢家那边是何态度啊？哎呀，我的亲姐，你还在坐月子呢，操心这么多干什么？反正啊，我和爹娘肯定会处理好的。行，我不提了。不过阿离，有日子不见，你像是变了好多。真的吗？是不是又变漂亮了？哎呦，再漂亮下去我该怎么办呀？打住，可别再惹我笑了。快来看看你小外甥。大姐，小外甥的头是不是有点偏啊？这是故意睡出来的。老人说扁头有福气。哎，不，他接受不了啊，他还是喜欢圆圆的后脑勺。姐，我听说婴儿不要经常抱，不然会变得很粘人的，睡觉也不让人脱手。知道，这孩子已经很少抱了，你大外甥抱得多一点儿。当时你姐夫稀罕，常常抱着舍不得放下呢。这是孩子多了不稀罕了呀。怀老三的时候，你姐夫和家里人都盼着这一胎是个闺女，没想到一出来又是个小子。儿子多还不好啊？儿子是好，但是太多了，你懂吗？明白了，物以稀为贵，儿子多了不值钱了。小妹，你说咱娘好歹也生了咱们2个女儿，我也不多要，只要生1个就行了。这是盼女儿盼的眼睛都绿了。你说我就想要个闺女，怎么就这么难呢？唉，就怕小棉袄漏风，后世漏风的小棉袄还少吗？儿子也不错呀，你怎么能重女轻男呢？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养好了都是好孩子。你喜欢呐？那送你要不要啊？我倒是想要啊，前提是我抱回去，阿爹阿娘不打死我俩啊。姐妹俩谁也没注意到偷溜进来的小脚人儿又偷摸着溜出去了。不行你就给他定一个童养媳呗，把儿媳当成闺女来养，不就有闺女了？而且这样养出来的闺女啊，以后还不会外嫁，多好呀！好像真的是条路啊。茶水喝多了，吕宋离抽空去了趟茅房。小姨，过来。小姨，你喜欢弟弟吗？喜欢啊。那小姨，你把弟弟带走吧，我把他送给你了。臭小子，你娘知道你屁股要被揍开花的早吗？圣哥是不喜欢弟弟吗？也喜欢的，但是如果是妹妹会更喜欢哦。可是圣哥不能把弟弟送人啊，不然等他长大知道了会伤心的。小姨，娘亲生不了妹妹，我没有妹妹。这一家人想要个女娃想疯了，凑合入魔了吧？没有妹妹没关系啊，你将来可以生啊，靠别人总归不是个事儿，自力更生才是王道。对呀，爹妈靠不住，我要自己生一个。哎，不对，是生2个。吕宋离不知道，因为他不负责任的建议，他走后圣哥闹着要生女儿，长辈们心累，这熊孩子最后被他娘暴力镇压了。阿奶阿娘，你们快来啊！大小姨呀，能不能借用一下你的马车呀？莫兵，赶紧让刘叔套车。哎呦，谢谢了，是浩浩出事儿了，他被花生仁卡住了喉咙，需要赶紧送往医馆救命啊！亲家太太，走，我和你到前面去看看孩子们。哎呀，把花生仁抠出来就好了。不能这样去抠孩子的喉咙。大小姨呀，借用一下马车呀！把孩子给我，让我试试。情况紧急，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哎呀，这是干什么呀？赶紧把孩子送医馆呐！哎呀，对呀，一个小姑娘能有什么办法救人呐？简直是胡闹嘛！1次、2次、3次，孩子哇的一声，指头大小的花生仁从他口中掉了出来。出来了！哎呦，这是什么法子呀？这女娃真有本事啊！孩子是救回来了，但是孩子刚刚有可能伤着喉咙了，你们带他去医馆看看，开点护喉咙的伤药也行。对，去看看也好。等徐家人的情绪平复下来之后，他们对吕宋离是谢了又谢，
这么一耽搁，吕宋离回去的时间就晚了。哎呀，多好的闺女呀！看着渐行渐远的马车，薛老太太感叹。不料他们在槐花街被人逼停了。你们想干什么？咱们车下里是不是吕二小姐？是如何？不是又如何？吕二小姐，我们大小姐恭候多时，请出来一见。二小姐是赵家的人，阿离，你为何命人拦我车驾？我找你是有事想和你说。赵玉潭，有什么事你可以说了。吕宋离，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的态度就是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不想说的话就让开，好狗不挡道。你怎么如此不近人情？你忘了当初你刚来长安的时候，是谁带你融入圈子？是谁一直照顾你？你真是个白眼狼！你也是这么想的吗？赵玉潭沉默。赵玉潭，不提这么多年我爹因着那点看顾之情对你们赵氏一脉的提点，让你们避免了多少次丢官职的危机。就拿这些年来我加入你们的圈子，但凡你赵玉潭有什么要求，我拒绝过吗？除了最初那点看顾之情，后面你又帮过我什么？这些年来我帮你做的事情，早把这点看顾之情还得够够的了。原来你这么斤斤计较，这么双标的吗？明明是你们先算账的。是哦，我斤斤计较，你们好大方啊，大方到连当年的那点子看顾之情都记到现在。火眼一噎，我下车不是听你教我怎么做事的，这是我和赵玉潭之间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他的狗啊，那么急着替他出头？好妹妹，我想说的是，那晚落水的事儿，你是真的误会我了。刚才见到你，情绪激荡，一时间不知从何说起。真的是误会吗？当时你不心虚，何必装晕啊？当时那情况，我人都懵了，然后整个人羞愤欲死。我害怕面对那些人的眼神，我以为你会理解我的，只是没想到你胆子比我大，还因此误会了我。那现在你想怎么样？我来找你解释这些事，一来是想解开这些误会，二来是恳求你能让你爹高抬贵手，放过我们赵家。你觉得我是傻子吗？你不会以为我那么好蒙骗的吧？你不知道早朝发生的事儿，我听了真的是很伤心。我们之间只是误会而已，你何必让你爹把事情做得那么绝呢？做就做了，能奈我何啊？和谢家的亲事我要不要另说，但目前谢战还是我未婚夫，赵家既然敢伸手，就要有被打断手的觉悟，不是吗？赵玉潭，你别装得一脸无辜，我爹是个好父亲，你们赵家有此一劫，一切源自于你的贪心。阿离，对不起，我不应该说那些话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以后还是好姐妹吧。我真的很珍惜我们10几年的姐妹情，我实在不忍我俩因一次误会而形同陌路。谢战你不要，你不抢了？他直接一记直球，让赵玉潭不说话了，哑火了。切，都是千年的狐狸，跟我玩是什么聊斋啊？吕妹妹，你还是不相信我？相信你什么？相信你不会抢谢战？不可能吧？秦胜你丢了，再不抓紧谢战，以你目前的名声，你又能嫁个什么样的？阿离，你这话太伤我了。他含着泪扭头往回走。阿离，你相信我，你和谢战不合适。姐，是不是演过头了？你回去之后和赵家人说，让他们看紧了赵玉潭，别让他再自戕了。什么叫杀人诛心？这就是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总之我已经提醒过你们了，万一他要是真的不小心玩过头死了，这锅我可不背啊。不好了，不好了，大少爷！什么事儿啊？大呼小叫的。赵大小姐昨晚半夜割腕自杀了，据说鲜血流了一地，把房间的地板都染红了。还有呢？陪床的丫鬟是被血腥味熏醒，才发现出事了。太医猜测赵大小姐是等陪床的丫鬟睡沉了才动的手。赵家请了太医？是的，外面请的大夫看过后都摇头，赵家只好拿着人参吊着命。
然后进宫求来了太医。啊，那现在赵家那边是个什么情况？赵大小姐还在昏迷中，太医说如果能醒来就活，如果醒不来就活不成了。难道是我猜错了吗？赵家玩脱了？邵玉潭受不了，所以真的自杀了？再去打听一下赵家有什么后续消息，还有打听一下这2天家里来过什么访客，以及老爷都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赵夫人罗氏只身去了衙门，请求长安令大人下令缉拿近期造谣污蔑他女儿的碎嘴子。鉴于赵玉潭至今昏迷不醒，极有可能醒不过来，长安令大人便允了。谢湛一眼就看出赵家行的是一石二鸟之计，一则可以栽赃吕家，然后直接击溃刘岩；其二可以逼迫谢家，实则是给了谢家再次提起退亲的机会。谢湛刚才让查的另一件事儿也有了结果。当他看到访客名单上有赵文宽的名字时，他脸色微沉。爹这是接受了赵家投诚了呀，难怪了，赵家行事敢如此激进。赵玉潭割腕自杀的消息传到吕府，还是这老一套啊，都提前跟他说了，不要老用这一招。哎，果然是黔驴技穷。哎呀，又来！这上次上吊的事儿才过去几天呢，这次又割腕放血，不会又是个幌子吧？那不能够，都请太医惊动宫中了，赵玉潭肯定是下刀子了，血也肯定没少流。老爷、夫人、二小姐，那赵大小姐还留下一封遗书。遗书上说什么了？大致的意思是说，她因落水一事名声尽毁，早已萌生死志。后来家族又因她蒙受污秽弹劾，她想道歉想解释，又无功而返。一想到她的行为甚至有可能给家族带来第2次打击，她自觉无颜苟活于世。好大一盆脏水啊！瞧瞧瞧瞧，这话里话外明里暗里，不就是说我们父女2人逼死他的吗？好大一盆脏水啊！瞧瞧瞧瞧，这话里话外明里暗里，不就是说我们父女2人逼死他的吗？他这什么意思呀？阿娘，咱别生气。闺女儿说的对，人家的遗书那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上面有没有指名道姓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啊？你不要反应那么激烈嘛。嘿，行，我不生气了。赵府还有什么动静吗？赵夫人一怒之下去了长安衙门，长安令派人抓了不少嚼舌根的人。吕颂离看向他爹，吕德胜明白他的惊讶。昨晚他听了女儿的建议，将他们的人都撤了。赵家这么一搞，这下可有好戏看了。哎呀，这赵玉潭以死相逼，赵家或者谢家会不会直接来找我们谈退亲的事儿啊？赵家敢上门吗？他有那个脸吗？爹娘，不提这些糟心事儿了。不管如何，咱们吕家都是占理的一方，吃不了亏的。娘，我大哥陪大嫂回娘家也有些日子了吧？有小一旬啦，说是你大嫂亲娘摔着了，他爹带着他大哥去了外地看药材，家里的弟弟妹妹年纪都不大，遇上事儿也不懂怎么处理，你大嫂把你大哥带上，正好能派上用场。你的事儿他也是前儿个刚听说的，然后就让田安回来了一趟。我和你爹的意思呀，是让田安回去告诉他，让他安心，且在他岳母家将事情处理好了再回来。你的事儿且由我和你爹操心着呢，用不上他。亲家母摔得很严重吗？听田安说挺严重的。娘，不然我去平安镇看看大哥大嫂。吕颂离盘算着，他想亲自去看看有没有什么赚钱的机会。也可以，全当出去散散心了。不过得看看哪天天气好，你再出门。行，听娘的。翌日，吕颂离见天气晴朗，决定拉着他娘出去逛街。阿娘，你就放心吧，今天啊，保证没有几个人还敢对咱指指点点的。出来之后，蒋氏确实没有明显感觉到先前那种压抑的氛围了。哎呀，确实是好多了，是吧？他就知道会这样。昨个赵府自刀了一下，再经过昨天长安府衙役抓人一事，连老百姓们都静音了。就在这时，
他们所在的这条街尽头传来一阵骚乱声。这，让开！有人当街纵马，不是赵四郎吗？孩子，别过来！千钧一发之际，三味轩2楼突然飞身下来一人，一脚直接将马上的赵四郎踢飞。就在这时，另一个男人冲出来，将马蹄下吓傻的孩子一抱一滚。随后，他将怀里的孩子交给他爹。是平西侯世子和秦少爷。人群中爆发出强烈的欢呼声。秦胜，你这是何意啊？你当街纵马，险些伤了人命，还好意思质问他人？哼，我有紧急公务在身，却一路高歌喝令闲人回避。秦胜是不是有点傻啊？跟他理论什么？叫破他的身份啊！算了，这题我会，我来。赵斌，你最好有10万火急的公务，不然你这一路纵马造成的损失引发的民怨，就不知道你们赵家和你上峰兜不兜得住。赵斌，赵家，哎，是不是鸿胪4卿赵大人那个赵家呀？应该是的吧？听着好耳熟啊！哎，他家大小姐是不是前几天赏花掉进湖里，被好姐妹的未婚夫救了，然后死缠着的那个赵家呀？哎，对，他们是同一个赵家呀，是亲姐弟吗？应该是亲姐弟，一个淫荡，一个嚣张，蛇鼠一窝的。难怪了。吕宋离，你很好。吕宋离，你很好。我当然很好。这女人就是个胆大妄为的，也不知道她有何一招，这样挑衅赵斌。她难道就不怕赵斌一气之下给她一鞭子？赵斌，你不是身负紧急公务吗？不好再耽搁下去了吧？罢了，看在你的面子上，此次我便不与尔等计较。吕伯母，吕二小姐，刚才真是多谢了吕二小姐仗义直言了，不然阿胜可能就会有麻烦了。哎，哪里，你们兄弟2人也是为了救人，小女帮说2句话也是应该的。哎，刚才我都看到了，这孩子身手真俊呐。秦衡脸上的笑容渐深，出言邀请他们上去三味轩2楼。眼看着他娘异动的就要答应下来了。阿娘，咱们出来挺久了，该回去了吧？爹在家应该等急了。我的亲娘哎，您老又不是第一回当丈母娘了，何必见着个好的就走不动路啊？我知道你很满意秦胜，但秦家真的不是一个好去处啊！整个秦家被连根拔起，收押的收押，流放的流放，这样的罪名，三爹的小身板扛不住啊！啊，确实时间不早了，世侄啊，我们得回去了。那也行，等改天伯母有空了，我们做东，请伯父伯母过来喝茶，或者等过段时日我大婚，请伯父伯母前来喝杯薄酒。你要娶继室啦？是啊，欢迎伯母届时莅临观礼。在原著里有这么一段吗？啊，那恭喜呀，我们吕家就等着你的喜帖了。双方客道了2句就散了。阿娘，你有话要和我说吗？刚才秦家世子说要娶继室了，你听了没啥想法吗？秦衡？不是啊，他秦衡娶继室，他能有啥想法？他娘不会还记得他前些日子的玩笑话吧？赵府，大姐，四郎，你怎么回来了？哎呀，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不回来呀？大姐，你怎么会如此想不开呀？而且把自己搞得这么憔悴。四少爷，你不知道，小姐最近被人逼得好苦啊。你说的是吕宋离吗？就是之前总跟在你身后的那个丫头。听着丫鬟红豆的叙述，赵玉潭也觉得自己很委屈。确实是个牙尖嘴利的。你见过她了？这事儿啊，你就不用管了，我帮你解决。不是啊，四郎，你打算做什么？千万别以身涉险。放心吧，我自有办法，牵连不到自己身上。红豆，你出去。赵玉潭等红豆出去关好门，他拉着他耳语了几句。行，最近几天我不会动他，
但他之前那么欺负你，不能就这么算了。大姐，我先回去洗漱了，晚点再来看你。赵玉潭心里仍旧不安，但又觉得自己想多了。他家四郎好歹也是5军营5旗尉，吕颂梨只不过是一介弱智女流，两人对上，吃亏的肯定不是他家四郎。大小姐，不用担心，这一次四少爷一定能替你好好出一口恶气。吕颂梨母女2人到家后，下午家里来了2波宫中之人，一波是太后宣吕颂梨入宫参加晚宴，一波是皇上宣吕德胜入宫觐见。阿离啊，这次怕是要委屈你了。爹娘，别担心我能应付过来的。皇宫门口，哎呦，吕大人，您可算到了，快请随洒下来，别让皇上久等了。吕德胜可真是受宠啊，都到傍晚这个时候了，皇上还召他进宫。阿离，谢大哥。一群有大病的，到了宫门却不进去，不知道在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没多久，吕颂梨被传召，发现太后娘娘端坐主位，旁边还有几个衣着华丽的女眷，料想是几位皇子妃吧。就欺负我呗！臣女拜见太后娘娘千岁。起来吧。哎呀，以前我是真没发现，我自己这个未婚妻的容貌如此之盛，竟然能直逼赵玉潭。要知道，赵玉潭可是长安城里有名的美人啊。近日长安城各种流言蜚语，乌烟瘴气的，你们之间的事儿在长安城里闹了个沸反盈天，甚至影响到了朝堂。今日哀家不得不出面给你们做一次主，如何呀？微臣女全凭太后娘娘做主。末将全凭太后娘娘做主。唯独吕颂梨没说话。吕颂梨，你不满哀家给你做主？敢问太后娘娘，您老可是要将赵玉潭配给谢战，将臣女指给秦胜？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太后娘娘可知，臣女和谢战是有婚约在身的。放肆！都到了这一步了，顺从就好了，何必还要苦苦挣扎呢？徒惹了太后娘娘的厌恶，对吕家也不好。几位皇子妃都觉得吕颂梨这人胆子挺大的呀，这和传闻不符啊。但吕颂梨一直都认为，某些时候主动权还是要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轴啊？太后娘娘也是好心，孩子啊，你不能这么不识好歹呀。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配合得很好啊。太后娘娘，您可知臣女和谢战这桩亲事因何而起？太后娘娘不说话，还是她身边的荣秋嬷嬷带回的。听说过，当年你救过她一命，然后谢怀里做主给你们定了亲。救她时是在寒冬腊月，将她救起后，我在冰水里泡了1个多时辰，我的身体因此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病痛。这个我们都有所耳闻，可是你的心急不是不要紧了吗？太后娘娘，您宣个太医来给我瞧瞧便知。这些人在打什么哑谜啊？荣秋老嬷嬷还是让宫女去请了一个太医过来。太医给她把脉把了很久。陈太医，吕颂梨的心急如何？不碍事吧？吕小姐的心急，按时吃药应该会有所好转。但是……陈太医，你直接将诊脉结果说出来吧。身体的底子那样，要是暴露出来，他难道不怕被世人嫌弃？这秘密一暴露，恐怕长安城里他能勾得上的好人家都会对他避之不及吧？难道吕颂梨真的赖定谢家了吗？所以才不管不顾？难道他知道了？吕二小姐身体阴寒，应该是小时候曾在极寒之地待过，伤了底子，平日畏寒喜暖，癸水不定，期间疼痛难忍，日后成亲也难有子嗣啊。这么惨了吗？这也太惨了吧！有人怕是没办法如愿啦。也就是说，你当年救了谢战，不仅患上了心疾，
还因为寒气入体伤了根本，无法生育子嗣。是的，这么大的事儿，谢家小子怎么也不跟我知会一二啊？这不纯粹让我没脸吗？本来他预借今晚将人召集了，然后下旨给谢战和赵玉潭赐婚的。现在在得知了这么一个隐情之后，他要是再给二人赐婚，肯定会被人指着鼻子骂的。阿离，这件事是我拖累了你，也对不住你，你要怪就怪我吧。怪你什么？怪你在这件事上的摇摆和不作为吗？那我能怎么办呢？如果我可以，我并不想伤害你，但是阿离，背负一条人命的心理压力是很重的。就在这时，泪流满面的赵玉潭跌跌撞撞地朝着一根柱子冲了过去。快拦住他！尽管他是冲着柱子去的，但速度不快，很快就被人拦住了。拦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谢战。哎呀，你怎么那么傻呀？太后娘娘，臣女不想让你为难，也不想让阿离伤心难过。臣女名声一毁，家中父兄又受我所牵连，实在不想苟活于世了。他之前也是你的好友，你能眼睁睁地看他因流言而死吗？你忍心吗？我当然忍心，原主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换来的姻缘，赵玉潭凭什么说抢就抢？凭他脸皮厚，凭他不要脸啊！没有公主命，倒是得了公主病，还真以为天下皆你妈啊！太后娘娘，您阻止不了一个一心求死的人，您拦得了一次，拦不了第二次。还有赵玉潭，谢战你喜欢可以来抢，毕竟女子嫁人关乎一生际遇，使点手段也不算什么。但请你不要打着我吕宋离好友好姐妹的头衔，打着为我好的名义来抢，我会觉得恶心。赵玉潭闻言，脸色惨白如纸，放肆！太后娘娘，放肆的不是臣女，而是赵玉潭。赵玉潭在您面前自戕，这是对太后娘娘您不满，如此蔑视皇家，太后娘娘难道不该治他的罪吗？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神疯狂交流中。他说的也挺有道理呀。太后娘娘，臣女没有，臣女对您没有任何不满。没有不满？那你对太后娘娘以死相逼，难道不是不满太后娘娘没给你做主吗？不是，你不要污蔑我。够了，吕宋离，你以为自己很聪明吗？臣女没有。太后娘娘没说话，而是冷冷地看着殿下的吕宋离。戾气这么重的吗？这么不讲道理的吗？他不怪隐瞒了真相的谢战，也不怪让他陷入两难的赵玉潭，反倒怪起我这个受害者来了，有意思。一切但凭太后娘娘做主，臣女毫无怨言。说完人就晕了。正好陈太医还在，太后便让他给赵玉潭把脉。把完脉，陈太医回禀说身体虚弱，加上受了刺激才晕倒的，好好休养便能无碍。精彩绝杀呀！吕宋离这战力也太强了，连太后娘娘都被他堵得开不了口。够，这胡搅蛮缠的功力那是一流的。吕二姑娘，姑娘家的性子还是要软和一些好。太后娘娘召见你们几个的目的是想好好解决你们之间的纠葛，本意是好的。现在你看，你已无法生育，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赵大小姐，这里是一条人命，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吕二小姐何不稍微退让一二？依太后娘娘的意思，我该如何退让？其实解决你们之间流言蜚语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太后娘娘分别给赵玉潭、谢战，还有你和秦胜赐婚。但是如果你不同意，可以让赵玉潭当平妻。旁边的榻上，一滴泪从赵玉潭眼角滑落。感情当平妻还委屈了你赵玉潭是吧？正好你不能生育，谢战为谢家大房长子长孙，你总不能让他没有嫡子吧？如果不是当年原主舍命相救，他别说嫡子了，命都没了。不对，
坟头的草都有3丈高了。2个选择，就看你了。这时，门口来了一个神色焦急的小太监。太后娘娘心中一突，荣秋嬷嬷快速地走出去。荣秋嬷嬷几乎是刚出去就回来了，她走回来的脚步极快，就差小跑进来了。她一回来就挨着太后耳际耳语了1-2句：“西家御前功。”谢战、秦胜、赵玉潭和吕宋离以及皇子妃们都愣住了。散了吧，你们都回吧。如此虎头蛇尾。最无法接受的人是昏着的赵玉潭。污奠了那么久，以为终于能够大肆收获了，哪里料到忽然间就戛然而止了。罢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祸福之间永远说不准。比起损失惨重的赵家，我这不算啥，有对比才有幸福嘛。抱歉呐，皇上，为了等闺女儿一块儿出门，微臣来晚了。你和你闺女儿一块儿出的门？是的，太后娘娘召见她，我们父女俩是在宫门分开的。太后娘娘召见她，所谓何事啊？微臣不知。康成帝也不在意，就拉着他一起下棋了。连下2-3局，吕德胜都输了。康成帝是个臭棋篓子，连赢3局，心情舒爽。爱卿啊，你这棋艺有待提高啊。皇上，您这话微臣不服，微臣棋艺不差。以往和皇上下棋，我们都是各有往来呀。皇上您忘了？能连输3把，还嘴硬啊？那是我分心了。皇上的臭棋篓子也就欺负我这种老实人了。那你说说，你为什么分心了呀？回陛下，今儿个是小女第一次独自一人入宫，微臣担心她不懂规矩，冲撞了太后娘娘。韦子立，你派个人去长乐宫看看，一会儿回来禀报。是。微臣谢过皇上体恤。还要再来一盘吗？朕给你一个一雪前耻的机会。改天吧。微臣回去练2天，再来找皇上下棋，届时一定一雪前耻。那行吧，那朕就等着你。你这个样子笑，是不是觉得臣回去之后不管怎么练都赢不了你啊？行了，那些东西是给你的赏赐，你去看看喜不喜欢。皇上，臣有话要说。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吕德胜当即跪下，表忠心的话说了一串。可是当他听到吕德胜说自己以后不管立多少功，攒了多少资历，都不想往上升时，康成帝先是意外。爱卿为何有此念头啊？听说你前个儿回家在门口被人袭击了？嗨，就是看臣不顺眼的一些小瘪三儿、小混混给臣砸臭鸡蛋呢，这算啥袭击呀？至于皇上您问臣为何有这样的念头，老实说，这念头也是最近1年的事儿。微臣如今是正五品御史，微臣觉得已经爬得很高了，很知足了。在微臣的老家，这就是大官了。用老家的话来说，这已经是老祖坟冒青烟了。你呀，这2年看着朝堂的事，微臣有点怕了。怕什么？微臣怕再往上升，越升越高，地位的转变会让微臣不知道哪天就失了本心，做出伤害皇上的事来。最重要的是，微臣喜欢如今御史这个官职，因为别的微臣也干不好啊。真不想往上升了？不想，臣也不想当什么大官，像现在这样就很好了。等臣老了，提不动笔了，帮不了皇上的忙了，或者皇上哪天有了比臣更好用的臣子，请皇上允我几亩薄田，我就回乡下养老了。可是这样不行啊，别人会骂朕刻薄寡恩的。朕是皇帝，得赏罚分明，做得好得赏，做得不好那得罚。皇上，这臣喜欢金银珠宝。臣以后立了功，你要赏
就上陈这些，或者陈立功了，你就用个小本本记着，哪天陈犯浑了，做错事儿就用这将功抵过，行不行啊？咱们说好啊，就坐在正五品御史的位置上不挪了啊！康成帝还没回答，这时魏自立回来了。如何？吕爱卿的女儿在太后的长乐宫里可还好？实话说，吕二小姐的处境不太好，因为前些日子赵文宽赵大人长女和吕大人次女落水被对方未婚夫所救一事，近日长安城流言蜚语甚多，赵大长女赵玉檀因此自裁了2回。这太后娘娘心中不忍，传召了吕大人爱女吕颂梨、谢湛、赵玉檀、秦胜4人。奴才听那意思是太后娘娘欲给他们重新婚配，分别赐婚，让他们两相欢喜。最后呢？太后给他们重新婚配了吗？没有。吕二小姐自己揭露了当年为救未婚夫谢湛伤了身体根基一事。听到这话，吕德胜老泪纵横，他这模样把康成帝吓了一跳。吕爱卿啊，你这是怎么了？哎呀，皇上啊，这事儿他怎么会知道啊？臣和他娘一直瞒着他的。哎呀，然后呢？吕二小姐患有心疾，且无法生育。奴才的拖地一听，就赶紧跑回来回禀了。吕二小姐患有心疾，且无法生育。奴才的拖地一听，就赶紧跑回来回禀了。麻烦呐，这不是伤了吕爱卿的心吗？要是以往，我就懒得管了。但是人家今天大大的表现了忠心，我老娘转头就给人家这么一刀，人家不得心塞呀？皇上，微臣心里难受啊！哎呀，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都怪微臣没用。这个你拿着，你刚才说的是真准了。皇上，这也太贵重了，这臣不能要啊！行了，拿着吧。君臣2人都没注意到，一位小太监看到了这一幕，眼睛惊讶地凸起，然后迅速且小心地退下了。皇上，臣得了这么大一个宝贝，想赶紧回家把它藏起来才放心呐。你呀，不担心你闺女啦？臣相信皇上，相信太后娘娘。行吧，你回去吧。吕德胜立即跪下谢恩，然后带着那宝贝和皇上的赏赐，赶紧麻溜地撤了。等回到吕家大门，门房将门打开。等等，吕颂梨，能否借一步说话？秦胜，有事吗？那个，你和谢家推亲之后，可以嫁到秦家来。嫁到秦家？嫁给谁？你大哥啊？你看上了我大哥？你倒是有眼光啊，但是放弃吧啊！我大哥是不可能会娶你的。我大哥对于季大嫂的人选，心里早就有了决定，你就死心吧。丫的，我家大哥压着我娶你，你却想当我大嫂，你合适吗？逗你的，你喜欢我？你，他怎么忘了这个女人胆大又可恶？是啊，我喜欢你，怎么样？行了，回去吧，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毛都没长齐呢，谈什么喜欢啊？说完，他没管秦胜，步履轻快走进自家大门。秦胜看着吕家的大门，木然笑了。吕颂梨觉得他对自己是有好感的，对此他一点也不意外。她长得那么漂亮，又那么聪慧，他怎么会不喜欢呢？还没来得及和他娘问起他爹，他爹后脚就到家了。爹，你没遇上太后娘娘吗？没有啊，怎么这么问呢？吕颂梨随即将在长乐宫后面发生的事儿告诉了他爹。哎呀，幸好你爹我跑得快呀！你们父女俩晚饭没吃吧？不饿吗？饿。阿离啊，你是怎么知道你身体的真实情况的？你们说的是我当年因为救谢湛，在寒水中泡了太久，导致体寒宫寒，无法生育一事吧？哎呀，你这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怎么知道的？无意中知道的。你这孩子知道了就知道了，怎么还把它拿出来当武器呀？是想让我们当爹娘的心疼死去吗？爹，太后娘娘宫里发生的事，
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啊？你这丫头没心没肺的，你爹在御前宫的时候担心你，皇上就派人去了长乐宫打探消息去了。原来如此啊！你这倒霉孩子，怎么就把事关自己这么重要的事给秃噜出去了呢？这出发前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大不了丢了和谢家那门亲事，反正咱也不太想要了。那个时候我要是不说出来，太后娘娘就要给谢湛和赵玉潭分光赐婚了，那我可太憋屈了。这也是谢家一直沉默，任由赵家施为的原因。不就是算准了我们吕家不敢摊牌，切，我岂能让他们如愿啊？你这是伤敌1000，自损800呀。那我也觉得值。爹娘，我这底细谢家也是知情的。哎呀，这太后娘娘也是老糊涂了。喂，孩子他娘，慎言慎言呐！你们最后这太后娘娘匆匆离去，也不知道是因何事啊。可能和我有那么点关系。爹，你怎么搞到这个的？免死金牌呀！藏起来，必须藏起来。我爹可以啊，皇上和爹该不会有那啥交易吧？闺女儿，你别这样看着爹呀，你看得爹心里毛毛的。算了，皇上应该不好他爹这口，纯粹是他爹抱大腿功力太强了。吕德胜清了清嗓子，就和吕颂离说起昨晚在御前宫发生的一切。爹，幸亏你跑得快。那是，不然这块免死金牌还姓不姓吕可不好说了。这事儿啊，就我和你还有你娘知道就行了，你也别说漏嘴了啊。大哥和小弟也不告诉吗？先别告诉他们，你大哥没啥心眼儿，至于你小弟，哎呀，我怕他说梦话，把这事儿给崩出去了。爹，这个秘密应该守不住，做好应对吧。闺女儿，皇上啊还赐了我一颗灵丹，这颗丸子凑近了闻起来有股淡淡的清冷的腥香味儿，特别有味道。阿爹，这玩意儿你可不能碰啊，这丹药用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延年益寿的材料。想想这玩意儿是咋炼制的，朱砂、黄金、水银，还有各种矿物，听说还会放姑娘家出巢的精血，真的是啥都敢往里头搁呀。哎呀，放心放心，我收着不碰。这丹药啊，我帮你处理了，皇上要是问起来，你就说你吃了。行吧行吧。哎，皇上啊皇上，你怎么想不开去吃这种慢性毒药啊？妈个鸡的，我早该想到的不是吗？康成帝痴迷于佛道教，号称太清真人，能不碰仙道家的丹药吗？老爷，二小姐，宫中来了懿旨，夫人喊你们尽快到前院去。不用猜我就知道，这道懿旨必是出自长乐宫太后娘娘之手。哎，这一大早的，太后娘娘不会是彻夜未眠吧？太后娘娘懿旨，平西侯征西大将军秦越之子，时任云骑尉秦胜，节操肃立，年少有为，武略过人，行孝有加，尚未婚配。吕氏次女宋离，能臣之后，行端仪雅，品性贤良，容貌出众，及方年待子金龟，二人良缘天作，今懿旨赐婚，望如二人择日完婚，同心同德，敬尽与国，勿负哀家之意，钦此。臣女领旨，谢太后恩典。叩谢太后恩典。吕大人，太后娘娘的懿旨都领会了吧？请海公公明示。太后娘娘的意思是让令爱和秦家六公子尽早完婚。尽早是多早？太后娘娘要求吕二小姐，你和秦家六公子必须在2个月内完婚。敢问海公公，太后娘娘是不是也给谢湛和赵玉潭赐婚了？是的。那他们没有尽早完婚的要求吧？对的，吕二小姐真聪明啊。这是真的明晃晃的针对呀。
谢海公公解惑，时辰不早了，海公公还是尽快回去复命吧。哼，报复，这是明晃晃的报复，真是欺人太甚了。这太后娘娘怎能如此呀？吕宋礼想着，有些事儿是该准备起来了。闺女，你还好吗？阿娘，我没事。他爹，能不能找皇上帮忙啊？让太后收回懿旨。不行的，爹，你别去求皇上。撇开太后娘娘不顾我们意愿强行赐婚这一点，和秦家结亲还是不错的吧？阿娘，你不是挺喜欢秦胜的吗？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只是为娘这心里……爹娘，别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咱不管过程，只看结果。这桩赐婚可以说是阴差阳错，咱们呐要更多的看到实惠的一面，说不定将来太后娘娘、赵玉檀还有谢战他们都会后悔这回赐婚呢。对，你和秦胜完婚后好好过，让那些看不好你们的人都闭嘴。老爷、夫人、二小姐，秦家老夫人携秦大公子、秦六公子来访。哦，快快有请。秦伯母好。好好好，我旁边这位是我的小儿子秦胜，你们应该都见过了。这是我大儿子秦衡，孩子他爹秦越不在京城。俗话说长子如父，阿胜的婚事他会帮着操持的。伯父伯母，关于阿胜和令媛的婚事，吕家要是有什么要求，尽管和我说，我会安排妥当的。恭王府赏花夜宴上，我家小子阴差阳错之下将令媛救起之时，回来就和我一说，我当时就觉得两人是有缘的。如今太后娘娘亲下懿旨，给他们两个孩子赐婚，可见他们两人确实是缘分不浅，是乃天作之合呀。哎，何止啊！不瞒姐姐说，我一见着阿胜这孩子也是特别喜欢。花花轿子众人抬，双方谈着谈着，即将进入谈婚论嫁的主题。黎呀，你带着阿胜到花园走走呗。这是要支开我们啊？是急，年轻人就该多走走，多处处。走起。行，你走前面吧。在外头风大，注意多照顾阿离。伯父，听说你珍藏了野马操田的残局棋谱，侄儿甚是好奇，不知可否借阅一二啊？哎呀，这有啥不能借阅的？哎，走走走，咱们去书房。有些话剩下双方女性长辈比较好沟通，蒋妹妹有话不妨直说。是这样的，阿离和阿胜都是好孩子，我也很满意阿胜，但是吧，昨晚太后娘娘召见，想必顾姐姐也知道，我们阿离因为当年救谢战，这个我知道，我也问过阿胜了，我们都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儿。天下神医那么多，咱们可以给阿离验医问药，总能治好的。退一步来说，即便阿离真的不能生育，如果两个孩子愿意，可以从其他兄弟那儿过继一个，问题应该不大的。好，这个问题过了，他们可以高高兴兴地商量婚事了。今天怎么打扮成这样？我觉得你还是穿绯色好看。女人心，海底针。是谁昨晚提起我大哥的？哼，要你管！我娘觉得我穿这身好看，我要是再仿着我大哥穿衣，我就是狗。在思吉他刚才注意到的，他是一眼都没往他大哥那边看，好心情就像是在心底裂开了一道口子。怎么样？没想到吧？太后会给我俩赐婚。昨晚我让你嫁到秦家来，你还不愿意呢。我们才16岁啊，就要成亲了啊！更丧心病狂的是，这岁数还是虚岁，也就是说，我们俩都没满16岁呢。对于我无法生育这件事，你怎么看？这有什么？天下神医何其多，咱们从现在就开始找，就不信找不到能治好你的大夫。另外，秦家6兄弟，我有5个哥哥，如今已经有了6个侄子，这传宗接代的事儿，
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你要是真不能生也无所谓，生孩子对女人来说就是一条腿迈进鬼门关。我怕你真有了孩子，生产的时候2条腿就踏进去了。这人啥都好，就是长了一张嘴。听听，这人还敢嫌弃我的身材。这人啥都好，就是长了一张嘴。听听，这人还敢嫌弃我的身材。哎，等等，不对呀！原著里和秦胜成婚多年的女主赵玉檀是没有孩子的，而赵玉檀在嫁给谢占为继室后，火速的给他生了一对龙凤胎。不会是这家伙不行吧？你这是什么眼神？秦小爷，还有2个月我们就要成亲了，以后请多关照。好说好说。走，我带你去我爹书房。你家的鱼图就这么放着吗？不然呢？你以为这里是外人可以随便进来的吗？而且这张鱼图太辣眼睛了，还没见过这么丑的地图呢。他说啥？说鱼图丑？鱼图是按照大黎目前的实际版图刊册绘制的，总不能为了好看脱离实际吧？你说的我当然知道，但如果把江湖、鲜卑、高句丽、三韩等地方都画上，那不就好看多了？不是，那是别人的领土，你再为了美观，也不能往自己怀里扒拉呀。你还知道我国疆土之外是羌胡、鲜卑、高句丽、三韩？吕颂离对于自己的知识、才华、眼界等都没打算隐藏。一则是秦家快大祸临头了，他需要话语权；二则他自己的生活可不愿意由别人做主。秦胜站在鱼图前，他隐约意识到自己好像要娶的妻子有点了不得。你明天有空吗？你明天再过来一趟。怎么了？有事？带你去见见你未来大舅哥。我那大舅哥不是在他岳父家吗？你这是要去平安镇？吕颂离给了他一个赞赏的眼神。秦胜无语，他就没见过为见大舅子追到人岳家去的。翌日，这事儿交给我和你爹就行了。你之前不是跟我说想去田家看看吗？也别挑日子，就今儿去吧，正好出去散散心。行吧，我娘难得如此强势。行行行，我这就启程去田家。不过，等我回去拿个东西。赵府一大早的时候，谢家派人来给他们传了口信儿，说是昨儿个吕家改时间了，他们也被迫将商谈的时间改到了今儿早上。故而他们谢赵两家商量婚事的时间也要改。赵斌也不满谢家对这桩婚事的怠慢，但他也知道他大姐对这桩婚事无比的满意。就在这时，他院子里的小厮来找他，还给他打了个暗号。爹娘，我出去一趟啊，就不陪你们去谢家了。哎，你干嘛去啊？有事儿。男人在外头的事，你就别管那么多了。他去了平安镇。是的。哼，还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呀。吕颂离今儿出门，视线有意无意地落在东北角。二小姐，东北角那里确实有异动啊。秦胜一大早赶到吕家时，却被告知吕颂离已经出发去了平安镇了。骗子，还说带我去见大舅哥，最后却等都不等我。吕颂离留下的人递给他一张纸条，秦胜打开看了，眉头一拧，然后他还沿路叫上2个玩得好的兄弟往平安镇的方向跑。吕颂离乘着马车晃悠悠地来到他大嫂的娘家田家。大哥大嫂，小妹，你怎么来了？你们这是……哦，太后懿旨赐婚的事儿，我和你大嫂刚听说了，正打算今天回去呢。哎，都别站在外头了，咱们先进屋吧。小妹，太后赐婚是怎么回事啊？于是吕颂离便简单的叙述了一下最近家里发生的事儿。唉，我该早点回去的。胡妨，你回去也帮不上什么忙。老妹儿，这话就扎心了。小妹，都怪我拉着你哥一直待在娘家处理事情。大嫂不必自责，我刚才说的也是真话。即便大哥回去了，情况也不会比现在更好。他留在这儿，家里还能省半个月的粮食呢。这话更扎心，合着我在家里就是个饭桶呗。
你哥我虽然没有在家帮上忙，但在这半个月也不是没有收获的。什么收获啊？没多久，就见他大嫂拿着一只材质挺好的木盒子出来了。瞧瞧，这是野生人参，有50年年份了吧？他还懂人参？这参不错，大哥买的好。那是，大哥我遇到他就是缘分呐。小妹，这人参给你了，你拿着吧。这是给我买的？是啊，本来就是特意买来给你补身体的。当然了，如果你用完还有剩，就给咱爹娘也补补啊。大哥，这人参我不能要。大嫂这些年连生了2个侄子侄女，她的身体多少有些亏损，这参给她用，把亏损的补回来才是。小妹，这株人参你就拿着吧。对了，你今天来田家干嘛呀？没什么，不就是家里近来发生的事情有点多，爹娘怕你们听了担心，然后又让我出来散散心，顺便来田家跟你们说一声。那行，咱们正好一块儿回去。不，大哥，你们先别急着回去，亲家太太这边还需要你帮忙。俗话说，好人做到底，你们把这个事情弄好再回去。吕志远听了吕颂离的话，同意了。不过，大哥，你们带来的马车得借我用一用。今儿个你不是乘坐了1辆来吗？你一个人还能坐2辆马车不成？这田家没多少东西给你带回去啊。小妹，马车你要用就用，一会儿我让人将马车上的东西先卸下来。谢谢大嫂。大哥，那你们的马车我就征用啦。这时莫冰又进来给吕颂离添茶水。莫冰，你怎么回事啊？一直给你们2小姐添茶水，是想让她喝水饱啊？吕颂离自然知道他这般是为何，无非是提醒他某人已经到了，并且等了很久了。大哥大嫂，我给你们介绍个人，你们见见呗。那就见见吧。那你们等我一下。让我干活就算了，我到了平安镇多久，他就进去田家多久，让我一个人在外面喝西北风，也不说派个人来接应我一下。估计他是压根没想起我这个人。来啦，刚才太忙了，让你们久等了。秦胜没有转身，依旧背对着他。生气了，还真就是个少年啊。没有久等，我们也是刚到不久，对吧？是啊。你们好，你们是阿胜找来帮忙的吧？真是麻烦你们了，谢谢啊。不麻烦。你们从长安城一路到平安镇，没遇上什么麻烦吧？没有，有六哥带着我们，一路很顺利就到了。哎呦，这草怎么吃没了？吕二小姐，你和六哥聊哈，我和阿水把几匹马牵到别处吃草去。还生气呢？乖，别生气了，咱们说说话呗。等咱们说完话，我就带你去见大哥和大嫂。这是把我当孩子哄了？这里面河面风光不错，我们坐下说呗。你怎么对阿水和二喜那么客气？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宁欺白头翁，莫欺少年穷。你挑一个理由来信。这人又说话不正经了。他们是来给你帮忙的，我对他们和颜悦色，不对吗？你和赵玉潭真不一样。我们当然是不一样的，这个世上没有2片相同的叶子。你先前的计划我不同意，太危险了，你还是别去了。还有吗？赵斌那个人你不知道，特别的记仇。好巧，我也一样。说正经的，别闹。有什么危险呢？有你在，你还保护不了我吗？那不能。我不去的话，你打算怎么办？带着他揍他一顿？也只能这样了，总不能要了他的命吧？也没到那个程度。你要是不满意，我可以做得狠一点。放心吧，我肯定不能要了他的命。我带你去见见我大哥大嫂，然后咱们就要开始干活了。阿胜，这就是我大哥我大嫂。大哥大嫂，这位是秦胜。大哥大嫂，你的新未婚夫？是啊，也是你们的新妹婿。回去不就能见着了吗？怎么他来田家把他也带来了？渴了吧？饿不饿？小姑子的变化真大，先前谢战来家里做客，
小妹也没有这么周到对他，大概要更含蓄一点。大哥，你有事就先去忙吧。那你呢？在田家住一晚，明天再回去吧。啊，不了，我再待一会儿就走。出门前也没和爹娘说要在外留宿，忽然不回去，他们会担心的。他让莫冰给秦胜收拾了2盘点心。好啦，人你们也见过了，大哥大嫂，他还有事儿，就先走一步啦。所以，我小妹这是干嘛？让我们打个照面就走？这么急吗？吃了午饭再走吧，已经快烧好了。大嫂，饭就不吃了，他有急事儿，以后吃饭的机会啊还很多呢。说完就拉着他出去了。小妹怎么风风火火的？那今天委屈你了，等回头啊，我请你去酒楼吃顿好的，到时候啊，你带上刘二喜还有陈金水他们。我要是想去酒楼，还用得着你带？吕颂离将人送走，回去没多久就在田家吃了个便饭。吃过午饭之后，吕颂离也差不多提出告辞了。趁着这会儿功夫，吕颂离进去了刚才田家安排给他歇脚的那间客房，去换了一身衣服。他原来那身衣服由莫冰穿上，妆发也仿着他的样式，最后戴上面纱，让陶杏扶着他上了他原先的那辆马车。快去告诉四少爷，目标已出现。田氏给儿子换好衣服，他出来发现小姑子还在客房。潇潇呢？他睡过去了。孩子吃过东西就容易犯困。莫冰的马车出发了，大概有半刻多钟，吕颂离才戴着帷帽从田家出来。在大门外，他侧头看向某处，然后才上了他大哥的马车。哎，马车怎么停了？赵四公子，是你？你想干什么？没想干什么，只是有事儿想请你家二小姐配合一下。我们家二小姐没什么可以配合赵四公子的，赵四公子还请三思而后行，莫要惊着了我们家二小姐，否则我们家老爷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吕二小姐，请出来吧，不要让我的人上去请你，这样的话就都不体面了。马车依旧毫无动静。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的人动作粗鲁了。四公子，里面的人不是吕二小姐。什么？怎么是你？吕颂离呢？赵斌，听说你在找我，你这是何意啊？埋伏我？我是何意？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就在赵斌锁喉的动作要拿他时，身边出来了一只手，将他的招式接了过去。两人风驰电掣的过了几招。秦胜，你怎么会在这里？谋划被人看破了，算盘自然就落空了。那又如何呢？他走就是了。想走？没那么容易。你们不会以为你们能留得住我吧？哼，留不留得住，试试就知道了。都这种时候了，还讲什么客气啊？趁他病要他命啊！秦胜，放我走！之前的事情，咱们两清如何？要抓你的人是我，你求他，不如求我啊！吕二小姐啊，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啊！我求你大人大量，放我一回如何呀？哼，没想到你骨头还挺软的，可惜了，就算你求我，我也不会放过你的。你耍我？是啊，很明显就是耍你。你们这对狗男女，给我等着！回头我让你们不得好死！哎，要不要堵住他的嘴？他的嘴太臭了。你敢打我？就打了，怎么样？还得挑日子不成？我说秦胜啊，这回事儿我认栽，但是你们打也打了，训也训了，可以放我走了吧？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呐。说说，你这次埋伏我是打算对我做什么？二小姐，这是从他怀里搜出来的。这药你是打算用在我身上？这就是你说的凡事留一线？那我还真挺好奇，人吃了这个药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来人，给他喂2颗。不，你不能这么做啊！秦胜，你就这么由他胡来呀？这家伙看着聪明，其实挺笨的。到这个时候了，还看不清我和吕宋离之间是谁做主吗？和我说有什么用？你敢乱来，我赵家一定不会放过你！没多久，他的脸就变得潮红，气息也紊乱起来。放开我！这瓷瓶里还有多少药？分给他带来的人，1人1颗，还有多的话就再分，直到把这瓶药用完为止。最后把他们都弄到那间破屋里去。不，你不能这么做！秦胜、吕宋离，你们确定要往死里得罪我赵家？后面的我帮你盯着，你先回去吧。我一会儿就走。吕宋离，你个贱货，你算个什么玩意儿？之前不过是我大姐跟前的一条狗，敢那样对我大姐，信不信我回头弄死你？吕宋离笑了，他刚和秦胜说一会儿就走，就是想再给赵斌一点教训。阿胜，我要他1条腿。二小姐，三思啊！不必劝我，他来招惹我的时候，怎么不见他三思？吕宋离，你敢这么对我，赵家是不会放过你的。那也是之后的事，你都敢来埋伏狙击我，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对你？还有，你威胁的话能不能换点别的？老是那2句，我听都听腻了。阿胜，他那条腿我要定了，你不能劝我，否则难消我心头之恨。你要是怕连累秦家，可以先走，后面的事我自己来。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后面交给你了。秦胜让人将赵斌以及他带来的人弄进那间破屋，很快里面就热闹起来了。最后吕宋离带着人先走了，还顺便带走了一个证人。吕宋离让人将借用他大哥的马车给还回去。田氏有些不明所以，不明白为何那么快就把马车还回来了。他当下3下5除2的将事情给说了。这个死丫头，发现有人埋伏也不说一声，竟然自己一个人去处理了，胆大包天了他。哎呦，小姑子胆子也太大了，这么大一件事儿竟然全程不露声色，关键是他还办成了，这就离谱啊。大少爷，二小姐不是一个人，未来二姑爷也在的。二小姐说让你们这段时间小心点，要留心突然出现在周遭的陌生人，看顾好小少爷和小小姐。陈荣说完就连忙溜了。哎呀，行了行了，他做都做了，你能拿他怎么办呢？等我回去一定要和爹娘说说他。最后赵斌是被路过的好心人用牛车拉着回赵府的。老四啊，告诉娘，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娘，我爹呢？你爹在书房呢，我已经让人去请你爹了，他很快就会到了。儿啊，你和娘说，是谁把你害成这样的？娘拼了这条命也要给你报仇啊！是吕宋离。是他，竟然是他！毒妇，老天爷呀，你睁开眼吧，降下一道神雷，把那贱人给劈死吧！这时赵文宽也赶来了。老爷呀，你瞧瞧四郎，都是吕宋离这个毒妇，太狠心了，瞧把四郎的腿打成啥样了。爹，我要把吕宋离碎尸万段。对了，还有秦胜。好，爹答应你。什么？这里面竟然还有秦胜的事儿？大夫请了吗？我让人去请程太医了。爹，丁文等人也要处理掉。放心，爹知道怎么做。还有送我回来的农家老汉。爹答应你。程太医很快就到了赵府，给赵斌诊治过后，就背着药箱出了门来。令公子的腿受到了3次重创，下手的人极狠，令郎的小腿骨下半截粉碎，即便骨头和伤口长好了，恐怕也会不良于行。
这赵斌算是完了。程太医，你想想办法。你看我儿如今如此年轻，我们做父母的实在是不忍心呐，他将来可怎么办呢？下官实在是无能为力呀，赵大人还是另请高明吧。程太医，给他开点止痛药吧，先治着。他这样，我们做爹娘的看着难受。老爷呀，吕家父女二人如此嚣张，我们就没有治他的法子了吗？咱们儿子这罪不能白受啊！前面吕德胜胡乱弹劾人，害得他们赵家一系的好几个官员被贬了。如今吕宋离又害了他儿子，可谓是新仇旧恨。赵文宽沉默不语。我可怜的儿啊，难道就任由他逍遥法外吗？明明咱们可以找裴青天，再不济咱们可以找皇上做主啊。爹，不能这样啊，这事不能让人知道，儿子不想活了。放心，爹知道，这事一定不会让人知道的啊。我们不能只提儿子腿伤一事吗？哼，我们不提，难道吕家也不会提？难道咱们要吃这个闷亏吗？深夜接到赵文宽的来访，他很是惊讶，但还是让人将他请了进来。明堂兄，这回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文宽，有话好好说，用不着如此。如今我们谢赵两家是亲家，能帮的忙我一定帮啊！明堂兄啊，那吕家太过分了。半个多时辰之后，谢明堂送走了情绪已经平静下来的赵文宽。他想了想，吩咐下人去将长子谢战叫来。大战，赵家出事了。赵家出了什么事啊？赵斌被人打伤了一条腿，人是长安城外的老农送回来的。这下手的人太狠了，他那条腿被打得粉碎。看过太医了，太医说他那条腿算是废了，即便救治过来，也很难走得了路了。动手的是吕家，吕宋离，还有秦胜，竟然还真是他呀！赵家打算告到皇上跟前？谢明堂摇头。这赵斌是什么时候在哪儿遇上李宋离的？这事儿是赵斌先挑起的。吕宋离今天一早出城去了平安镇，赵斌在他回来的路上设伏，被他事先察觉了，然后他联合秦胜一起反手就将赵斌给废了。还有吗？赵斌被他们下了下三滥的药，除了他之外，他带去的人也一并被下了同样的药，然后那药是赵斌带去的。这个畜不货被人反算计了，这个畜不货被人反算计了。听赵斌说，他遭受这一切的主使竟然不是秦胜，而是吕宋离。你说她一个女子怎么手段这么狠毒，心也狠？赵斌恨毒了他们。赵斌恨又怎么样？他的遭遇赵家目前遮掩还来不及呢。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面对赵文宽的求助，应该如何帮他扳回一城？最后谢战取来一本小册子，郑重地交给了谢明堂。这小册子记录了吕德胜的生平及个人大事件，主要还是记载了他在御史台任职期间，他在扳倒政敌时所用奏本的言行分析，相当于高度解读了吕德胜这个人物。好，有了这本册子，我们培养的人就能尽快地出现在皇上跟前，进而将吕德胜取而代之。这厢吕宋离也在用过晚饭后和父母提起了赵斌的事儿。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哎呀，不知道像谁？像谁？这必须像我爹啊！确实，你们就是一对胆大包天的父女。哎呀，闺女儿，你这手玩的有些大呀。没事儿，赵家不敢告到皇上跟前，即使赵家豁出去告到皇上跟前，我也不怕。小六，你可以啊，没看出来
你和未来六弟妹下手还挺狠的啊。这事儿我和你三哥知道，你们没做错，累了吧，去休息吧。哎，大哥，这未来六弟妹不简单呐。这样不挺好的吗？有能力总比无能又偏爱折腾的人强。小六和吕家二姑娘合八字的结果是不是出来了？是的，听余娘说结果很不错，娘看了也很开心。晚点我修书一封，和八字结果一起给吕家送过去吧。这日，吕家的大门一大早就被人敲响。谁呀？是我，你家二少爷。哎呀，真的是你呀！你回来了。张叔，把你的嘴巴合上吧，我先进去了。哎呀，坏了，一下子太激动了，忘记去内院通报了。希望二少爷靠谱一点，别把老爷夫人和二小姐吓着才好啊。怎么有野人进家来了？爹，是我啊。这老二，明智。是我。哎呀，你怎么搞成这副鬼样子呀？我和父子在京中接到家里的消息和父子辞别之后，就拼命往回赶了，连赶了小半个月的路。哎，小儿子辛苦了。爹，你怎么这个时候出门呢？最近呢，有些事要忙一阵子。吕德胜一回到正院，让下人给小儿子端上热水洗漱。小儿子那样一看，这段时间肯定是吃了苦头了，得给他好好补补。你二姐呀，这是开窍了，你还算是有良心。你大哥就是个傻的，你二姐让他继续待在岳家，他就继续待着。大哥就是一根筋，他糊了也帮不上什么忙。你干嘛总逮着老大骂？老大一根筋，你又不是不知道。本来家里的事儿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田家的难处就在老大眼前儿，他能怎么办呢？正如闺女说的，他回来也帮不上忙。再说了，老大不止派田安回来问过，还自掏腰包给闺女买了一根50年的人参，闺女都记着他的好呢。骗你，总拿老大说嘴。我知道你这2年看老大总不顺眼，嫌他耳根子软，嫌他没出息，但是你少给我搅和儿女间的关系啊。哎呀，算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你二姐现在呀，那就挺好的，不惹事儿，真遇上事儿了，那也不怕事儿，做事非常有章法。二姐竟然将他收拾了一顿，不对，应该说是直接把他给废了，一点也没手软，偏偏还将赵家逼得有气出不了，只能选择在桌底下较量，不是厉害是什么？二姐，你这是要出门？是啊，有点事要出去一趟。你过来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事儿，就是我也要出去一趟，就想过来问问你有没有什么要带的。我要去一趟鸿生酒楼，见几个朋友。你出去做什么？二姐要去鸿生酒楼吗？我也是。有人约了你去鸿生酒楼？是啊，是书院的一个师兄，他是我们白鹿书院的一个很优秀的学生，2年多前就通过社测了，正准备授官之时，可惜不巧他娘意外去世，回去丁忧了。现在人在长安城，昨儿个意外巧遇，就约了我。你这位师兄听起来很不错啊，他叫什么名字？他姓范，单名一个全字。这么巧的吗？我弟才从巴郡回来，本身又是个技术宅男，回来以后就出去过1次，这范全的消息挺灵通啊。哎，二姐，既然同去鸿生酒楼，那要一起走吗？咱们分开走吧，毕竟不一定能同时回来，分开走方便一点。于是没多久，姐弟2人一前一后的出发了。乔乔，有没有什么想吃的？他不会以为我赴约就是真的想吃这一顿吧？我喜欢吃鱼，其实猪肉、鸡肉、鸭肉和羊肉，只要他们做得好，我都喜欢。但是呢，最喜欢的还是鱼，还有猪排骨，百吃不腻。鱼吗？他这句话就强调了2遍鱼呢，看来是真喜欢吃了。我忽然觉得我挺好养的啊，你呢？喜欢吃什么？哦，都可以。原来你也和我一样嘛，
很好养啊。六哥，吕二小姐，不用客气，大家都坐下吧。然后吕宋离再次感谢那天刘二喜和陈金水的帮忙。吕二小姐太客气了，我们那天也没帮上什么忙，出力最多的还是六哥。阿胜，这些都是你的兄弟，你得帮我好好招呼他们。大家都不是外人，今儿个都别客气，吃好喝好就是了啊。对啊，现在你们点菜吧。刘二喜压着高振波偷瞄吕宋离，他听说好多人娶妻之后，妻子对丈夫喝酒一事都挺反感的。你们店里最好的酒拿上来。想喝酒那就喝嘛，小样儿！姐喝酒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呢。哈，客人，我们店里最好的酒啊是白玉泉酒，请问你们要几坛呢？3坛，够吗？够了。那行，给我们上3坛你们的白玉泉酒。白玉泉酒是这2-3个月新出来的酒，特别好卖，也不知道是谁家酿造的，专供鸿升酒楼，别的地方都没有。今天小弟我真是沾了大家的光，有幸喝到2口了。酒足饭饱之后，4人勾肩搭背的走了。阿胜，你没醉吧？还清醒着吗？我没醉。那我跟你说件事儿。可。吕宋离从怀里取出那份龙城100顷的地契。这是地契？哪来的？吕宋离也不瞒他，直接将地契是谢家的赔偿一事说了。真小气。确实挺小气的，他不如我们家阿胜大方。我大方？这地契你拿去，找人换几次手，交到信任的人手里，明面上最好不要和秦家有什么牵扯。这是给我的？这就给我打理了？不对，情况怎么反过来了？这是给我的？这就给我打理了？不对，情况怎么反过来了？别想了，别为难自己，这个收好。好，我也要和你说一件事。你说。赵家派人到各大药铺打听伤药和止痛药，并且买了不少。放心吧，他们啥也打听不着。2人男俊女俏，下楼时碰到的人难免回头多看2眼。这一幕恰好被2楼包厢的谢战看到了。这是巧合吗？如果是特意将宴席安排在鸿升酒楼的话，那他们也未免太迷醉了。阿战，怎么出来了？你出来那么久，我以为发生什么事了，就出来看看。没什么，外面人多混杂，我们进去吧。吕宋离回去后给陈荣拿了银子，交代他出去收集这几日鸿升酒楼辩论台上上去过的书生们的过往以及他们所辩的内容。那个范权的资料是重中之重。等吕宋离到了正院，将自己的猜测和他爹一说。范权？嘿，皇上知道这个范权呐。范权此人这么快就上达天听了？在这时，陈荣将收集好的资料给送了进来。爹，你瞧，这范权的辩词是不是有你早年的风格啊？对，就是这个。我说呢，怎么看着这辩词不太对劲儿？爹，这个范权确实很不对劲，我们的推测应该是正确的。爹娘二姐，我回来了。明智，你了解你那个叫范权的师兄吗？他聪明博学，思辨能力很强，他祖籍在龙泉镇，他家在当地呢还算有点名望。对了，爹二姐，范师兄说想来拜访爹，不过我拒绝了。你个大蠢气！吕宋离发现陈荣送回来的资料里还有接下来一期的辩题，就是他了，太适合将矛头对准他爹了。你们放心，论和人吵架啊，不对，得论和人辩论，爹从来没有输过。爹，我自然是信你的，在和人讲道理这块上，没人可以比得上你。以理服人是你的长项啊。小闺女说话就是这么好听，没错，就是这样的。我呢是个非常讲道理的人，遇上不服气的，那我都是以理服人的。我呢是个非常讲道理的人，
遇上不服气的，那我都是以理服人的。是的，谢家和赵家休想用范全这个人将我爹取而代之，他还嫩着呢。爹和二姐说话怎么这么好笑？爹对上敌人时，明明是个得理不饶人、无理搅三分的人啊。二姐把爹美化成那样，认真的吗？他们这父女俩真是一个敢说，一个敢听啊。只是爹啊，咱不能落入别人的节奏里，被人牵着鼻子走。那闺女儿，你说怎么办呢？我有个更好的主意，咱们这样。诸位臣公，有事启奏，无事退朝。臣有本要奏。爱卿何事啊？皇上，臣年老体迈，近些年来常感精力不济，身体不适。前儿个老臣在家中昏倒，请了大夫。大夫看过之后，曾言老臣因操劳公务，身体亏空得厉害，并断言若臣再不好好将养，恐会影响寿元。故而老臣恳请弃骸骨，辞去大理寺卿之位，回家休养，望皇上允许。玉爱卿啊，你乃朝廷肱骨，朕如何能缺得了你啊？皇上，臣这身体实在是有心无力了呀。季爱卿勿用担心，等下朝后，朕让太医前去祭服，给你诊治一二，你且安心做事。皇上，请允了老臣吧，老臣这把身子骨是真的不行了。季爱卿执意如此，那朕便允了爱卿之所求。如此一来，大理寺卿之位就空出来了。一时间，大臣们心思浮动。皇上，臣推荐吕德胜吕御史升任大理寺卿。爱卿何出此言呢？这谢家是想干什么呀？吕大人有识人之能，且火眼金睛，明察秋毫。朝堂上有问题的大臣，在臣等没发现时，他就已经发现了，且将他们弹劾了。这何尝不是一种能力呢？故而，臣以为吕大人适合掌管大理寺卿之职务。皇上，臣附议。臣附议。好啊，你们这些家伙，联手整我是不是啊？有一个算一个，我记住你们了，都给我等着，一个个的都别想跑。吕爱卿啊，你怎么说呀？皇上，微臣拒绝，微臣不敢妄想，也做不好。臣自知才疏学浅，品行浅薄，任五品御史也是小天之大幸，以及皇上隆恩。臣其实一无所能，实在无法且无能胜任大理寺卿一职啊。吕御史不必谦虚了，皇上，吕御史在五品御史的位子上也待了太久了，这些年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皇上可不能不赏啊。是啊，皇上，不能让功臣寒心呐。吕大人这些年可是为皇上做了不少事啊。哎呀，贱人，一个个的都想害我。皇上，你答应过我的，让我一直待在御史的位置上的。众卿不必再多言，吕爱卿这些年确实为朕分忧解难了，这些朕都记得，但他的功劳朕已经赏过了，朕赏了一枚免死金牌。皇上，你说什么了？再说一遍，臣好像出现了幻听。众卿没有听错，朕确实赏了吕爱卿一块免死金牌。哎呀，皇上啊，你是眼瘸吗？啊，看不到微臣等人，就看到了一个吕德胜。这些人都是嫉妒，嫉妒让他们面目全非，一个个的都好丑啊。皇上已经赏过微臣了，微臣谢主隆恩。微臣不贪心，且自知才疏学浅，不足胜任大理寺卿之职，但是臣觉得中书侍郎姚松文姚大人非常不错，以他之能足以胜任大理寺卿之职。皇上，
微臣附议吕御史之建议。皇上，臣附议。姚系一派的人迅速填饼。娘的，一块无主的大馅饼，现在谁家舔到就是谁的，冲啊！皇上，臣虽不才，但愿勉励一试。行，朕允了。即刻起，你姚松文便是新任的大理寺卿了。谢皇上隆恩，臣自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负皇恩。谢明堂眼前一黑呀，他们亏大了，人没算计到，反而丢了大理寺卿这样重要的职位。康成帝一走，谢明堂身体不由自主地摇晃了一下。谢大人，你没事吧？我们走。哈战，我们联合举荐吕德胜的事失败了。皇上不知何时赐了吕家一块免死金牌，皇上和吕德胜一起拒绝了升官一事。爹，把早朝的事情详细说一说。谢明堂也定了定心神，开始讲述早朝的情况。好厉害的人啊！这个人会是谁呢？会是秦家吗？秦衡？不对，时间上对不上啊。心痛啊！吕德胜，你有免死金牌你早说呀，我们两家根本就不必走到退婚，然后有各自婚嫁的地步，然后让秦家白白捡了一个大便宜呀。爹，不必悔恨，吕德胜得到免死金牌的时间未必在以前，应该是近期得到的。后面的计划还要继续下去吗？继续吧。好，那个阿战，我们家丢的是大理寺卿，而非大理寺少卿之位。他爹呀，早之前他就说过，用大理寺少卿之位诱之便可，他偏自作主张，自大狂妄到拿3品的大理寺卿来做诱饵。这下好了，一直掌控在谢家手中的大理寺卿的官位丢了。这使得谢战终于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家族不能有2个声音。爹，干得漂亮！你废了赵文宽的一个儿子，为父自然不能太差。哎呀，就是我们家的免死金牌被人知道了。知道就知道。我爹牛啊，竟然在半年的时间里搞到了这玩意儿。他们一家人正说着话呢，陈总管就进来了，说姚家给他们送了东西，一个不大的红木匣子。打开一看，发现姚家这次给他送来了一匣子珠宝首饰。翌日，吕德胜就将这些带进了宫，全交给康成帝。银票你就收着吧，朕还能缺了钱花。哎呀，完美，赚了。赵府赵斌知道计划，都觉得没道理不成功的，怀着这样的心情，他陷入了沉睡。桃子姐姐，我们歇一会儿吧，这机会太难得了。好的，燕子妹妹，你的脸没事吧？四少爷现在太难伺候了，以前还好，现在真的是太暴躁，也太阴沉不定了。那可不，自打四少爷腿废了之后，整个人其实都废了。这会儿赵斌已经依稀清醒过来，心里恨得直咬牙。其实要我说啊，四少爷要不是为了替大小姐出气，也不会有这次的祸事。哎呀，不是，大小姐受什么气了吗？一切不都如愿以偿了吗？是啊，我们是觉得大小姐没受什么委屈，但四少爷不这么想啊。确实，四少爷见不得大小姐受一丁点委屈。大小姐生个气或者落个泪，不管是谁对谁错，都是惹她生气惹她落泪的人的错。哎，四少爷啊，人是好的，心也是好的，这次啊就是被坑了。桃子姐姐，为什么这么说呀？你想啊，自打大小姐和吕二小姐落水之后，大小姐就没在吕二小姐那里占到过便宜。大小姐不就是故意让四少爷去替她教训一下吕二小姐吗？大小姐以前也没少这么干，只不过啊，这回四少爷踏到铁板了，这个结果连大小姐自己都没想到吧？大小姐自己面对吕二小姐都接连吃亏的，
他怎么敢让四少爷去找吕二小姐的麻烦呢？不怕四少爷吃亏吗？我觉得不一定是大小姐的意思吧。四少爷毕竟是他的兄弟，他肯定不能愿意四少爷出事的。我还是觉得这件事啊，大小姐必须得承担主要的过失。直接说，大小姐肯定说不出口，但是她有一个贴心大丫鬟啊。你想，以前哪次大小姐心情不好，吃了亏，受了委屈，不都是红豆替她打抱不平吗？不用想，这次啊，也一定是大小姐身边的红豆挑唆的。以前不也是这样吗？大小姐啥也不用说，四少爷知道以后，自然就会替她出头了。来人，来人！将门外那2个贱婢拖下去，给我打死！四少爷饶命啊！四少爷，饶了奴婢这一次吧。罗氏匆匆赶来，让人将他们押下去。夫人，真的要打死他们？这2个贱婢有何资格议论我儿子？亏我之前将他们挑出来，想着如果他们伺候得好，抬他们给儿子做妾也不是不可以。但没想到这2个贱人竟都是碎嘴子。将人拉下去，杖责30，然后发卖。娘，人处理了吗？放心，人我已经处理掉了。平儿啊，你大姐……娘，我知道的，我不会受他们挑拨的，你放心吧。哎，你怎么了？可是腿又疼了，药呢？夫人，药快用完了。哎呀，怎么用得这么快呀？还能用几次？1次，2次也勉强可以。拿银子再去买1瓶。夫人，二房那里……算了，这笔钱走我的私账。奴婢知道了，奴婢这就去办。夫人，夫人，不好了，不好了！马铁军，可是老爷回来了。是的，夫人，你快去看看吧。行，我这就去。稍晚他就知道了，他们的捧杀计划失败了。为什么老天不长眼呢？然后怒极攻心的赵斌自己将自己气晕厥了。二小姐，咱们今天的药又卖出去1瓶，这是银票。那挺好。哎呀，就是今天赵家来买药的人抱怨药太贵了，问能不能便宜点儿。不能，就3000两1瓶，爱买不买。二小姐，不愧是你啊，高瞻远瞩。当初你执意要打断赵斌的腿，不会就已经想到卖药给他了吧？从他这里弄钱了吧？我能说我没有吗？陈荣的脑补也太离谱了吧！这要再卖一次，然后就收手。你要做好扫尾的工作。啊，二小姐，你是说……是的，我的意思是，这瓶药确实是最后1瓶了，卖掉就收手。可是……没有可是，按我说的去做。好的，二小姐。二小姐，有你的信，刚才门房送来的。吕颂离接过之后，拆开一看，事情已办好。晚些时候再给南怀巷送点银子过去。二姐这是干嘛？给你的，拿去花吧。给我的？我不要。拿着吧。听东子说，你最近出门看上一些东西，都舍不得买呢。东子这个大嘴巴。放心，这不是谢家那笔赔偿，最近你二姐我另外挣了点钱。谢谢二姐，二姐大气。好好钻研，二姐支持你。吕家要订28日2楼兰字号包厢。是的，谢大公子要把兰字号订给他们吗？给他们吧。11月28这日，吕德生一早就被传召进宫办嫁去了。这个二姐夫好年轻啊，和前二姐夫谢湛不是一个类型的。哦，二姐夫，我是吕明志。哦，久仰，明志，我叫秦胜。实际上，秦胜被这声二姐夫闹了个脸热。我们家啊，总算有个脸皮薄的人了。啊，我知道的，二姐夫。你这样欺负老实人，良心不会痛吗？
有什么关系？反正你们是太后赐婚，又不可能退婚了。阿胜，刘儿喜他们进来可好？你最近给他们找了事干，还给了他们银子，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再好也没有了。那就好。我大哥和三哥都来了，就在隔壁。气氛立即不一样了。皇上来了。皇上，微臣的儿女也在鸿升酒楼。谢灵堂，你要带上你儿子，我也带上我儿子女儿。哼，凭啥让你专美于前呐？于是吕宋离和吕明志被康成帝传召了。哎，御驾前你仔细应对，别乱说话啊。放心吧。等一双儿女站好后，吕德胜斜睨了谢明堂一眼。你谢家但有其灵儿，吾府亦出巾帼女。今日的辩题是唐虞之治，难乎？谢赵两家还是挺厉害的，两家联手打造包装范全此人的过程很是有一套，一般人扛不住他们这连环计呀。心思电转间，范全已经和正方立场的辩手开启了唇枪舌剑的辩论。唐虞之治，若何之治？正人用心，将士用命。正者正其身，人力有时穷。继任者不穷，唯幸武道不孤也。范全这是在给皇上画饼呢。这家伙前世怕不是个画家吧？瞧，这饼他画的又大又圆，看起来还香喷喷的。吕大人，这范全无官之有几分吕大人当年的风范呢？你觉得他怎么样？吕大人，这范全无官之有几分吕大人当年的风范呢？你觉得他怎么样？不如何？比起我，他可差远了，完全没有可比性。你可真不谦虚呀！我实话实说而已。还而已？真不明白你是如何能厚颜无耻地说出这么一句话的。吕大人，范全这年轻人能有这样的表现，那已经很不错了，咱们得宽容点儿。一个个的都是拉偏架的。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你再怎么说他不好，也不能否认人家范全的优秀。这次张大儒举办的辩论论坛赛，他可是连胜了6场，人称范六胜。范全，什么罪什么忌讳都范全了，真是垃圾名字。你，反正人家就是优秀，你不承认是你不能容人。切，你承认他优秀，那是因为你作为御史水平不行，在我这里他啥也不是，萤虫之光也敢在日月跟前争辉。你们都对吕大人群起而攻之，被吕大人撅回去了，还想皇上偏向你们呢？脸呢？吕德胜，你以大欺小，拿范全和现在的你比，胜之不武。随你怎么说，反正尔等都是垃圾。我管你武不武的，我就不讲武德啊！咋地？反正谁抢我屁股下的位置，那我就和谁拼命。这吕德胜真是不讲究啊！吕德胜，你心胸太狭隘了，你说这些话一点也不公允，完全就是激动贤能，打压新人，排除异己。说的好像你没干过这事儿一样。天熙18年，你那好弟子张宪去哪儿了啊？被你弄到了大黎最边界的地儿当官去了。你要是看不上他呀，让他拜入别人门下呀。你喜欢他的才华，勾着他拜入你门下，却又不肯给人出头的机会。哎，就因为人家没有从了你女儿，不答应成为你的女婿，你就作践人家。你说你毒不毒吧？坏人前程和杀人父母有什么区别？自己不愿意也就罢了，也不许给别人机会。哼，你就说你这是不是嫉贤妒能吧？严华瞪着吕德胜说不出话来，他气呀！吕德胜这张嘴太贱了。好了，别吵了。皇上，您看吕御史。皇上，您觉得老臣不中用了吗？哎呀，怎么会呢？爱卿还能再给朕当上10年的御史呢。皇上，微臣有您这句话就够了。范全呐，范全，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上，你就休想出头。哎呀，皇上喝茶。
这鸿生酒楼啊，就这茶还可以入皇上的口了。行了，你也别忙了，刚才说了那么多话，不可吗？偏心，这是明晃晃的偏心。哎呦，吕大人，您把茶叶放下，让洒家来，您可不能抢洒家吃饭的活计呀。皇上，魏公公泡的茶那比臣好多了，皇上也能喝得顺口些。有更好的在，臣就不献丑了。知道他狗腿，但不知道他这么狗腿。哦，不对，是越来越狗腿了。他这是去哪儿偷师的？以前没这么不要脸的呀。皇上，这范全才思敏捷，学识渊博，原就是白鹿书院的优秀学生，2年前就通过了社测，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臣觉得应将其征辟入朝，让其施展才华抱负，共襄盛世之举啊。皇上，夫才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张山长，郎庙之才，非一木之枝；胡白之球，非一壶之福。张山长啊，您老且专心在书院教化学生，选拔人才之事交给朝廷来做就好了。朝中大臣更能懂得为皇上分忧，也更清楚朝廷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吕德胜，身为臣子，报国之忠，莫如见事；负国之罪，莫如避嫌。张山长啊，天下不才之人为政，危害那更胜于赃吏呀。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而有大欲，无辞其小故。我吕德胜小节有亏，但一片冰心，天地可见呐。吕德胜，你这是误国。治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之才者在教化。哼，我爹厉害，看来这阵子闭门看书还是很有成效的。果然还是我的吕爱卿更厉害点啊。吕德胜，你今年也40有1了吧？你就只管你自己，朝廷不用培养新人的吗？小姐，谢大公子来了。谢大公子有何贵干？阿离，谢大公子可以称呼我为吕二小姐，或者吕二姑娘，再不济直接喊我名字也行，但是喊阿离不行哦。谢战不敢相信自己一直要找的吕德胜背后的高人，竟然是眼前的吕颂离。这局我们输了。是吗？谢大公子真的认为这一局是我们吕家赢了吗？听到这句话，谢战就知道自己的猜测是对的，真的是他。吕颂离，咱们休战吧。我们吕家和秦家是不会主动惹事，但如果麻烦找上来，也绝不怕事。行，我知道了，我会约束好他们的。我们正式休战。好啊，从此刻起休战。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那我先走了。吕颂离也没理会他，谢战转身离开。很高兴重新认识你，吕颂离。回到吕家，蒋氏体贴地将小儿子给送走了，给女儿和未来女婿留点时间相处。阿胜，给你的零花钱。不行不行，这普通老百姓不都是丈夫给妻子拿钱的吗？怎么轮到我就是他给钱了？上次的地契就算了，这次他直接给银票了。不行不行，而且我有钱，我有好多珍宝。别忙着拒绝啊！上次你告诉我赵家在找止痛药，我弄了一些卖给他们。秦升一听急了，那么好的药，万一赵家拿去拆解破解了药方怎么办？放心，我还往里搁了不少没啥用的草药，他们分辨不出来的。那药啊，我前前后后卖给他们好几次，从赵家那里弄了15000两。挣了这么多吗？才多久啊？虽然挣了一大笔钱，秦胜还是觉着不划算。那么好的药用在赵斌身上太浪费了。
你放心，他肉体的苦少吃了，但心灵的苦可没少吃。如果被赵斌知道他收买婢女的银子正是他掏出去买麻药的银子，他不得吐血三升啊！你不觉得我这样有点狠？快给我一个否定的答案呢，不然这三观不合就比较难搞了呀。不会，这些都多亏了你提供的消息，而且这些都是从赵斌身上薅的羊毛，算是咱俩一起挣的钱，当然得一起花啊。所以这银子你说你该不该拿吧？我们没有必要如此生分，乖。等等，我还没想好，这不是乖不乖的问题啊。哎呀，我好冷啊，先进去了，你也早点回家。哎，算了，那我就先收下吧，别把人冻坏了，就当他先放在我这里好了。回去的路上，秦胜骑着马儿慢悠悠地走着。老妹儿，你可别傻了，那个男人明显不想给你花钱，才拿话哄你的。话说的再好听又怎么样呢？你啥好处都没落着啊！你相信姐，姐是过来人，听姐一句劝，愿意给你花钱的男人不一定爱你，但不愿意给你花钱的男人呐，一定不爱你。这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咱呐就看这个实际的，别信他说什么鬼话。哎，那个大姐好像说的很有道理啊。你怎么了？今天又没让吕家受到教训，这个不是意料之中吗？我知道，但是战狼，现在四郎的情况很不好，他每天都很难受，如困兽一般吼叫嘶喊。你不知道，他院子里近来赶出去了多少下人，甚至连我这个亲大姐都拒之门外。战狼，我看他这样，我难受。谢战越听越不对，决定回去后让人查查这不对劲之处。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想让四郎高兴高兴。我觉得只有吕家受到教训，他知道吕家罪有应得了，他才可能好转吧。抱歉，如果赵斌非要这样才好受的话，我只能说我能力有限，做不到他的要求。战狼，你不知道，现在四郎整个人状态真的很差，如果放任继续下去的话，他整个人就废了。我能力有限，真的做不到。赵玉潭咬着唇，说不出自己目前是什么样的心情。走吧，我送你回去。谢战回家后，让人查了查赵家后院，问题最先出现在那两个叫桃子燕子的婢女身上，再在赵斌和赵玉潭姐弟之间挑拨了一番。用膝盖想也知道，哪有这么胆大包天的丫鬟呢？偏他那岳母没有打杀他们，而是将他们打了一顿后发卖。他们一出现在牙行，立即被人高价买走。这时候无一不说明了那两个婢女是被人收买了。他的人略查了一下，就查到了吕颂梨头上。这个女人真的是睚眦必报啊！赵斌都那么惨了，还不放过她，还要挑拨她和赵玉潭的姐弟关系，就和比干被挖了心之后遇上卖菜的老妇一样，杀人诛心啊！而且最近赵家后院可热闹了。意料之中。而且听说那赵斌啊都快疯了。快疯而已，这不是还没疯吗？赵文宽到了谢家，发现是女婿谢战接见他的。阿战，红生酒楼的结果我都知道了，但我们真的拿吕家没办法了吗？啊？这个结果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赵伯父是知道的。你脑子好使，再想想别的办法吧。阿斌是你的小舅子，他被吕宋离秦胜打废了一条腿，还被他们用那种方式侮辱，我们却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我知道这是我这当地的无能，但这打的也是你的脸，不是吗？首先我们已经救赵斌的事情，可吕家秦家较量过了，然后输了。输了一次，我们更要赢回一场大的。我意已决，与吕家休战，不会主动再与秦家、吕家为敌。吕家那边也答应了。什么？另外，我们需要正视敌人的实力，他并不比我们弱。
我们继续与之斗下去，这非常危险。别忘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赵文宽没有说话，理智上他能够接受谢战的决定，但情感上非常难以接受。赵伯父，你别忘了，你还有别的儿子。你真的要为了已经没有用的赵斌，把赵家资源全都消耗殆尽？面子可以凭实力赢回来，如果没了实力，那就永远别想找回面子。可吕家斗得两败俱伤之时，也就是我们两家最为危险的时候，你确定要赌吗？在他临走之前，谢战将自己对赵府后院的调查交给了他。赵家要是早点将赵斌送到庄子或者外地疗养，或许他的状态会比现在要好上一些。老四，怎么是你亲自押送这些货物回长安呢？秦四郎叹气，老家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他能不回来一趟吗？提起吕宋离，秦三郎重点讲了他这段时间的丰功伟绩。这赵家这样，那的确不能要。但是吕宋离果真这么优秀？我骗你做什么？你光看结果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秦四郎顺着他三个的话思考，阿胜这回能被太后赐婚，将他和吕宋离绑在一起，纯粹是走了狗屎运，捡了个大漏。那阿胜他自己是怎么想的？他说他有5个哥哥，有6个侄子，传宗接代的事儿，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呵，很好啊，小六，这话说的，看来还是我们这些做哥哥的打得少吧。秦家传宗接代，全是我们这些哥哥的责任，没有你什么事儿呗？啊，哎，算了，阿胜本人不觉得委屈就好。就像阿胜说的，大不了我们这些做哥哥的多生几个。阿胜和六妹需要的话，就过继一二给他们呗，还得把儿子教好，让他们好好的孝顺他们六叔和六婶儿。腊月初6，宜纳采纳征嫁娶。一大早，秦家就来吕家下聘了。秦家给吕家的除了聘礼，私底下秦胜偷偷给了他2匣子珠宝。这些放在聘礼里太打眼了，我看你经常戴着的那首饰就那几样，你可以用它们打一些喜欢的款式，不然总这样素着出门，丢的是我秦小爷的脸。吕宋离无语，这个缺心眼的，幸亏他爹不在边上，否则他就等着享受来自岳父大人的拳拳爱意吧。这不会是你的全部家当吧？又被猜到了。阿胜真能干，这一匣子珠宝宝石我都很喜欢，用它们打一副头面，等咱们成亲的时候戴，一定美极了。秦胜的嘴角微微上翘，心中涌起的热意让他恨不得立马上马，往敌人的地盘上冲杀一番，抢回来更多的战利品。秦衡陪着秦夫人一起和吕家两老商量着将婚事提前一事。阿离他爹，阿离他娘，我知道我们家提这个要求啊有点过分，但恳请你们体谅一下秦家的难处。还有，你们放心，等阿离嫁过来后，我一定好好待她，把她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对待。还有阿胜，要是敢对她不好啊，我一定饶不了他。娘怎么也如此现实了？娘怎么也如此现实了？哎呀，这事儿容我们商量一下啊，应该的，应该的。蒋氏将吕宋离拉到一旁，问他的意思。吕宋离无所谓，他对这些仪式并不怎么在乎。好，你的意思呀，娘明白了，你去陪阿胜他们说说话吧。蒋氏说完，然后就拉着吕德胜进了他们的卧室。哎呀，这用得着这么着急给秦家答复吗？哎呀，这早半个月迟半个月的，闺女不都得出嫁吗？闺女以后就嫁到秦家了，她要在秦家生活的，你这当爹的总得为她考虑考虑不是？夫人呐，我就是舍不得阿离，我这心里难受啊。我的好闺女儿啊，要便宜别家的男人了。蒋氏拍了拍他的后背，给予他无声的安慰。听说你四哥回来了？秦四郎竟然只在家中待了1天，就赶回北境。北境的战况
估计比想象中的还要严峻。阿胜，我想见一见你大哥，一会儿你能将他请到书房来吗？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六弟妹，我这么称呼你可以吗？那我就随阿胜喊你大哥吧。秦胜将人带到之后，磨磨蹭蹭不肯走。行了，你坐边上吧，别动来动去的，我眼晕。闻言，秦胜立即落座，乖乖坐好。大哥，我让阿胜请你过来，是有事情想和你说。你说。大哥，既然咱是一家人，这点不会有所改变，那有些话我就直说了。不用客气。我近来研究了一下咱们秦家，发现秦家对大黎真的是忠心耿耿啊。是的，我们秦家对大黎确实忠心耿耿，天地可见。大哥，秦家受了那么多委屈，咱爹就没什么想法吗？没有，从来没有这样过大逆不道的想法。你为何这么问？大哥，如果我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秦家要早做准备，你相信我吗？可是上头不大好了。吕宋离轻轻颔首，在他看来，皇上的健康状况堪忧，就像一个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爆炸了。那我相信你，如果真是这样，那秦家确实要早做准备的。我也信你。六弟妹让秦家早做准备，难道说秦家会出事儿？太子，吕宋离朝他轻轻地点了点头。你说的是我知道了，我一定会慎重对待的。多谢六弟妹提醒。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不用谢。六弟妹，你还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什么的，也可以一并告知。加强太子身边的防卫，一定不要让他在北境出事。另外，留意一下太子身边的亲信有没有问题。原著里在经历流放一事之后，秦衡能带着人杀回长安城，并夺得了最后的胜利，就证明了他不是那等愚忠到了极点的人。他认为应尽快将太子有可能会在北京出事的预测告诉四郎，看看他能不能撵上太子一行人的队伍。大哥，我去。好，你去，将消息告诉他之后就往回赶，知道吗？哎呀，皇上的龙体的确蛮不好的。爹，我接到一个消息，说有人在隐秘的和卫自力打听皇上目前的身体状况。你是说有人窥伺皇帝龙体是否安康等内情？我怎么不知道啊？那人怎么没找我打听啊？那些人真找上您，还得担心被您反手卖给皇帝。等等，背后之人找卫自力打听皇帝的消息，行事一定非常小心隐秘，那么谨慎，你是如何得知的？哎呀，算了算了，你不必告诉我了。吕德胜觉得闺女手中握着一些势力也挺好，这次递给他消息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上回他面见太后时给他领路的小李子公公。那日他从宫中回来后，就通过他爹的关系网给小李子公公投资了点儿。这个消息让你之前的猜测更有了依据，你这次提醒对秦家而言未必不是一次机会呀。吕宋离心中摇头，只能说他的提醒只能让秦家尽量的保护太子这个烫手山芋。如果我们能让太子平安归来，那这危机不就解决了一大半吗？吕宋离点头。你都提醒秦家了，难道这点事儿他们还做不好？吕宋离的目光落在手边的一张纸笺上，只见上面写着康成帝膝下各子的信息。哎呀，闺女啊，不行咱就退婚吧，秦家目前的处境啊，太危险了。恐怕不行。爹，你也别急着撇开秦家，问题不大，会有办法的。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爹，你觉得幕后之人会是哪个皇子？吕德胜一听也来了精神。可惜小李公公撞见那个和卫自力打听皇上内幕的小太监韩面生，后来更是意外溺死了。不然顺着线索查下去，应该可以查到一点幕后指使之人的信息。卫自力对于谁和他买消息，那心里多少应该有点数。这个交给我，我去和他沟通沟通。好，
这件事情就交给爹你了。爹，皇上诞下的龙子凤女挺多啊。很多吗？啊，皇上后宫那么大，还那么多妃嫔，拢共也才养了7个孩子，我才1个妻子就养了4个孩子呢。这如何能比？爹，咱们来看看2皇子、3皇子、4皇子，哪一位像是有鸿鹄之志的？首先排除3皇子。我也觉得他不太像。2皇子呢？2皇子上午，谢早早就翻去了南方的封地。如果他真是幕后主使，要让计划顺利实施，这一南一北需要多么强大的掌控力呀！将2皇子划掉之后，笼子里就只剩下4皇子了。这会是他吗？应该是他了。会叫的狗不咬人，咬人的狗不叫。而且我怀疑中书令薛怀民是他的人。可是4皇子无权无势的，薛怀民身为中书令，大权在握，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4皇子无权无势，但他有皇子的身份啊。至于说为什么，当然是为了从龙之功了。哎呀，闺女啊，你这么一分析，我也觉得4皇子最有可能。吕德胜知道这薛怀民老坏了，是个老阴逼，阴人可厉害了。闺女啊，现在4皇子身边的大臣不多，明面上就薛怀民1个，你说咱们可不可以？不可以。爹，你这个想法很危险。你信不信，你要是跑去和4皇子或者中书令薛怀民说这件事，打草惊蛇，他下一步就是弄死你，或者提前启动计划。可是干嘛一定要弄死我呀？那我好歹也是一个人才呀。你要去投奔人家，投名状呢？万一人家要的投名状是让你弄死当今皇上，你干不干？那肯定不能干的。不如我们告诉皇上。想法很好，但是证据呢？你就别想那些歪门邪道了。我们现在已经具备很大的优势了，接下来我们要积极应对，最后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这一刻，吕宋离正式宣布，他们吕家申请加入战场。对了，爹，这阵子你和皇上相处还和往常一样，别露异色。放心吧，爹知道啊。这厢秦吕2家的婚期刚定下，谢赵2家也紧随其后。初时，谢家给赵家下聘，随后定下了谢战和赵玉潭的婚期，2人的婚期同样定在腊月15。哎呀，赵家和谢家这是干什么呀？就不能避开这个日子吗？他们是非得和咱们抢风头是吧？爹娘，别生气，省得气坏自己啊。他更关注谢家传出的另一个消息，年后谢战就会正式接任谢家家主之位。莫冰，我给你放了奴籍，怎么样？2小姐，你不要赶我走，我对孤月绝无非分之想。你想哪里去了？我想给你放籍，并不是因为这个。不是这个吗？他还以为2小姐是担心他爬床呢。我也不瞒你说，接下来秦吕2家可能会有一些变故，你继续以贴身丫鬟跟着我，可能会受牵连。2小姐，奴婢不走，奴婢不怕。但我需要你除掉奴籍，然后在外面帮我做事。这样吗？可以，2小姐，我听你的。最后，吕宋离又将陈荣和罗铁牛叫来，一并将他们的卖身契给了他们。2小姐，就不怕奴婢等人背叛您吗？你会这样做吗？不会。所以啊，我相信你们。陈荣和罗铁牛拿了卖身契，2人一起往前院走去。喂，罗铁牛，拿回卖身契，你就没有什么想法呀？有啥想法呀？你就没有想着如今是良民了，然后找个婆娘生一堆娃，当家做主？你可别害我呀，我可没有这么想过。哎呀，这人倒是挺忠心的呀。这日，吕宋云回去的时候，吕宋离交给他一只木盒子和一封信，让他帮忙转交给他婆婆。我妹咋和我婆婆感情这么好了？突然觉得我有点多余，是怎么回事啊？
大嫂，我需要麻烦你一件事。啊，什么事儿啊？阿离，你只管说，大嫂能办的都给你办好。是这样的，他们这场谈话之后没2天，吕家原先囤在库房里的药材被人在3更天的时候装车拉走了。南华巷，你们是吕府的人？李二爷，这不快过年了吗？庄子上送了一些农作物过来，这咱们府上也吃不完。二小姐吩咐给刘二爷和杨爷你们送点儿。哦，哎呀，那有心了有心了，你家二小姐也太客气了，后面的我分一分，然后给他们送去就行，不用麻烦你们了。小六嫂是个讲究人，帮她办事儿心里特别舒坦。分东西的刘二喜在篮子底下发现了一只匣子，打开一看，最上面还有一封信。他看完信后才提着分好的东西出门了。二小姐，您让找的匠人找好了，那匠人是一对父子，人已经接近长安城了。好，我知道了。于是吕颂离带着人出去了一下午，和那匠人见了一面，把自己的要求说了。扬威镖局，总镖头，镖局接到一单很奇怪的镖。哦，镖是什么？是护着人走一趟远门，从长安将人护送到目的地就行。总镖头，镖局接到一单很奇怪的镖。哦，镖是什么？是护着人走一趟远门，从长安将人护送到目的地就行。哦，让我们护送的是什么人呢？目的地是哪里？从何时开始护送？时间、地点、人物信上都没写，只说了约定的信物。如果我们的人看到杏花胡同的杨威酒馆门头上绑上了红布，就是差不多要出发了。时间大概是1个月左右，不会超过2个月，还标明了危险性不大。好奇怪的标单，总镖头不想接的，但对方给的实在是太多了。头，真的不接吗？人家还说了会给2成定金，如果最后不用他们出镖，他们也能白拿2成。接了。老镖师在沉思。张叔在想什么呢？我在想，咱们镖局今年运势不错呀。怎么说？这单镖的主顾和前阵子找我的吕家一样大方。吕家那活儿轻松，这主家给的还不少。今年看年的时候，我们是用烧猪拜的财神，等明年也这么搞吧啊。可以。好好拜一拜，让财神继续保佑他们扬威镖局。到家茶室，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吧。战狼，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在这个时候找你啊？没有，你想多了。我这次找你其实是想告诉你，皇上他皇上的寿元应该不多了。消息确定属实吗？保证真实。赵玉潭悄悄地松了口气，他没追问，不然他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了。总不能告诉他这是做梦梦到的吧？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谢家能从中谋取什么利益？对了，继位者是谁？太子吗？可是不对呀，如今太子身在北境，不在长安。目前的话，只有3皇子和4皇子在长安。你觉得那位大概还有多少时间？不到2个月。不到2个月？不到2个月？曲檀，谢谢你将这个消息告诉我，帮了我大忙了。爹，你还在烦恼怎么吃席呀？小兔崽子，这是吃席吗？这是站队。这谢家不干人事儿，竟会为难你爹。爹和娘，你们一人去一下不就行了吗？按理说是行的，但是我和你娘谁去吕家，谁去谢家呀？这个就随便了吧。孩子呀，你还是太年轻了。你爹倒是想随便，但是吕德胜那个家伙会和你随便吗？听说吕德胜很宠他这个小女儿，你信不信15那天我要是去谢家，你娘去吕家，那就等着被参吧。可是爹，谢战是谢家的嫡长子啊，还有那赵玉潭，在赵家也是很受宠的。
你去了吕家，谢家不会记你一笔吗？哎呀，真是头大呀，恨不得有个分身。哎，有了，生病，你爹那天呐，我就生个病就行了。然后你大哥和你娘一人去一家。爹，那大哥和娘分别去哪家呀？哎呀，让我死了吧！哎呀，魏大办，吕大人，我听说最近私底下有人找你啊。吕大人说什么呢？咱家听不懂您的意思。魏大办，不是我说，咱们都是伺候皇上的，在这种关键时候可别行差踏错呀。小样儿，还和他装呢。有些船看着挺好的，但是上船的时候小心踏空啊。他也让人找你了？四什么四？你是想说四皇子吧？闺女儿猜得对呀，真的有人。四皇子真的是幕后之人。这四皇子不堪为伍，事已密成，予以谢拜，他咋谁都打听啊？哎呀，咱们好好伺候好皇上，比啥都强。接完手，吕德胜便慢慢地走回御书房。微臣见过四皇子殿下。吕大人。宋墨腼腆地和他打完招呼，就微低着头快步离开了。哎呀，这个脸蛋生嫩，面上无毛，眼神纯良的四皇子真的是幕后主使啊！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啊！啊，不对，真是人不可貌相啊！哎呀，这个脸蛋生嫩，面上无毛，眼神纯良的四皇子真的是幕后主使啊！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啊！啊，不对，真是人不可貌相啊！还不进来！吕德胜连忙收敛心神，进去了。刚才在想什么呢？回皇上，臣是觉得四皇子挺有孝心的，也是个细心的孩子。他好像是看出皇上您龙体不适，最近总来尽孝心。哼，你呀，吕爱卿，应该没有什么烦恼啊。上次在鸿升酒楼，你的一双儿女来面圣，是你最小的儿子还有闺女吧？虽然只有护短的一面，加上偶尔听起你提过他们，朕觉得非常不错。哼，瞧，他又来了他。哎呀，是的，皇上，那是微臣的小儿子和小闺女，他们的确很不错，特别是我小闺女很聪明。骄傲，他敢说他家的情况，皇上不说一清二楚，那也算是了解一二了。哎呀，皇上，微臣家小业小，经得住折腾，反正大不了就一夜回到当初一贫如洗的时候呗。但是您不一样啊，您家大业大，可千万要三思啊！哎呀，皇上啊，格局打开呀，咱可不止这儿子一项选项啊，还有孙子呢。至于他这个提醒会不会让四皇子记恨，吕德胜自暴自弃地想，随便吧，反正四皇子都要算计秦家，也容不下他了，那还不许他偷偷添点乱呢？北境安阳，老四，二哥，我来晚了，如果我不是，是我们都来晚了。二哥，四哥是为救太子而死的。他们来晚了，太子被羌胡人劫持并转移走了。秦胜给他四哥合上双眼，整理好衣冠后，就要去追踪羌胡人。追踪羌胡人，营救太子是我的事，而你现在要做的是赶回长安城完婚，不要给太后发作他们的机会。你还需要将你四哥带回去安葬，让他入土为安。秦胜握着红缨枪的手缓缓垂下，眼睛通红。李卫，你挑上4、5部曲，随六公子回长安。是，听话，回长安。吕宋离看完手中的信，久久不语。阿离，找爹什么事儿啊？这是秦家刚才送来的信。等看到信上说秦四郎秦明为营救太子被羌胡人杀死在白鹤镇时，静默了好一会儿。太子肯定是凶多吉少了。对于北境之事，
说实话，他无能为力，这真的是神仙打架，万人遭殃。爹，和我说说咱们皇上的情况吧。哎呀，皇上最近好难伺候呀。吕德胜开始详叙他在宫中得知的信息，他现在算是对那句伴君如伴虎的话深有体会。吕宋离认真的听完后，他想，太子的随行人员中未必没有皇上的人。皇帝还是皇帝啊。闺女啊，你说我们能不能送赵家和谢家一程啊？将赵家或者是谢家往四皇子的关系往上靠。爹，咱不要动，特别是你要相信我们皇帝对百官的监控力。我们拿皇帝当刀，万一被他察觉了，借刀杀人固然好，但是出手风险太大，如果被发现，有可能会把自己也搭进去。那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吗？在目前的长安城里，一动不如一静。没多久，吕知远和吕明志两兄弟就来到了书房。最近长安城风大浪大，你们都给我夹紧尾巴做人，听到没有？吕宋离静静地思考着，他们长安城不好动，但长安城外有一处是可以动的。赵斌啊赵斌，到了你该表现的时候了。这次我给你个机会，希望你这一次争点气啊。二姐，先前那赵斌都这么惨了，你咋还没放过人家呀？我家老妹儿太可怕了，以后得罪谁也别得罪她。你会不会说话呀？啊，你二姐这是深谋远虑。明志，你还担心她呢？唉，算了，她要是不可怜，可怜的就是她家二姐了。放心吧，等这次事后，我就放她自由，我们之间的恩怨两清了。哼，净胡说！你分明是看她没有了利用价值，才对她如期婢女的。不要得罪老妹儿，不要得罪老妹儿。哼，闺女儿的嘴，骗人的鬼。四公子，今天有暖阳，咱们到梅林里看看怎么样？沿路的雪，奴婢都让人扫干净了，过去很方便的。你是吕宋离的人，不用这么麻烦了。说吧，叫我做什么？四公子说笑了。哼哼，我觉得到了我这步田地，也只有他会这么处心积虑地惦记着我了。说吧，需要我做什么，我都配合。金蝉一咬牙，将自己的要求说了，然后奉上纸笔。赵斌闻言意味不明地笑笑，然后爽快地拿起笔来，蘸起墨，刷刷地写了起来。我赵斌输在他手里，这不冤；谢赵两家输在他手里亦不冤。他真是将人心算到了极致啊！赵斌对于出卖赵家和谢家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他如今就是赵家的一个弱点，赵家不保护好他，就别怪别人来利用他。御前宫，有北境的信来了吗？暂时没有。再发一道密诏，召太子回长安，要快。诺，这是第3道密诏了吧？等等，先去给朕拿陪葬单子过来。啊，诺。魏自立没多久就回来了。皇上，这是陪葬名单，请您过目。这些日子，吕德胜没有丝毫异动。啊，没有。吕大人一般从皇宫回去之后，几乎都不出门了。吕府也是安安静静的，除了初6那天秦家去下聘礼之外，吕二小姐去了一趟银楼。吕家大少爷倒是被吕夫人指使得团团转，在外面跑腿呢。来来往往的人都很正常。康成帝凝神思索片刻，将吕德胜从陪葬官员的名单上划了下去。吕大人真厉害，竟然让皇上改变了主意。哎呀，魏自立呀，朕去后就放你自由。啊，皇上，奴婢想一直陪着你。哎，那你就给朕守墓吧。这事儿后来被魏自立悄咪咪地透露给吕德胜。大理朝实行薄葬，已经好几代了，他没料到康成帝竟然要恢复人葬。
这是个好东西啊！既然皇上有想带走的人，那四皇子有没有迫切想要送走的人？我们不能上船，未必没有合作的机会，对吧？皇上，北境来信了。快拿给朕。康成帝他打开最后一封，然后，皇上，快请太医！秦月是干什么吃的？太子，他们竟然让太子死在了江湖人手里。太子竟然死在了北境，出事了，出大事了！来人，去将四皇子给朕拿下！是。来人，去将四皇子给朕拿下！是。可是当魏自立走出大门去吩咐人时，又被叫了回来。等等，皇上，先不拿人，让人将景阳宫暗中围起来。把薛怀民给朕写上。魏自立很快意识到皇上说的陪葬名单要加上薛怀民。对了，还有谢家，谢家趋炎附势之辈，在太子生死未卜之际就投了宋墨，想博从龙之功是吧？我要让他们什么都得不到。皇上，谢家全族有将近200口人，这……魏自立小声的提醒。这天进宫的吕德胜觉得怪怪的，总感觉这宫里比之前压抑了。怎么了？就是啊，感觉周围像是凝滞了一般，让人喘不过气来呀。吕大人这野兽般的直觉呀！殿内的康成帝早已经恢复了冷静，再次动弄了一下5岁的大孙子，就挥手让奶娘将他带了下去。吕爱卿啊，朕问你个问题，你要老实回答。哎呀，预感不好，并不想继续，要怎么办呢？如果你的小儿子为了继承家业害死了你的大儿子，你会怎么办？啊，这简直是3尸跳神的皇上，这问题是臣能听的吗？哎呀娘啊，不，闺女啊，看来太子真的出事了。皇上，臣不傻。少废话，好好回答。哎呀，皇上啊，你咋那么喜欢为难微臣呢？微臣一点也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呀。皇上，微臣觉得微臣家的那点家底子还不至于让微臣小儿子如此丧心病狂。呸！微臣说错了，不是丧心病狂，是丧心病狂。那你到底会怎么做？微臣一定会狠狠地惩罚他。这兔崽子竟然敢为了这点家业设计兄长害死兄长，谁知道他改天会不会因为这点家产而弄死我这个老父亲呢？微臣怕死。皇上，求您饶了微臣吧，这种问题微臣想的都头大呀。行了，回去吧。魏自立，帮朕送他一送。皇上，您可要好好保重龙体呀。吕大人，出宫之后，什么事能说，什么事不能说，晓得吧？我懂。哎呀，闺女啊，出事了，这次真的出大事了。等吕德胜说完，吕颂离叹息着，太子终究还是没能救回来。闺女啊，你说太子出事了，皇上会考虑太孙吗？怎么这么问？不就是那天皇上谈起太子，我也将你大哥提溜出来，说他不争气，还提了想培养潇潇的想法。然后今儿个竟然看到了皇上将太子长子宋安接到了御前宫。刚才皇上问我那个问题时，我也说了要严惩小儿子。爹，你厉害啊！你这是将四皇子得罪了一遍又一遍啊！那孩子在御前宫待的时间长吗？不长，好像是在御前宫待了2刻钟，这样就被送到了太子妃那里。
皇上在接到太子薨逝的消息时，是没有理性最激动的时候，他都没将四皇子处理了，那自有他的考量在。哎呀，这四皇子怕是有点天命在身上啊。从皇上的角度来看，太子已死，他有愤怒，也有对接下来皇位由谁来继承的担忧。得知是四皇子害死太子没错，但是也显出他的能力，在剩余的3个皇子里无疑是出众的。人心是很幽暗的，撇开他设计害死太子这点不谈，从理性去看，四皇子是这3个人里最适合继位的。行吧，现在咱们的皇帝有2种选择，一是选立他人，2皇子、3皇子，亦或是皇太孙，让四皇子的计划狠狠落空，狠狠地打他的脸。可是这样爽快是爽快了，但是会给大黎皇朝带来隐患，或者说动荡。咱们的皇上是一个合格的帝王，为帝20多年，人也算克制，他应该不会想让祖宗基业败在他一时任性上。赞同你的看法。如果四皇子继位的话，那太子就死得好冤了呀。如果四皇子继位的话，那太子就死得好冤了呀。没错，正是因为太子死得冤，康成帝出于愧疚，会让更多的人下去给他陪葬。还有四皇子身边那些谋求从龙之功的大臣，一定会承受皇上的雷霆之怒。那是，这些大胆包天的谋害太子，那皇上能饶得了他们？等等，刚才我出宫时，卫子里偷偷给我塞了一张纸条，我看看啊。他一边说，一边从衣夹里拿出纸条。什么？薛怀民上了生死簿，据说人已经被秘密监视起来了。早死和晚死的区别而已。薛怀民的权欲心那么重，等四皇子顺利登基之后，他会成为新帝的掣肘，迟早会被他卸磨杀驴的。说到这儿，吕颂离意识到不对。爹，你有没有觉得薛怀民等人的暴露是不是太快了？薛怀民等人很像是被人故意推出来，让康成帝泄愤一样。展现能力是真的，害了太子利用皇上也是真的。皇上你不争气呀，但凡你多生几个儿子养住了，你都不会被四皇子这么欺负啊。哎呀，现在微臣也不用这么提心吊胆了。爹，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好事儿？他们太低估皇上了，他们给皇上下的套子是一个接一个，真以为皇上到了这步田地就看不出来了。吕德胜点头，确实他们都能发现皇上被利用了，皇上会没发现吗？四皇子这一手相当于让皇上捏着鼻子认下他这个继承人，你说皇上生不生气？生气。你想啊，一辈子没憋过气的帝王，临了你让他憋着一股气走，没可能的，就是他儿子也不行，所以这股气必须撒出来。以我对康成帝的了解，他真的有可能这么做。不行的话，他们也可以让人稍微引导一下。宋墨，你可知罪？父皇，儿臣无话可说。好一个无话可说！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吧？宋墨呀宋墨，你今年才14吧？啊，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有本事，害死了太子这个储君。告诉朕，下一步你是不是准备弑父？儿臣不敢。哼，你胆子肥得很呐，有什么不敢？害死太子之后还算计了朕，借刀杀人，你很得意是吧？借朕的手替你除掉掣肘你的薛怀民等人，朕的这把刀好不好用啊？啊，很得意吧？你就这么笃定，朕不敢弄死你？父皇，我也是没办法，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黎皇朝。父皇，你公平公正的说说，
太子比我更看重任吗？因为你觉得太子无用，不如你，所以你就害死他是吧？那你知不知道他是太子，是储君，同时也是你大哥？我没想要太子的命，只是想让他当不了储君而已。打算是这么打算的，但现在只是玩脱了而已。父皇，你信我，大理江山交到我手中，我一定能治理好的，不会比太子差。你的确比你几个哥哥都聪明，退下吧，朕不想看到你。你不是说自己能吗？不是不想被人掣肘吗？那朕偏给你安排几位顾命大臣分权，并且互相制衡。等你能扳倒他们时，你才能算一个合格的帝王了。你不是既想夺位，还想让秦家给你背锅吗？那朕就偏要留着秦家。秦家是一条看家护院的好狗，还有老四背后究竟是谁在给他出主意？如此老谋深算，我竟然没有查到。看来老四的人刚才扒拉了一遍，没有特别符合的人呐。8月14，吕德胜依旧进宫伴驾。皇上，明天微臣嫁女就不进宫了，待后天微臣一早就进宫来伴驾。哎呀，皇上精神头是越来越差了，每天醒着的时候只有3个时辰左右了。吕大人，在下送你。吕大人，你明天嫁女，这是皇上给你的贺礼。这里人多也杂，先别看啊。放心吧。感觉里面的东西不是很重，会是什么呢？哎，皇帝呀，你的龙体怎么如此衰败？母后，朕也没有想到啊。皇帝，你这样，太子是不是该召回来了？太子他已经罹难了。怎么回事啊？太子不是北上劳军的吗？信越是干什么吃的？竟然让太子死在北境，他是不是想谋反呢？康成帝只得解释，太子是死在入境的羌胡人手里。哎呀，皇儿啊，既然太子已逝，尽管咱们哀痛至极，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还需要尽快定下下一任的皇位继承人呐。母后，朕已决定立4皇子宋墨为下一任皇帝。哎，行吧，你决定了就好。母后，您刚回宫，且回长乐宫休息吧，朕也倦了。腊月15，秦吕两府张灯结彩，喜气满满，万事俱备，只差新郎了。哎呀，阿胜他到底能不能赶回来呀？出事儿，一定是出事儿了。娘，放心，他一定能赶回来的。你说能赶回来，那他人呢？大概还在路上，我已经让人去城门守着了，人一出去就立刻带回来。夫人呐，世子爷，咱们这银青队伍是不是该出发了呀？再不出发的话，就误了吉时了呀。哎呀，再等等。哎呀，这秦胜至今还没到家，这会儿离吉时只有不到半个时辰了，这能赶得回来吗？爹娘，你们放心吧，秦胜一定能够赶得回来。当秦胜驮着秦四郎回到秦家，秦衡第一时间出现，身后跟着秦三郎。秦衡忍着心痛，亲手接过秦明，然后让长随将秦胜带下去拾掇仪表。老四，你起来呀！你不是说要和小六比一场吗？你起来，我和你联手和他比一场。打起精神来，去迎亲吧。吕家也接到了秦胜回到长安城的消息，大家都松了口气。这宾客是不是有些少啊？我发出去那么多请帖呢。负责登记礼金的管事连忙和他说，
虽然朝中好多大人没来，但他们都送来了贺礼。他们老爷是生病了，没办法来吕家，但是也没办法去谢家。他们什么病啊？哦，拉肚子。这拉肚子就可以不来吗？啊，他自己一个人拉而已。那他没有妻子没有儿子吗？他们为什么不来？那些管事说一家子都拉了，拉腿软了，来不了。哎呀，好嘛，估计今天长安城的巴豆那都要贵上几文钱了。来了，新郎来了，新郎走进大门了。爹娘，女儿今天就要出嫁了，以后女儿不在你们身边，你们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快起来，快起来，新郎到二门啦。女儿啊，以后在秦家过得不开心了就回来住啊，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我退出去再重新建。接下来秦胜这个新郎需要向岳父岳母行礼，然后才能带走新娘子。岳父岳母，请放心将阿离交给我，我以后会好好待她，爱护她，珍重她。回到秦家，秦胜接过小厮递过来的弓箭，连射3箭，方向分别向天、向地、向远方。射完3箭，秦胜接新娘子下轿，跨火盆拜堂，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最后礼成。你们都还小，等过了年，你们16了，再圆房啊。其实就算秦夫人不叮嘱，他们也不会这么做的。别忘了，他们4哥至今还停关在偏厅呢，没有治丧，没有安葬。北境庄浪，江湖关塞被秦越领着大军围的是严严实实。秦越，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你退兵如何？除非你交出太子，否则我们誓不退兵。我都说了，我们族地里没有你们大理的太子，都打成这样了，不成还不交出太子吗？大将军，还要继续打吗？给我继续进攻！秦越，我实话告诉你，太子死了，太子早就死了。准备进攻，杀不长者赏1000金。随着进攻的号角响起，一场厮杀拉开帷幕。1个多时辰之后，这场厮杀一已结束。不长被击杀，他的手下将领亦被屠杀殆尽。爹，那一刀你明明能躲开的，擒住不长只是时间的问题，没必要用这样以命换命的打法呀。老二啊，你说的对，但是这得花多长时间，就得有多少将士牺牲。秦燕这才敢确信，原来他的父亲一心求死呀。爹，为什么？太子死在了北境，总要有人为此负责的，这就是我秦家给皇上的交代。有人负责呀？杀死太子的明明是羌胡人，我们已经取了羌胡首领不长的项上人头，还不够交代吗？傻儿子，戍卫边境是我秦家的职责。不是这样的，不能这样的。老二，剩下的爹交给你了，你懂怎么写战报吧？爹，我不懂，我不懂的，所以你不要死。阿英很聪明，爹相信你。如果你有机会见到小六他媳妇儿，替爹谢谢他。15日当晚，北境唯一一支传信鹰隼飞至长安，带来了一个消息。看完消息，康成帝面无表情，不为所动。皇上一直等的就是这个吧。16大朝日，皇上，您要保重龙体呀。皇上，保重啊！说正事儿，溜须拍马的话就不必说了。咱们关心您，您觉得是溜须拍马；吕德胜关心您，您就觉得是真心实意，不带这么双标的。太尉萧群上前一步，取出奏报，现告众臣公一事。想必众臣公都知道，太子于11月25日
出发巡视北境，慰劳将士。然太子不幸，一行人途经白鹤镇时，遭遇一股羌胡精锐埋伏袭击，后下落不明。什么？太子下落不明？羌胡不足好胆！嘿呀，这北境大军是死的吗？怎么会放羌胡人进入大黎境内呀？秦越失职。又2日，平西侯兼镇北大将军秦越率大军围攻羌胡关寨，全歼敌军，斩杀首领不长。通过拷问，不长麾下重要将领以及不长本人交代，太子已于白鹤镇就已经被他们就地杀害。哎呀妈呀，皇上真是厉害呀，直接把四皇子摘出来了。哎呀，这谁能想到四皇子才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呢？皇上，秦越渎职，臣请求严惩秦越，以为太子在天之灵。是啊，皇上，太子死得太冤太惨了。你们这群老不死的，最该反省的人应该是你们才对，天天围着太子转，可是太子还是出事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天生带衰，克制太子了，然后把太子克死了。吕德胜，你是非不分，你帮亲不帮理。难道我说的不对吗？当然不对。吕德胜，你不要胡搅蛮缠胡说八道，企图转移视线。秦越身为北境的大统帅，护卫北境安全，难道不是他的责任吗？太子死在北境，他要负全责。陈老头，你不对劲儿啊！一般投资失败之后，不是应该颓废得很吗？你一下子重整旗鼓，一直要追究秦家的责任，对你有什么好处啊？闺女说过，待太子生死之事暴露出来，四皇子的人一定会想办法将错全都归咎在秦家身上。所以，你陈老头是投了四皇子那边了。那人家秦大将军好好的在北境和几个外族打生打死，太子之死全怪到他头上，这就对了。凡事得讲个先来后到，先因后果。你们不让太子出长安城，那不就没这回事了吗？自己估算错误，怂恿太子出都城，最后害人害己。皇上，微臣看最该死的就是那个建议太子北上劳军的人，微臣非常怀疑，对方是故意让太子去送死的。你胡说八道！平西侯兼镇北大将军秦越，在全歼羌胡部族并斩杀首领不长之后，因身上几处要害身受重创，流血不止，无法救治，最后为国尽忠，享年45岁。皇上，虽然秦大将军死得很壮丽，但是北境大军对阵羌胡一仗中，秦大将军为了一己私心，以权谋私，因私废公，打没了太多的将士了，造成了很多无谓的牺牲，秦家必须为此负责。我说你懂打仗吗？啊，你怎敢断定死去的将士是无谓的牺牲，而不是秦将军用最小的牺牲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我是不懂打仗，但我知道，就因为秦越想将功折罪，急躁了，冒进了，他本来可以花更小的代价来达到一样的歼敌目的的。不懂打仗你就闭嘴，你知道个屁呀你！康成帝自然知道谢家这是在帮四皇子将秦家往死里按，见严华还打算开口，他再次抬手表示此事暂时搁置不议。皇上是真的偏心了，为什么不打断吕德胜，而又打断我的话？我刚才被吕德胜对了，还没还击回去，皇上这是完全不给我机会呀！皇上，太子之死我等惜哉痛哉，但为了江山的稳固，应当再立储君才是啊。现在当务之急是立储，都议一议吧，立谁？皇上，是不是该召回成王回京了？成王已经在回长安的路上了，立储的事你们都回去琢磨琢磨，下次上朝再议。现在退朝。四皇子心中一突，明明父皇可以直接宣布立他为太子的，为何？战死了。
怎么会呢？哥，这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吕宋礼咀嚼着这2个字儿，2个字定性，也是盖棺定论。这算好的，至少不会被定性为畏罪自杀。大哥，这件事情皇上那边知道吗？皇上那边有养传信的鹰隼，应该比咱们更早知道。这件事找个恰当的时机告诉娘吧。他建议瞒是瞒不了多久了，自己告诉总比他意外得知要好。能帮我办一件事吗？可以。你这样，薛府，秦胜，薛大人应该能猜到我的来意。哎呀，是的，猜到了。四皇子已经决定听从新智囊的计划，舍弃你了。薛大人那么聪明啊，不会还心存侥幸吧？我知道你来是想要什么，我收集的朝堂里其他大人的把柄是吧？可是我为什么要交出来呢？我薛怀民是引火烧身，但是你们秦家的麻烦也不小。薛大人，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合作的。你为四皇子谋划了那么久，做了那么多，最后却被他所舍弃，桃子也为他人所摘，难道你不恨？另外，薛大人想必也能料到自己以及薛府众人的下场吧？你难道就不想为自己保留一条血脉吗？难道你还能保住我府中小儿的命？不能，但我们能合作，至少你杏花胡同的东西能保住。薛大人，帮秦家也是帮你自己。你说什么？我是说，我们2方合作，对我们都有好处。于薛大人的好处，自然是能保住杏花胡同的东西。哎呀，你说服了我啊，不，应该是说你背后的人说服了我。秦胜拧眉，薛怀民这是诈他。薛怀民没理会他，起身去了旁边的多宝阁，取出来一只锦盒递给了他。是吕宋离让你来找我的吧？你们秦家还真是娶了个好媳妇儿啊。不知道你说什么。告诉吕宋离小心谢战。辛苦了，你先去换一身衣服，一会儿咱们就去给娘请安。请完安后再去见见四哥，给他上一炷香。你在收集谢赵2家的把柄？是啊，已经差不多了。我手上的东西扔出去，足够他们跌个大跟头了。刚才我从薛府离开时，薛怀民让我告诉你，小心谢战。想必对方也利用了这次筹备婚礼之宜，办了不少大事吧？怎么了？有话直说啊，咱们都是夫妻了，有事我不会瞒你的。你和谢战不是说休战吗？弄权的人心都脏，别信他们的话。谢战那种人说出的君子之约，对他没有约束力，谁信谁傻。当然，对我也没有约束力。感情我就是那个傻子呗。你这样，那为何薛怀民相信你？我啥样啊？谢战都动手了，我还没出手呢。你这质疑的态度很好，但是下回这样的话，你别说了。至于薛怀民，他是不得不信。忙忙碌碌这么多年，最终为他人做嫁衣，你以为他真的就咽得下那口气？至于杏花胡同那边，他外室和私生子，我已经让人转移走了。原来杏花胡同住着他的外室和庶子啊！所以你放心，其实我一直是一个一诺千金的人。哎呀，老东西，有话就说，在朕跟前儿还来这套。皇上，主要是奴才收到一张吕大人递进来的纸条，不知道该不该呈给您。是不是吕德胜那家伙递纸条给朕告状了？你把那纸条拿来给朕。皇上，这纸条你看了千万别动怒啊！废什么话，拿来。康成帝看了纸条，噗的一口血吐了出来。好啊好啊，真是朕的好舅舅啊。原来给他炼丹的仙长道长们，竟是他舅舅故意引来的。
自打他发现丹药不对劲之后，就将那些帮他炼丹的道长都关押了起来。既然你那么想送走朕，那朕走的时候就带你走可好？咱生就二人，即便到了地下，也要做亲戚呢。韦泽立，将匾额里的第2道圣旨给朕毁了。这是他留给生母的保障，现在他不想留了。是，真是血夜杀人夜呀！首领，皇上有何吩咐？来大活了。前3夜，上面的人都是皇上指明了要陪葬的，这事儿咱们今晚就得处理好。先下令关闭长安城的4方大门，然后安排人员守住各条要道，最后挑选精锐，给我带足了人手，出发干活。皇上还真会玩啊！快驾崩了就开始带人了。首领，咱们第1家去哪儿？按折子上的顺序来。是，那就是中书令薛怀民家。走。薛府。当薛怀民看到林冉带着金无畏出现时，就知道今晚便是他的死期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中书令薛怀民执掌宫廷要务，本应标榜士林，表率群臣，以身作则，垂范后世。孰料其结党营私，图谋私利，屡犯国法，十恶不赦。朕深恶其罪，现赐毒酒1壶，处及死刑，即刻执行，不得延误。令主薛氏3族亲辞谢恩。薛怀民惨笑，他最大的罪其实是设计害死太子，皇上没有点出来，但皇上是一点儿也没有手软呐。薛大人，请上路吧，吾等还有要务在身，不要耽误了时间。小伙子有前途，老夫也不与你们为难。谢皇上隆恩，吾道不孤，赐殿下谢战。诸位，老夫先走一步了。林冉留下人来处置薛家，紧接着就带着人前往下一家。首领，下一家是哪家呀？谢家。明知故问，刚才你不也是看了那生死簿，呸，陪葬名单的吗？哎，我刚才就想说了，这陪葬名单有点像是阎王爷的生死簿呢，那咱们就是黑白无常。少废话，赶紧的。谢家。林统领，这是皇上有谕旨。对了，你们去将谢敬元和谢元松一并请来。谢家的人很快就被集中到了正院。皇上谕旨，奉天承运皇上诏曰：吏部尚书谢明堂为官20载，恪尽职守，克以复礼，不临不私，见贤举能，避让贤路。尔等3人，朕甚心悦之，特着执金吾宣示朕旨，加恩赐令陪葬，现赐白绫3尺与毒酒1杯，择一自行了断，不得延误，钦此谢恩。谢战没想到皇上会来这招，这是一道陪葬谕旨。帝王将行，需文臣武将先开刀，你们这是不愿？臣等遵旨。谢家就交给你了，叔公走了。哈战，照顾好你的弟弟们。金无畏确定3人一死，就马不停蹄地走了。他们还要赶去下一家。谢战心情沉重地处理着后事，康成帝应该是在找他，也就是给4皇子出借刀杀人主意的人。康成帝估计是想错杀也不会放过了。你说林冉到哪儿了？回太后娘娘，执金无畏林冉林统领带着金无畏到了承恩公家。立刻给哀家摆驾御前宫，快！不料太后的一驾紧赶慢赶的到了御前宫，正要往康成帝的寝宫而去，就被卫子理拦下了。放肆，
给哀家乞丐。太后娘娘，皇上说了，谁也不见。皇儿，你不能这样，他是你小舅舅啊！长安城里的官宦人家顿时噤若寒蝉。在得知皇上大幸之前，连国舅爷都带走时，他们已经没脾气了。这一夜的长安城，他们杀得人头滚滚。拿来吧。皇上，这药……康成帝看着手中的9粒丹药，然后一把服下，就躺回龙床上，闭上眼睛。1刻钟后，当冬日初阳的光线划破云雾，丧龙钟响彻长安城。当生当则生，死当则死。宋芝，你真不愧是一代帝王啊！皇上，一路走好，回天上做你的太清真人去吧。谢战欣喜地看着皇城的方向。昨晚康成帝让金吾卫命令那么多大臣陪葬，他就猜到他命不久矣。他去了，压在他头顶上的阴云终于散去了。他谢战将带着谢家进入一个新的纪元。走，去秦家。哎呀，我就知道。秦家，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平西侯秦越身为北境大将军，有护卫边境安宁之责，却因失其职，未察羌胡精锐之动向，以致太子身死羌胡人之手，造成国本损失，国朝动荡，罪大至极。念及其秦家昔日功勋，遂保留其平西侯及镇北大将军之名，其子嗣妻女免去死罪，罢免秦家男丁身上所有官职，女眷身上所有诰命。秦氏一族流放平州，府内家产全部冲入国库，全家冲入大牢，着令择日启程。钦此。吕宋离平静地听完，秦家果然还是逃不掉流放的结局，而流放地在他的预料之中，东北嘛。林统领，能否让吾等将身上收拾一下？可以，但只有2刻钟的时间。多谢。不能带走任何财物。放心吧，吴大人可以先去接受库房。吕宋离拉着秦胜就往他们的院子里跑，回到卧室，然后他开始换衣裳。眼见时间到了，吕宋离他们得赶回正院了。诸位，请吧。吴大人呐，这秦家财产的数目不太对呀。怎么回事？这账没有做平。怎么回事？啊，近来举办婚礼花了不少。你秦家办个婚礼花那么多银子？是的。可是秦胜和吕宋离的聘礼嫁妆都在那儿，这数目对不上啊。这婚礼时间太紧了，聘礼婚礼要用的东西又多，档次还不能太低了，所以花出去的钱就有点多了，但东西还在库房呢。你秦家有些个库房得空的可以跑耗子了，这正常吗？正常啊。哎，谁家娶媳妇儿不花钱呢？谁家娶个媳妇儿花那么多冤枉钱？我家呀。你们不要耍嘴皮子了，还是老实交代，那些钱哪儿去了？不是正在交代吗？被人挣走了呀，非要我们说的那么明白吗？是啊，都被别人挣去了，我们也没办法。你们是冤大头吗？我们也不想的呀，没办法，谁让婚期卡得这么紧，这么短的时间内置办那么多东西，不给高价的话，那人家也不肯卖呀。感情还是太后娘娘的错不成？啊，我们家的账房年纪有些大了，有些账也记得不清不楚的。大人，您担待一下，反正整个秦家的财物都在宅子里，慢慢清点就是了。本王很怀疑，恭亲王，您说皇考立4皇帝宋末为新帝，可是宋末今年才14吧？非嫡非长，尚未及冠，何德何能呢？如果皇考要立个年幼的，为何不立太子之子宋安呢？都是一样的年幼，但立宋安不是更名正言顺吗？我父皇真是好啊，留下这么个坑给我。卫子立，皇考可还曾留下什么政务让4弟登基吗？皇上曾留下3道密旨，
这3道密旨一出，便能正统了。另外2道密旨在谁手中？奴婢不知。上手的3位皇子不动声色地打量着下面的众臣。诸位臣工，不知遗诏在哪位手中？还请出示。国不可一日无君，守卫遗诏的大臣切勿耽误如此国之大事啊！去正殿将吕德胜请来。没多久，吕德胜就被请到了偏殿。遗诏？什么遗诏？我不知道啊。吕德胜，如果遗诏在你手里，就拿出来，不要藏着掖着，耽误了国朝传承之大事，你担待得起吗？太后娘娘啊，微臣真的不记得有这回事儿啊。不如太后娘娘和3位殿下问问其他大臣，如果没有什么事，微臣想回正殿继续给皇上守丧，我就不拿，咋的呀？你这么舍不得皇帝，皇帝生前也最待见你，不如你下去给皇帝陪葬如何？太后娘娘，大行皇帝留下谕旨，他大行之后，不许任何人再以给他陪葬的名义赐死大臣。滚去给皇帝守丧！吕德胜麻溜地滚了。只能私下问问他有何要求了。午时，吕德胜从宫中出来，他的马车刚出宫门，就被4皇子的人拦住了。4皇子拦他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问遗诏的事儿。你大连皇朝乱不乱关我什么事啊？你们自己干掉太子的时候，也不担心会动摇国本啊？怎么以前砸的不是你的碗，你不心疼？现在碗成了自己的了，你倒是心疼了。4殿下，你说的我都热血沸腾了。我要是现在身上真有遗诏，我恨不得立即拿出来双手奉上。可是这不是没有吗？他一副我也没办法的样子。4皇子默默地看着他。4殿下，要不我先走，下午还得进宫给大行皇帝守丧呢。看着吕德胜远去的马车，4皇子觉得头疼。这个问题不解决，没法名正言顺的话，会留下很多后患的。没法带太多太好的东西进来，不然就太打眼了，狱卒也不让。亲家母已经很好了。没法带太多太好的东西进来，不然就太打眼了，狱卒也不让。亲家母已经很好了。只是孩儿他爹和老4刚去，这鸡汤，怪我，只想着你们身体受不住，得补了。不，亲家伯母，谢谢你为我们着想。娘，喝吧。3弟妹刚生产，您和6弟妹身体都不好，爹和4弟会体谅的。你大嫂和明智在秦府治丧，吴玉春还在清点秦家的财物，所以秦家被封锁着。咱们是好说歹说，还有看在林统领、盛副统领的面子上，吴玉春才划了一个偏僻的院子给我们治丧，偏院的财物自然都是搬空了的。还有你爹也从宫里出来了，4皇子登基不顺，2皇子和晋王都质疑其正统性。魏自烈告知群臣，其实大行皇帝留下了3道遗诏，目前只有恭亲王手上的那道拿出来了，剩下2道没出现。就在这时，狱卒进来和他们说，探监的时间快到了，让他们有话就抓紧时间说。蒋氏想了想，觉得该交代的也交代了，和闺女说一声后，麻溜的走了。阿离，你是好孩子，虽然和阿胜成婚了，但还没圆房。如果有机会离开这儿，就离开吧。我让阿胜给你写放妻书，我相信你离开秦家后也能找个好归宿，不必陪着我们一起受苦的。娘，这话就不用说了，我不会离开的。咱们还是要尽快离开长安，到流放地才行啊。大哥，是不是有所准备？秦衡轻轻颔首，正好他也做了相应的准备。陈总管又来活了。这回是个大活儿。太好了。
自打上次咱们和赵家打了一回口水仗之后就没活了，这底下的兄弟们和老娘们都有点闲得发慌了。啊，对了，吕爷这次要搞谁呀？我和你说，咱们这次对上不对下，你们要这么做。对方一边听一边点头。记住了吗？速战速决，后面绝不可恋战，听明白了吗？明白。当天夜里说，四皇子宋墨成为世宗皇帝遗诏上写着的继任者，谢战功不可没。俗话说，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他要的就是谢战百口莫辩。对上了，女儿说的全对上了。虽然中间出了点岔子，谢家死了几个人，但这不重要，谢家依旧会是经历两朝不倒的大世家。哼，秦家下大狱了，秦家要流放了，我终于可以为弟弟报仇了。平州是吧？吕宋离也到不了平州了。四殿下，大牢里吕家二姑娘吕宋离传话，说是想和您谈一谈。本殿下和他有什么好谈的？派个人去问问吕德胜，对于他闺女约谈本殿下一事，有什么想说的？没多久，他派去的人就回来了，告诉他吕德胜说谈不谈随他。这事儿本殿下知道了。秦衡，本官已经查明了，你们秦家利用秦胜大婚一事隐匿大笔财富的事实，我劝你们还是老实的坦白吧，不要一错再错了。吴大人既已查明，自取便是，何必来问我们？秦衡、秦昭、秦胜，这次我们是有备而来，你们不要负隅顽抗了。吴大人、孟大人，你们所谓有备而来，就是屈打成招，更甚者是草菅人命。只要你们赶紧交代，那些钱财究竟藏匿到哪里去了，也好免受皮肉之苦。你们用这样的大刑，如果弄死了人，你们担待得起吗？秦家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拒不交代，我们用刑有何不可？即使死了，也不过是一犯人而已。哼，你们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和他啰嗦什么？动手！孟新良、吴宇春，你们敢动他一下试试？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这是什么？免死金牌？可是这玩意儿不是在吕德胜手上吗？这大牢还真是热闹啊！比起皇宫，可能还差点。不是要见本殿下吗？走吧。宋墨也不废话，说完这句就抬脚往外走去。你们吕家父女二人真的是很大胆了。没办法，都是为了活命，你们不给活路，咱们自己挣，有问题吗？说吧，你想和本殿下谈什么？四殿下，不如先看看这个。这份资料里有他这些日子收集到的有关谢赵两家的财产以及派系内主要成员犯罪事实。谢赵两家竟然如此肥硕，特别是谢家，竟然储藏了这么多粮食和金银，果然不能小看了这些世家呀。你想让本殿下处置谢家和赵家，这事儿你爹同意了吗？不是，处不处理谢家和赵家全在四殿下，臣父一介平民，如何能干涉智慧？那你这是何意？我们这是为四殿下分忧呢，当然这也是为我们秦家着想。这样的话，乌大人也不必因为秦家筹办婚礼花掉的冤枉钱而难为我们了。我已经给你看了羊有多肥，同时我还递上了刀子，你不去杀那2头肥羊，也没必要逮着我们秦家这只已经宰过一次的羊继续薅了吧。而且四殿下吃一家，哪有3家通吃那么完美？直接说出你们的条件吧。我想请四殿下金口玉言，放秦家前往流放之地。我只是个皇子，如何金口玉言？四殿下不要妄自菲薄，这天下舍你其谁？你上交的这份资料算是立了一功，秦家一直以来都是数位边境的栋梁之才，就此流放未免太过可惜了。
本殿下若有幸，后面也不是不能网开一面。四殿下，秦家失职，抄家流放乃先帝遗旨，不敢不从。四殿下纵是好意，这个时候也不好违背先帝旨意吧。而且说实话，我夫君以及其兄弟，他们经历了那么多，只想在平州这样偏僻之地过一些平平淡淡、安安稳稳的日子，不像谢战谢大人那样能力卓绝，素有大志，能大力辅佐君王。是啊，谢战确实能力卓越，连薛怀民这样厉害的大臣都被他略施一计就扳倒了。然后素有大志，什么样的志向能称之为大志？权倾朝野吗？最后，四殿下登基之后富有四海，欲为新帝效劳的人定是前仆后继，何必在意小小的秦家？本殿下记得谢战曾经是你的未婚夫，好歹也那么多年情分，你在本殿下面前这么夸他，是不是不太好？最终还不是使君有妇，罗夫有夫。只有这个条件吗？是的，四殿下，如果我们秦家平安到达平州，免死金牌也可以交还给您。你们吕氏妇女的嘴皮子真是厉害。宋墨拿着资料站了起来，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外走。四殿下过奖了，刚才如有冒犯之处，还请四殿下见谅。你们倒是挺识时务的。再怎么说，我们都是大理子民，我爹以及吕家一直深受世宗皇帝隆恩，我们其实只是想要活着而已。秦家会顺利到达平州的。四殿下必能心想事成。谢战啊谢战，这一次你不死也要脱层皮。快想办法，会有办法吧？一定要尽快解决这些流言蜚语，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这流言真是歹毒啊，直接将我和新帝的关系对立起来了。等于四皇子正式登基成为新帝后，要是重用我，就证明了新帝和太子的死有直接的关系。本来新帝上位的过程就很不顺利，也不够光明正大，他会让自己有这个污点吗？会愿意让自己因为一个臣子而被诟病吗？吕宋离啊，吕宋离，你出手可真是一如既往的狠辣呀！皇宫里，吕德胜拿出了第二道遗诏。骗子，你不是说你手上没先帝遗诏的吗？那你现在手里拿的是什么？你自己说说，打不打脸？微臣也没想到，第二道遗诏竟然真的在微臣家里。你就编吧，当我们傻子呢？这道遗诏是微臣在一个锦盒里找到的。当时微臣的女儿出嫁，先帝只说锦盒之物是送给微臣的贺礼，先帝也没说里面藏着密诏啊。难道你就不曾打开看过？我们不信。没有，我怎么可能打开？当时先帝的龙体已经很不好了，微臣忧心都来不及，哪会在意这些小事啊？当林冉拿着第三道遗诏出现的时候，众人才恍然大悟，早该想到的，怪只怪林冉太没存在感了。第一道遗诏交给了恭亲王，是点名让皇四子宋墨继位的遗诏。第二道遗诏交给了吕德胜，同样是点名让皇四子宋墨继位的诏书。第三道遗诏交给了执金吾林冉，不仅点明了前面两道遗诏在谁手上，还钦点了4位顾命大臣辅助新帝，直至他16岁及冠方能亲政。宋墨脸色一黑，所以他拼命找出的最后2道遗诏相当于给他自己挖了个坑。遗诏已经宣读完毕，末将告退。谢战，你有何话说？微臣自知有负圣恩，请皇上降罪。真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他刚回到谢家，有关谢赵两家的降罪圣旨就下来了，和秦家一样的结局，抄家、流放，
这还是心地念着他们先前的功劳，网开一面的结果。阿占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谢家是被人陷害的。是谁？我们谢氏一族的仇人是谁？吕家和秦家。是他们。我恨。谢家主，请吧。爹娘大哥二哥三哥大姐，好久不见呐。你是赵斌？是啊。拿下。老四，那些证据是你提供的？是的。阿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我们是你的家人呢。没为什么，就是觉得吕宋礼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一家人就该整整齐齐的。你和吕宋礼联手了？联手？我配吗？你不配，那你还帮他对付家里？你忘了是谁把你害成这个样子的吗？你怎么能如此敌我不分呢？哎呀，谁把我害成这个样子的啊？不是你吗？我没想到你是这么想的。你知不知道，我差点就能替你报仇了，就差一点儿，就能让你手刃敌人了。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一切都功亏一篑，还害了谢家和赵家。好了，都别说了。金无畏看完一场撕逼大戏，心中直呼过瘾，才押着人往大理狱去的。不知姑娘想让我们护送何人前往何地，何时出发？护送原先的平西侯府秦家老小前往平州，如果可以，你们尽快出发，可以在长安前往平州必经之路上等一等人。莫冰姑娘，是你吗？是我，张镖师。这还是认识的。这位叫莫冰的姑娘，不会是因为张叔的原因才选择让我们扬威镖局走这一趟的吧？杨总镖头，我现在需要和你确认，这镖你们扬威镖局接不接？那容我们商量一下。可以，2刻钟给我答复可以吗？杨总镖头想了想，2刻钟足够了。我大概知道为什么咱们镖局会接到这趟镖了。为什么？几个月前，我不是在吕家干了一段时间私活吗？你知道你张叔的，一沾酒就忍不住多话。那段时间，吕家的那些护院小子天天晚上请我吃酒啊，我呢就和他们说了一些咱自己的英勇过往，然后你知道的，我自己的说完了，就提到了总镖头你。哼，张叔啊，你这是把我的裤衩子都扒光了呀！放心，张叔没有败坏你的名声，你在吕家眼里是一个力大无穷、有本事又有情义的大男人。张叔啊，你怎么看？这趟镖咱们该不该接呀？阿威啊，这趟镖咱们还是接了吧。这位是徐押司，负责押送你们前往平州的官差大人。你们现在听我的，往外走。他们走出牢房的时候，正好遇到金无畏押着谢赵2家人过来。哟，这是怎么了？和你们一样，抄家流放。谢战，大家一起喜提综合版抄家，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吕宋离，你又赢了一局。是啊，我又赢了一局。哎呀，谢战啊谢战，就问你后不后悔吧，退个婚而已。前未婚妻把你的一个家族都给送进了大牢，落了个抄家流放的结局。哦对了，还有赵家女儿抢了个男人，就让自家也跟着落了个抄家流放的下场。就问还有谁了？小六，保重，为了秦家可千万不能背叛你媳妇儿啊，不然大哥和我准给你腿打断。反正以后咱们秦家的宗旨就是牺牲你一个，幸福全家人。生副头领，麻烦你让他们靠边站，给我们让一条路出来，好吗？来，出来的人往右边，进去的人从我左手边进去。吕宋离，
你们把我们谢家害成这样，不得好死！就是，去死吧！呸！谢战，你是这么放纵你的族人的？你们行了，不许再这样了，像什么样子？吕德胜刚赶到，就看到这一幕。狗屁谢家，拉不出屎你也怪别人呐啊！你们今天落到这步田地，完全是你们咎由自取，还有脸怪别人呐？你女儿都承认了，是她害的我们。哎呀，人家只是说又赢了一局。怎么，我闺女赢了，你们被抄家流放，你们就接受不了了？哼，看你们这衰样子，只有你们算计别人，找别人麻烦的份儿呗啊！那别人还击就是错的。我说你们谢氏一族的脸怎么那么大呢？从能力上讲，你们落得现在这个下场，最该怪的应该是你们谢家的家主才对。谁让你们家主无能呢？技不如人啊，输了。从道义上讲，就算你们这样是我闺女害的，那你们最该怪的也是你们少家主。要是当初你们谢家没有三心二意，没有背信弃义，那就不会有今天这一切了嘛。这说到底呀，你们就是输不起，哼，还自诩大家族呢，我呸！吕德胜一顿疯狂输出，骂得谢氏一族的人头都抬不起来。还有你们赵家有什么资格来说呀？哎呀，我的娘哎，这人口才实在太好了，骂了这么久，用词儿都不带重复的，这难道就是他得先帝宠的原因？王大人，圣父统领，怎么不见乌玉春乌大人？哈，你找他呀？是啊，上回他为了追回秦家筹办婚礼花出去的冤枉钱，竟想大动干戈，严刑逼供。现在有这么一桩合算的买卖摆在他面前，他努力一下就能捞个大功劳，可不能错过呀。这种功劳怕是不好捞吧？圣父统领，这你就不懂了吧？乌大人连秦家这种没有油水的鸡骨头都想榨一榨，谢家豪富几代人的积累，难道就只有明面上的那些财富吗？问一问，逼一逼，实在嘴硬就给他们上上刑，只要他们松松口，在耗子洞里掏出点什么来，可能就够养活一城的人。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不管是乌大人还是大理寺的人，都应该上上心。趁他病要他命，这吕宋离真是时时刻刻不忘给敌人落井下石啊！这吕宋离是真的狠啊，谢赵两家都被他搞垮了，抄家流放了，他还没有打算放过人家。我闺女儿说的对，此事本御是会跟进的。当初他想对秦家用情时，那可是打着一心一意为新帝效力的名头。要是他对这件事情不努力不上心，那本御史就要严重怀疑他是不是和谢赵两家有勾结了。吕德胜，你不要含血喷人！我没有，说真的，你要是区别对待，我真的会参你一本哦。吕德胜，现在是新帝当政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懂？你还有是先帝当政那会儿呢。你不审问谢家和赵家，我就参你，我就要将此不公平面呈新帝，还要告诉皇上你有二心。审，我会好好审的。赵文宽，之前你向我提议可以严刑逼供逼问秦家所藏财富，现在我将你曾经提议用到你们赵家和谢家身上，你应该可以理解我的吧？刘大哥，你说我们小姐和姑爷他们今天能赶到这破庙吗？没问题，按照他们的脚程，今晚之前就能到这里。怎么样，看到人了吗？吕二哥说，估计小姐和姑爷他们要到傍晚后才能到。那行，我晚点再出来。莫冰姑娘，我们头让我来问你，咱们晚上吃什么呀？大骨粥熬起来，熬2锅，多放些姜片和酒。好嘞。天已经渐渐暗下来了，吕宋离他们终于快走到徐正口中的破庙。
后面有人，是有人。看看那拴在廊下的马车，估计人还不少呢。徐哥，那咱们现在过不过去啊？去。哈哈哈哈哈！这位兄台，你是保定府的徐正徐押司是吧？你是扬威镖局的杨总镖头。是啊，正是老弟我呀。哎呀，徐大哥，走走走，赶紧进来。杨总镖头，你这是？嗨，这一次押一趟镖去乐浪郡，今晚呢，暂时在破庙里落脚过夜。徐大哥，不介意的话，大家今晚挤一挤。徐大哥，不介意的话，大家今晚挤一挤。哦，当然不介意了。其实啊，这破庙还挺大的，小弟我带的人多，东西也多，就用了正殿，两边的偏殿还空着。徐大哥不介意的话，就随便选吧。好，一会儿我们自己看着选。杨总镖头辛苦了，这个时候还要出门押镖呢。哎呀，没办法啊，雇主要求这个时候走，那咱们也只能遵从了，都是为了讨口饭吃。哎呀，徐阿司，你们不也是大过年的出远门吗？没办法，上头有命令，不得不从。接着，徐正他们刚好选在右边的偏殿凑合了一晚。徐大哥呀，我们这边晚饭做好了，不介意的话，就和我们一起吃点得了。这不好吧？这有啥的？咱们走南闯北，不用太客气。来，各位差爷一起啊！等他们吃上之后，杨威和徐正商量：徐大哥呀，我们这里还有一些多的米粥，也吃不完，能送点给他们吗？无所谓，他们是犯人，你们愿意送些吃的给他们也行。于是秦家那边一人分到了一大碗热乎乎香喷喷的骨头粥，而且还很浓稠。吃吧，没事的。杨总镖头我听说过，是个热心肠又很正义的人。第二天一早，杨威这边蒸了很多的杂粮馒头和包子，热情地送了一些给他们。秦家同样是沾到了光，出发时大家是一起的，不好做得太明显，就赶着车跑前面去了。双方就此拉开了距离。可是等中午，等吕宋黎一行抵达预计的歇脚地时，就见杨威等人早已在此地埋锅造饭了。徐大哥，这么巧啊！哎呀，又遇上了！咱们正准备开饭呢，不嫌弃的话，大家一起吃点儿。不是啊，小老弟，你这样很明显的，你知道吗？哎呀，来，都坐下，都坐下。小五啊，把桌子支起来，再把饭菜给各位差爷端过来。哎呀，这一天天的，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杨威让人给他们上了一盆腊肉炖白菜，还有10几个白面馒头。哎呀，徐大哥呀，你看我们这边菜还剩下不少，能不能让他们帮我们消灭一点啊？那些贵人呐，都是小鸟胃，吃个菜1筷子2筷子就不吃了，这不是浪费吗？哎呀，可惜我和我的伙计们都吃饱了，实在是吃不下了。随便你。哎呀，又搞定一顿。他连忙让人去给秦家人送饭。你们有马车，完全可以走得更快点儿。这一天走这么点路，你们什么时候能到达乐浪郡啊？没办法呀，贵人们受不得颠簸，只能走一阵歇一阵了。或许等过些日子贵人们适应了，我们一天就能多赶些路了。吃饱喝足，两方人马再次上路。扬威镖局的车队再次跑到他们前面去了。但等吕宋离他们抵达预计的住宿点一座破屋时，刚好又遇上杨威等人。徐阿司，我们镖局的马儿有一匹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拉肚子，我们只好停下来休整了。你瞧瞧，就是那匹，他拉的腿都软了，路都走不动了，更别提拉车了。那我们总不能扔下他不管吧？行，这个借口很可以，你高兴就好。于是这一晚又是一顿丰盛的晚饭。晚饭后，秦家三兄弟趁着差役没注意的时候，和吕宋离一起碰了个头。六弟妹，太明显了，你能给你的人传个消息吗？六弟妹，太明显了，你能给你的人传个消息吗？哎呀，其他差役都还好，就是那个赵龙，得
大哥，你要怎么对付他？秦衡的意思是找个机会，趁他在外面方便的时候把他弄晕，让他冻死在外面。吕宋离觉得他这法子还是有点风险的，而且还有可能连累到徐正，倒不如让他在睡梦中悄无声息地死去来得好。这个法子好啊，只是真的可以吗？试试吧，不行再用你那个法子。也行。这时吕宋离的表情略显迟疑。怎么了？大哥，你不会觉得我这个人心狠手辣吗？六弟妹，你一直都这样，我们全家都知道。即使不知道的，在出大楼的时候看到谢赵两家的下场也知道了。你现在才担心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晚了？一个人狠不狠辣，不是看他所用的手段，而是看他的目的。我同样想弄死赵龙，并且还想出了具体实施的办法，不也是一样的狠辣啊？戍卫边境这么多年，我的手上同样沾满了鲜血与人命，我们秦家人都是如此，就连阿胜手上同样有不少外族人的性命，这又怎么说呢？第二天一早，杨威镖局照样包揽了所有人的早饭之后，双方再次启程。徐正等人再次被甩下。就在大家都以为今天也是重复昨天的剧本时，中午的时候，杨威镖局的人竟然没有等在前面再次巧遇了。等傍晚他们抵达预备入住的客栈时，才发现整个客栈都被杨威镖局大手笔的包下来了。杨威依旧是很热情地招呼他们吃喝，还给徐正等押司差役准备了6个房间。夜晚，赵龙在他选的那间上房里熟睡，房间里原来放了1只炭盆，不知何时又多了1只，同时他房间里的门窗都被关得死死的。第二天他迟迟未起，其他差役不得已来敲他的门，没听见人应，后来强行将门撞开后，才发现他人已死了。客栈掌柜的表侄子是附近驿站的驿长，他表叔的客栈出了人命，他也赶过来了。他查看之后和徐正一起商量，最终决定给赵龙之死定性为意外死亡。两人都签字并且按了手印，除了他们，另外几名差役也作为人证画了个押。离开客栈后的第二天傍晚，他们一行人赶到了预定的落脚点山野老屋。不出意外的，杨威镖局的人同样已经在里面等了。怎么了？我们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有一拨人住进去了。什么人呢？是一对涪陵回乡的富商，对方带了好些护院和家丁。好些是多少？最少30人。有打听到富商老家是哪里吗？没有，对方嘴挺紧的，没说。他们说话间，从堂屋里走出来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壮汉。周达，是你吗？秦少将军，是我。大哥，认识。周达以前在咱爹麾下任过职，后来因为一些事情卸甲回乡了，可是没想到在这里遇到。这家子为了个流放，究竟准备了多少后手？就像那啥胡葱，一层又一层，没完没了了。既然认识，那相逢便是缘。这天寒地冻的，大家都别在外头罚站了啊，都进去吧。一顿丰盛的晚饭过后，秦衡、秦昭、秦胜、吕宋离夫妇等4人小组再次碰头。三弟、六弟、六弟妹，想必你们已经猜到了，周达是我的人。3人齐齐点头，是，他们都猜到了。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六弟妹会准备得这么充分，现在经为六弟妹安排得妥当，我们一路平安到达平州的问题不大。然后我想说的是，这样一来，周达跟着我们，那用处发挥不出来了。另外就是北境那边，二娘、老二、老二媳妇儿和4弟妹他们就地流放平州，估计什么准备都没有，还带着5个这么小的孩子，我真是非常担心呐。我现在的想法是，让周达分出一半的人北上，直接撵上去暗中保护他们，剩下的一半并入杨威镖局中。这样一来，他们这边也有30多个壮汉护送他们前往平州，加上他们3兄弟的武力值，足够应付一切意外和危险了。六弟妹，
你是怎么扳倒谢少两家的啊？吕宋离诉说了针对四皇子当时的处境以及国库空虚的实际情况，他们吕家是如何布局的。厉害，厉害！还好，其实和你们行军打仗是一样的道理。在敌强我弱之下，我们需要尽可能的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山川地势、天气雨水等等第三方因素或者借势。而我所利用的不过是人心。人心是很幽暗的，同一阵营里，主将和副将之间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诉求。一听到打仗，秦胜的眼睛一亮，他这句话让秦家三兄弟都点了点头。在明确我要达成什么目的的前提下，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它有利于我达成目标。我试借了四皇子的事，我明白他的痛点，他的核心需求，我为他提供最优的解决之道。我为他做了这么多，难道他还会吝啬和我做一笔你好我也好的买卖吗？六弟妹，我现在终于明白谢战为什么会被你扳倒了。谢战很厉害吗？被我扳倒不正常吗？谢战很厉害吗？被我扳倒不正常吗？六弟妹，你别看谢家现在树倒猢狲散，但是谢战很厉害。谢氏近几年的发展很快，你应该有所了解。谢战在14岁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谢氏的权柄，15岁之后协助他爹带领谢氏一族一路跃进，他绝非泛泛之辈呀。再厉害他也只是个人，他只要是个人就会有问题，有了问题我们就能解决他。照你这么说，别人也能这么解决我们呢？我们也是人，也会有问题。谢战这次输在哪？他是步子迈得太大了，扯着蛋了。他一跃而进，登上了四皇子这艘船，还把原先占据 C 位的薛怀民给干掉了。自己空降，周围有他的盟友吗？没有，全是敌人。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多的结交朋友，尽可能少树敌，互为犄角，守望相助。吕宋离不知道他这番话教出来了几个什么样的战略家和军事家，反正在以后的战役中很是让敌人头疼。离开长安600里后，杨威就告诉徐正，他们吃光了一马车的粮食了，现在空出来一辆马车，他们可以让行动不便的老人妇孺坐上去。你们怎么说？好家伙，这刘范连马车都坐上了。头儿，你做主，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咱们都没意见。那行，那我去做主吧。于是徐正一挥手，秦家的女眷和孩子们都上了马车。前面有个村子，我们去问问村长有没有空的屋子让我们借宿一宿。请问有人在家吗？门里的那位老汉，我看到你了，但你放心，我们不是坏人，我是朝廷的一名押司，我身边这位是扬威镖局的总镖头，是负责护送富商及其货物的，都不是坏人。我们进村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问问贵村有没有空的屋子借给我们休整一下。这个你们要问村长啊，村长家就在前面，你们往前走一会儿就到了。啊，好的，谢谢您了。他们刚往前走没多久，一个矮小的老头就带着7、8个壮汉，双方直接碰上了。哎呀，各位差爷莫怪呀，我们村之所以防备陌生人，那实在是怕了呀。徐正先问对方贵姓，然后又连忙问他那话是怎么回事。嗨，这是造孽呀！距离我们清溪村200里外有一个叫做青龙寨的山寨，时常掠夺周边的村子。我们清溪村半个月前被他们抢了一回。你们刚才声势浩大，我还以为是青龙寨的山贼们又来了。这青龙寨这么猖狂吗？哎呀，那可不。官府就没管吗？管了也没用。青龙寨坐落在地势险峻的苍山半腰上，那里呀易守难攻，官府倒是派过兵来，但是总是剿不干净呐。
反正青龙寨的人一来，只要我们乖乖的按他们的要求交出足够的粮食，他们就不会杀人，也不会糟蹋妇人、抢人儿女。至于粮食不够吃，哎呀，那就勒紧点裤腰带，多喝点水呗，饿不死人就行。感情这青龙寨将这方圆百里都当成自己的鱼塘了，是懂得走可持续发展路线的。只是这样一来，这青龙寨不就等于第二个朝廷了吗？百姓们每年给朝廷交了税之后，还得被这青龙寨给盘剥一回。而且作为普通百姓，不被烧杀抢掠，那不是应该的吗？各位大人呐，是想问问咱们村子有没有空屋子吧？是想借宿是吧？对呀，陈村长，你看我们的人有点多，能不能安排一下？哎呀，放心吧，空屋子咱们村倒是还有，就是可能一下子安置不了这么多人呐。没关系，我们可以打地铺，然后挤一挤。陈村长，麻烦带路。陈村长啊，这个你拿着，就当是咱们借用房子的费用。不，我不能收啊！哎呀，你就收下吧啊！哎呀，杨兄弟呀，我不要钱，如果可以的话，你们能不能给我一点粮食啊？那行吧。村长他娘陈婆子领着一个7、8岁的男孩子过来和他们道谢。哎呀，你们是好人，这大雪封路不好走啊，你们还折回去另外绕路吧。杨威谢过他的好意之后，又给对方拿了2个杂面馒头。这时吕明志悄悄找到他，和他说：二姐，接下来2天会有大雪，咱们还是在清溪村待2天吧。好，这事儿我知道了，我会安排的。吃饭的时候，吕家姐弟俩不知怎么的，挤挤挨挨坐到了一块儿。二姐，这个好。喊出来之后，吕明志连忙捂住嘴。娘啊，这活太难了，太为难人了。哎，这蠢弟弟啊！差役们紧张死了。不用紧张，各位差大哥，想必这些日子以来，你们也看出点什么。我们今天索性就不隐瞒了。你们刚才没有听错，我旁边的这位，我弟弟吕明志，那2位分别是刘二喜和莫斌。杨威镖局受他们所雇，前往平州做生意，所以他们顺便照拂我等一二。我和大家坦白这些，主要是觉得，首先我们不是敌人，有共同的目标，平安抵达平州。然后我们和各位差大哥其实并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必要相互防备、算计，甚至出手。再者，如今又有青龙寨这个强敌在侧，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团结友好，一致对外。你们觉得呢？差役们相互看看，然后点点头，认可他的话。青龙寨大约有400多口人，其中青壮有200出头，长治1个寨主，4位当家。除此之外，大当家裘海身边还有1位心腹，这6位管理着偌大的青龙寨。青龙寨经常被围剿，当家的每有损失，就会被人提拔替补上去。每次被围剿，寨主总能够躲过一劫，故而这一带就有一个关于青龙寨的传言：铁打的寨主，流水的当家们。200多名青壮，咱们确实不能硬刚啊。这裘海貌似有点晕倒在身上啊。你们说这青龙寨既然知道了我们借助清溪村，会不会连夜来围了咱们呢？应该不会，这2、3年他们打家劫舍从未失手。接下来2天都是大雪，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他们已经笃定了我们插翅难飞，怎么会在这么艰难恶劣的环境下出击呢？可以说大雪天为我们争取到2天的时间，不过我们晚上也要加强警戒。最重要的是，咱们得在这2日内想出一个好办法来。时间还是很紧急的，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出来，集思广益嘛。大哥，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哦，我在思考你之前说过的那句话，为了我们的目的，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上青龙寨，既然我们不能硬刚，那我们能不能和这些被害的村子联合起来呢？想法很好，但是这一带的村民不行。且不说里面有没有对方的眼线，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动员工作。其实最好的是可以和官府合作。哎，对，如果能够忽悠官府出兵剿匪就好了，趁他们打得火热，我们就可以偷偷开溜。你这么猥琐的吗？明智，你还记得张宪吗？是爹之前在红生酒楼训斥严华严御史时提到过的严华的弟子。就是他。先给他写一封信吧，看看他态度怎么样。这封信六弟妹不能写。是的，明智，你来。这封信明智弟弟来可以，由他执笔，合情合理。于是这封由吕颂礼口述、吕明智执笔的信，在1刻钟左右就完成了。而且不同，你一定要给老爹去一封信，和他老人家解释，给张宪的许诺是你的意思，我只是代笔，与我无关啊。放心，爹不会怪你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而且作为老子，不就是给儿女收拾烂摊子的吗？哎去，哎呦我去，哎去，哎呦我去，哎呦，你不是着凉了吧？哎呀，这指定是哪个老王八蛋或者小兔崽子惦记我呢，让我来扒拉扒拉，看看最有可能是谁在惦记他吕爷爷。哎，也不知道闺女和女婿走到哪儿了。就算再慢的话，也应该到洛阳了。哦，这是走了有1/3这样了。差不多吧。哎，最近呐，你要低调点儿。这我还不够低调吗？除了大朝，我能不露面就不露面，就算去上朝，那我都不开口了，都快成了锯嘴葫芦了。乖，咱们这阵子别冒头啊！女儿不在，你要是不小心冒头了，这被人算计了可怎么办呢？苟着吧，等过了这段时间，咱们就能离开长安城了。你要是闲得发慌，就帮帮大儿子，他最近都累瘦了。你也太过心疼他了，男人在外边那摔摔打打很正常，累点也正常。我在朝廷那就不累吗？啊，如履薄冰，不止身累啊，我心也累。瞧瞧人家是怎么说的，如果世叔觉得小侄还堪一用，请回个口信，小侄稍后会送来详细的计划。如果张叔看不上孩子的打打闹闹，能不能为我等晚辈提供一点小小的帮助，比如给我们提供一下官府收集的有关青龙寨的消息什么的，小侄在此拜谢，望来信。这封信确实写得不错。如果我说写这封信的人才14、15岁呢？长安城长大的孩子这么厉害吗？你怎么看？不若属下先去见见人，看看对方的计划，再做商议。不，有备无患，我们这边先准备好兵力，这事儿一定要保密，执行任务的人进行仔细甄别，对于不确定的差役，宁缺毋滥，谨防走漏消息。如果对方真拿出具体的计划，我就配合。拼了！反正之前亲自主持的剿匪都失败了几次了，不差这一次了。万一成功了呢？苍山青龙寨，多亏了先生足智多谋，咱们青龙寨才能在这几年发展壮大。新的一年，愿我们青龙寨越来越好。大当家的，清溪村的眼线传回消息来了，说他们村来了一只肥羊，是一支车队呀。进村的时候，那10几辆马车呢，据说上面全都是物资啊。这支车队都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富商，还有他们雇佣的镖师。哦，对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押司的4个差役，他们负责押送流犯前往平州。
哎，这里面怎么还有押司差役和流犯呢？而且这个时节也不是押送流犯的时节呀。你知道流犯有几个人吗？是什么身份？这时间太短了，打听不出来，只知道带着镣铐的是3名青壮年。大当家的，咱们山寨目前那还是挺富裕的，不缺吃喝用度，要不然就放过他们吧。喂，薛先生此言差矣。我们青龙寨目前是吃喝不愁，但是肥羊也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青黄不接的3、4月份要来了，不得多做点准备啊。哎呀，可是我觉得这批人有些特别，还是小心为上啊。对呀，怕啥？正所谓富贵险中求，我们是山贼啊，干的就是刀口淌血的活儿，还能怕这怕那吗？对呀，几个押司和差役而已，先生怕他干嘛？哎呀，薛先生就是胆子太小了，10次有5次都不建议咱们冲。都闭嘴，不可对薛先生出言不逊啊！薛先生勿怪，我知道，不管是先生还是兄弟们，都是为了青龙寨着想。哎，大当家的，我都明白。至于这一票，大当家的，干吧！这是咱们今年第1票啊！开年之后的第1票干成功了，那就预示着咱们青龙寨今年都要红红火火的。对，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干他娘的！就是啊，有肥羊经过，那干嘛不宰呀？看来这青龙寨不能再待了，骄兵必败。即使这次侥幸得手，本来干的就是提着脑袋的活计，还这么轻狂，10条命都怕是不够送的呀。不急，现在外面下着大雪，咱们接着喝酒吃肉。对，喝酒吃肉，正好让他们放松一下警惕。等雪一停或者变小些，咱们就立即出击，杀他个措手不及。我知道咱们清溪村是谁在给青龙寨通风报信，我可以告诉你们。哎呦，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呢？孩子，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我知道你们想对付青龙寨，我可以帮你们。你几岁了？读过书是吗？你想要什么？我今年10岁了，我读过一点书，我想要跟你们走。哎呀，你这孩子主意咋这么正呢？孩子，你现在10岁了，你留在清溪村，再过几年就能长大。清溪村有你的亲人，你家，还有你爹给你留下的2亩地，还有房子。等你长大了，就能自己做主，日子就会越来越好起来。这是一条很平凡却很安稳的路。哎，就是这样，谁不是这么走过来的呢？但是如果你跟着我们，会走上另一条不安稳的路，会很辛苦，很不容易，甚至会有死的可能。你还愿意跟着我们吗？我不怕。你看看这孩子的筋骨怎么样？还行。行。陈阿婆，陈村长现在在家是吗？能不能和你们谈谈？他喜欢陈长安这样的人，他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即使经历了那么多生活的苦难，也没能将他的棱角磨平。夜幕降临之时，薛许背着一只小小的包袱从一条小路里钻出。薛先生，晚上好啊。谁？刀剑无眼，大家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呀。俗话说，春江水暖鸭先知。薛先生不愧是青龙寨的军师智者，这先知先觉的能力真是厉害。不，薛某担不起这样的夸奖啊。2位贤伉俪是目前借住在清溪村吗？薛先生真是聪明人。2位在此是专程等小老头的吗？是啊，我们专程在此等候，有请薛先生随我们回去清溪村小住2日。哎呀，你们请人的方式太别致了。好说好说。其实我在青龙寨就是一个小人物，吃闲饭的，
两位贤伉俪啊，能不能高抬贵手，放薛某一马呀？薛先生太谦虚了。真的，薛某就是一个糟老头子，自认为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啊。薛先生这话我信，就凭薛先生上苍山之后，青龙寨这2-3年来甚少杀生了。苍山附近的居民们虽然日子过得很艰难，但好歹没有丢命。不敢当，不敢当。先生的功劳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暂时还不能放薛先生离开。行吧，你们不介意养糟老头子2日，那糟老头子就跟你们回去吧。薛先生，冒犯了。就在这时，一头刚成年的小鹿从边上窜了出来。秦胜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时，就搭弓拉箭射向了他，一箭毙命，小鹿缓缓倒地。快，谁拿水壶来？趁鹿还是热的，赶紧放血。这鹿血可是大补之物啊！有谁带了大米吗？带了的话，把大米浸到鹿血里，回去再把大米给晾干。想吃的时候拿着鹿血米熬点粥，这样就不会浪费鹿血了。六爷，我带了点儿，大概有3-4斤这样吧。哎，你们带些饼子干粮我都还能理解，你带几斤米做什么呀？又不能生吃。你管我呢？这不就派上用场了吗？嘿，行吧，你厉害。兄弟们嘻嘻哈哈的忙碌着，很快鹿血就被放完了。六爷，这鹿茸留给你吧。啊，滚！谁不知道这玩意儿大补那啥呀？我又不需要。能否请您帮个忙？什么忙？您应该猜到了，我们想彻底拔除青龙寨，所以想和你打听一些消息。如果能得到您的帮助，那就更好了。你就不怕我给你们一些假消息？你没那个必要，不是吗？青龙寨是个山寨，在你之前作恶多端，即使你在山寨的时候也没好太多。再者，你都决意离开青龙寨了，必然是他有不妥之处。而且我观薛先生挺爱惜自己的，人又聪明，应该不会拿自己的安危来开玩笑吧。他可真会说话，什么爱惜自己，这薛徐分明是贪生怕死才对。学到了。行吧，既然你们想知道，那小老头儿就跟你们说说，就当是答谢你们这顿盛情款待的饭菜了。秦家3兄弟徐正、杨威以及张宪等人准备围剿青龙寨了。他们围剿青龙寨，你不去，这不担心吗？不担心，我们已经拟定详细计划，即使有什么突发情况，我也相信他们的应变能力。薛先生，我挺好奇你这个人的，你咋不说说自己的根脚呢？发了！没想到青龙寨这么豪富。哎呀，这果然是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呀。兄弟们，你们抢我们词了。这词儿正是我们昨晚说过的，难怪听着耳熟。裘寨主说的很对，果然是富贵险中求啊。哎呀，大人呐，你这次搏一搏，那真是搏对了呀。就别说了，什么富贵险中求，说这话的人现在尸体已经凉了。哎，六爷，前面好像是个山洞啊，进去看看。六爷，里面好多宝贝啊！阿坤，你过来，去把这事儿悄悄地和我大哥三哥说，看看他们要怎么安排啊。没多久，他们就带着人将后续的扫尾工作整理完毕了。张大人，那这些我们带走了？带走，发财了。常大人，不如让我们兄弟先帮你们把东西运下山，如何？我们后面走也没事。也好。在吕宋黎一行人离开通华县时，谢赵两家此时刚到襄阳。
他娘的，这种鬼日子到底要过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是吧？到了岭南就好了。赵家人见到了赵玉潭，态度也很是冷淡。阿谭，你怎么来了？赵文宽朝他看了过来，只觉得他这模样很熟悉。你是不是又做那劳什子预知梦了？说说，你又梦到什么了？我梦到秦家反了，秦胜成了人人敬仰的少年大将军，秦恒挥师西进，最终兵临长安。什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兵临长安城了，那是什么概念？即使秦家是反贼，那肯定是打出了一片天地了。秦家能挥师北上，陈兵长安，说明宋氏朝廷已无兵可用，无将可遣。长安破城，岂非时间问题而已？天，大哥、二哥、三哥，我话还没说完呢。还有什么没说的？我还梦到夫君作为百官表率，遂先打开城门迎秦兵入城。还梦到夫君作为百官表率，遂先打开城门迎秦兵入城。等等，长安城门是妹夫亲自打开的，妹夫还成了百官表率。如果这预知梦是真的，是不是说谢家最终还是重回长安，并且妹夫最终站在了权力顶端？那我们赵家呢？不对不对，你知道你在梦里是什么身份吗？秦六夫人还是谢夫人？这个才是关键。如果是谢夫人，这样的预知梦就太可怕了。如果妹夫能重回权力巅峰，那也只是一个臣子。另外就是得罪过秦家的他们，注定在新王朝里不受重用。如果他的身份是秦六夫人，就说明这个预知梦是之前梦的延续，也就是说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他预知的梦境应该不准了。秦六夫人，也就是说自己妹妹在预知梦里竟然以小王爷兼大将军一双的身份下嫁谢家一个臣子，这很可以。大家别丧气，说到底那梦也只是一个梦而已，这并不是未来一定会发生的事。现在的情况早已经和阿谭的梦境不一样了，结果肯定也是不一样的。预知梦啊，原来如此。咱们废话也不多说，直接开始吧。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小试牛刀，先把李家村的柴胡和连翘给收上来。大哥，你和徐押司一起将我们车队各种物资清点一遍，最后汇总登记造册，确认我们目前有多少可用的资金。三哥，你和杨总镖头一起先去挑一些人，这些人最好是面善一些，能言善道一些，或者有点语言天赋，学方言特别快的。从中挑出来的这些兄弟们，安排2个人去附近村子打听一下往年小商贩们的收购价格。我呢？需要我做什么？六爷和胡哥的工作保持不变，继续护卫我们的车队安全。另外就是一路上需要多打听打听当地药材商贩和名气大的医馆等等信息。接下来吕宋黎发挥专长，开启药材品质鉴定之旅。郭大兄弟，做买卖嘛，挣点就算了，永远别想着挣最多的钱。药材的价格太不稳定了，你拿到年终占用资金不说，就一定赚钱吗？不一定吧。你还不如卖给我们，先挣他一笔，落袋为安。然后你手头上也有活动资金，以大兄弟你敏锐独到的眼光，等发现什么好的项目也能及时下手，不至于白白错失赚钱的好机会。薛许看着已经陷入沉思的郭茂，心里知道这人已经被忽悠得晕头转向了，要上当了。果然没多久对方就松口了。打铁需趁热，吕宋黎立即叫人提着银子跟他回去交割药材。你这张嘴还真是厉害呀，真是深得汝父真传呐。啊，不对，应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吕德胜那个家伙只会将人劈得体无完肤，恨不得没来这世上一趟。而他这个女儿呢，更不得了啊，棺材都能被你忽悠的打开盖儿。我哪里说错了吗？是，你没错儿，
薛先生认识我爹啊？你爹在朝堂上那么有名，这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就这样，在穿越冀州时，他们一路走一路交易，主要是和当地的药材收购商人进行交易，交易物品是品质上乘的道地药材。他们现在暂时驻扎在幽州边上的一个小镇边上，这会儿吕宋离就打算将大部分药材陆续出掉。目前已经和秦衡说过，让他派人去幽州主城打听能吃得下他们这批货的买主的消息了。他们带着药材样品去的，没多久打听消息的人就回来了，听到他们打听回来的价格竟然是他们收购价的3倍时，所有人都吃惊了。好多钱呐！哦哟，原来走商这么赚钱的吗？赚钱速度这么快的吗？你们不要觉得这个很暴利，你们想，走商风险大，大家出门在外难免会遇到各种灾祸意外，自然灾难、人为祸患，比如说山贼、土匪等等，一不小心就是血本无归，甚至背时一点，连小命都要搭进去。故而这些风险我们也要算进我们的成本里去，光是这个风险值，成本往上涨5成，不过分吧？不是啊，二姐，这样子算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不要说话了，让你姐说。小老弟，你觉得我这成本加得狠了？我们这一路可以平平安安，都是大家的功劳，还有你二姐夫的功劳。六弟妹说的对，其实冀州这一带山贼土匪多得很，主要是我们一行40-50人，壮年男子就有30-40人，杀气重，而且看起来非常不好惹，这才避免了很多麻烦。最重要的是，大家当初齐心协力将青龙寨给干趴下，青龙寨被人连根拔起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兖州，并向冀州辐射，冀州一带的山寨应该都有所耳闻。所以这一路平安是我们凭本事挣来的，但并不代表风险不存在，成本往上提5成是应该的。行吧，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算你有道理。还有，我们这一路上的损耗也得算上，再涨5成成本。奸商，就算他们不沿途收购药材，他们也要走这条路前往平州的，难道就没有损耗了？他还要把这些损耗当成了成本，摊到了药材成本上面。这么一算，你们还觉得我们赚得多吗？赚2倍盈利是我们应得的，大家心安理得的收受就是了。师傅，我觉得我们的药材品质不错，价格还能再往上走走。你觉得还能上调多少合适？我觉得再上调产地收购价的5成是可以的，但是我更建议上调3成或者2成，因为这样会更利于我们出货。5人考虑得很好，就按他说的来办，价格就这么定了，大家去忙吧，辛苦2天，争取把这批药材全部变现。大家都散了，秦胜没走，打了一个直球。你对5人有点不一样。有吗？5人儿，每次听到这个名字他都想笑。秦胜悠悠地看着他眉眼含笑的样子，不明白为什么他一看到5人就会很开心。吕宋离抚额，他这下是看出他家大宝贝儿不开心了。天知道，他只是想起后世的5人月饼啊，拉着他到旁边的小树林去好好安抚了一番。这个人的学习能力也太强了吧，而且肺活量真的很好，学会换气之后能直接把人惊晕过去。1刻钟后，从小树林里出来，吕宋离捂着嘴，心里骂骂咧咧。男人都是牲口，小奶狗亲起人来也凶得很。不过这腹肌手感真好啊！在回到驻扎地时，吕宋离停住了脚步，看向一边笑得傻兮兮的少年。别这样笑，笑得这么浪荡，是个人都知道咱俩干了什么好事。笑怎么了又？吕宋离伸出双手给他捏脸，他才搓揉了几下，就听见秦胜冲着他身后喊：“娘！”阿里阿胜，你们回来啦？刚刚晚饭吃的有点多，出去转了转，消消食儿。
吕宋离说完，找了个还没洗澡的借口就溜了。阿胜，让着你媳妇儿点儿。秦胜疑惑，他还不够让他的吗？他打不还口，骂不还手，他丢下自己就跑了，他也没说啥呀。药材出售的事儿进行得很顺利，7万两的现银，吕宋离全部直接兑换成黄金。各位，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这些黄金都是我们这大半个月努力挣来的。现在咱废话不多说，开始分钱。好，哎呀，六舍夫人爽快！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这些黄金都是我们这大半个月努力挣来的。现在咱废话不多说，开始分钱。好，哎呀，六舍夫人爽快！六少夫人大谢。这一夜的驻扎地注定是个狂欢之夜。各位兄弟，经过我们商量之后，决定拿出3000两，奖励那些在这段时间表现非常出色的个人。人数不多，只有6人，每人500两。下面我念到名字的上前来。惊喜，这绝对是大惊喜。这6个名额都是在第3、第4梯队里甄选出来的。被念到名字的人很激动，没被念到名字的也暗决定以后要更努力。毫无疑问，这一次秦家是最大的赢家，光是现银就分到了2万多两。老弟呀，你不知道，我们这些镖师苦啊！我们要是一直窝在镖局里，1个月也就拿个2两银子，出去走镖能多赚点儿，但出去走镖都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也就多挣几两碎银。哎呀，老哥，我们当衙役的不也一样啊？可能挣的钱比你们多一点儿，一年押送2趟犯人下来，那也能有个50、60两银子吧。但是我们当押送犯人的差役，那也是很辛苦的，一年4季，鞋子都不知道走断了多少双，这苦谁能懂啊？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我作为家主不得不说，从天溪29腊月18接下来的几年，是我们谢氏一族至暗的时刻。从劫难开始一路走来，我们牺牲了太多族人了。看着一条条逝去的生命，我深感心痛和惋惜。心痛那些老人和孩子，惋惜我谢家的轻壮，同时我也痛恨自己的无能。家主，这事儿不能怪你，这不是你的错呀。是啊，都怪吕宋离，他太狠了。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将来吧。我相信对于我们谢氏一族而言，至暗时刻会过去的。我相信我们谢氏不会就此而亡族灭种的。总有一天，我们能够打败对手，我们谢氏一族能够重回从前的荣光。对，一定能的。但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就可以做到的，需要大家伙儿一起努力奋斗。大家愿意和我一起努力吗？愿意。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努力。我们可能需要努力1年、2年，甚至3、5、7年，但是我谢战不会放弃。不放弃。你们还是孩子，本来呢，我们做父母长辈的有义务养你们，负责你们的吃穿用度，像以前那样给你们每个月发月例。但是现在情况特殊，我们被流放了，所以我们大人保证了你们的1日3餐，除此之外，零嘴什么的都是没有的。你们的月例暂时也没有了，可以接受吗？一些客观事实纳入考虑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你们孩子嘴馋，所以我们大人商量过后，允许你们动用自己的私房钱买零嘴。孩子们觉得有道理，也同意了。爹娘，给儿子点零花钱呗。儿子，我们也没钱。骗人，当初爹娘都分了好多金子的，后面爹又分了1次，你们是不是不想给我花？我们也存到你六婶婶那里去了。
之前六弟妹找过他们几个长辈，把他的打算和他们说了。他这么费心也是为了孩子们好，他们这些长辈怎么能不配合呢？该，之前让你存在你爹这儿，你不存。那我为谁要钱去？我的糖是不是吃不上了？三叔三婶，你们把银子存六婶婶那里，她给你们几个点呢？10个。为什么六婶婶给你们那么多，给我们那么少？是看不起小孩子吗？你六婶婶说我们的银子很大笔，是大额存单。几个孩子闻言撅嘴，这是觉得他们金子少了呗。秦瑜在爹娘、祖母、大伯那里都问了一遍，没要到钱。小家伙的目光最后落到他六叔身上。六叔，能不能借点给鱼儿？六叔也没钱。你去问六婶婶要吗？她还会不给你吗？你这话让我怎么回答嘛？六叔好惨。小屁孩，你这是什么眼神？当初你六婶婶还没进门时挣1万多两，还专门拿2000两给我当零花呢。就这样，我媳妇儿能不疼我？李德胜在信中说了一些秦家流放之后长安城的消息。谢战将左安民推了出来，帮助新帝对付4大顾命大臣。目前4位顾命大臣以2两联手。谢战不愧是谢家最杰出的子弟啊，他还在狱中，怎么敢肯定他推荐的人新帝会用？对于新帝而言，好不容易地位到手，即将享受胜利的果实，却被先帝安排了4位顾命大臣辖制他心底肯定很难受，恨不得立刻将这4位顾命大臣掀翻。新帝估计在林冉拿出第3道遗诏，得知先帝给他安排了4位顾命大臣的时候，就有点后悔过早处置了谢战。只是皇帝都是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的，加上宋墨当时刚刚确定他继位，如果他因为后悔将谢家放出来，继续重用谢战，这自打嘴巴的行径不仅有损他新帝的威仪，也会让他显得不成熟。你们说谢战怎么会选择流放岭南呢？北境西南也可以的吗？他不傻，北境秦家经营了这么多年，他们流放北境是找死吗？好吧，那他就只能选择西南或者岭南之地了。如果我是谢战，我会选西南地区，容易收服人心，在上下一心发展当地，更容易出成绩。但是谢战他习惯和人斗，习惯于谋取那些现成的看得见的富贵，而且这是他的长项，也是他能把握的。这就不难理解他将岭南作为赵谢两家的流放地。爹在信中隐晦地提了一句，他收买了一个押司，让他在路上看看有没有机会除掉谢战。不愧是我爹，和我想到一起去了。爹说那个押司把钱退了回来，说之前答应的事做不了，不过也不是没有收获的，因为对方失信，决定呢免费送他们点消息作为补偿。谢赵两家从下狱到流放死了很多族人，4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5岁以下的孩子，所剩寥寥。赵谢两家这是要断层啊！这个断层现在危害不显，等到后面谢战就知道厉害了。另外，对方说谢战太可怕了，他们这一路20来个官方成员被他用计分成了几个小团体，他们对谢赵两家有恶意的、不听话的都被弄死了。直到他写下这封信，押司死了2个，差役死了4、5个，死因莫名其妙，死的意外又突然。这一趟是他押司生涯中最惊险的一趟了。他们这一趟押送犯人的押司加差役一共20多人，死了1/3了。这死亡的数字还有可能会继续往上走，太危险了。等这次平安回去，他就活动活动，调个职位，再也不干押司了。最后岳父在信上说道，那个押司还告诉他们，现在谢赵两氏族人恨他们吕家恨得要死，让他们小心。说完这句，秦胜便将吕宋离拉走了。
如果没有六弟妹一开始的提醒，以及后面他层层的安排，那么谢赵两家如今的惨烈状况，就是咱们的写照。瞧，谢战，多厉害的一个人呐！在流放途中，都还让4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5岁以下的孩子死了那么多。咱们刚出长安城那会儿，天气多恶劣啊！别说老人孩子了，几个大男人穿着破旧去厚实的衣服，都有点受不住。而且咱们还是往北走的，我媳妇那会儿刚生完孩子，恐怕在大理御史就撑不住了。还有娘。不，大哥，你忘了，还有在大牢中，波春玉欲对我们严刑逼供时，如果不是六弟妹拿出免死金牌，阿胜娶到六弟妹，真是三生有幸啊！怎么了？谢战不要脸！这一整个事情里，你是最无辜的那个。谢战他怎么还有脸把错全推到你一个人身上的？他的心里未必是这么想的。我为你打抱不平，你还帮他说话？谢战这么做，让全族人来恨我，恨吕家，目的是想让族中的人一致对外，避免内斗内耗罢了。他竟然是这个目的，他好阴险啊！没事儿，且不管他，等后面我腾出手来再做计较。等有合适的机会，他要手动给他们提高一点副本难度，不然就对不起他们将他当成副本 BOSS 来推的这个目标了。谢战是不是很厉害？确实还挺厉害的，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媳妇儿我更厉害哦。你和谢战过招，我跟不上你们的思路，我是不是有一点点没用啊？乖，咱不和他比这个，你的长处啊不在这方面，他和你没有可比性。那你觉得我的长处在哪儿啊？你领兵作战的能力很强，一路走来我们全员无损，你的功劳很大。想想咱们这一路走了2000多里地，其中不乏危险之地，是你指挥有度，侦察到了，才让我们避免了很多危险。你瞧，谢战那么聪明，谢赵两家一路减员非常严重。显而易见的，一个队伍里光有聪明的领队是不够的，还需要你这样的将才。除了这个呢，我就没别的优点和长处了吗？想知道？哦，当然想知道了。走，咱们去那边细说。秦胜一看，前方是一束小树林，他偷偷的左右看了看，发现没人注意他们。后面他立即反客为主，拉着他直冲小树林。不用管这些外乡人，先把那个奸夫给我抓住！好心的陌生人，求求你们，救救我表哥！外乡人，我劝你们少管闲事。哎，马老太，不然就算了吧，教训过就行了。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老马家娶个媳妇儿容易吗？敢偷我们老马家的媳妇儿，非得给他一个教训不可。马中平，你说我齐真娘为什么要和你和离？莲儿是我们唯一的女儿，明明大夫说过她的耳疾是可以治好的，只要在3岁前我们攒够银子给她治。每攒到一点银子就被你娘来搜刮走，现在莲儿都8岁了还没治好病呢。你娘说我们一起挣的银子她拿走，孝敬长辈是应该的。好，我认了，但是我和我表哥借的30两，为什么他还要拿走啊？你既然护不住妻子，护不住女儿，我和你和离有什么错？呸，说的好听，你分明是嫌贫爱富，嫌弃中儿，然后和你表哥有一腿，想和离后改嫁给你表哥，休想！大嫂，你们误会了，娘是拿了你们一点银子没错，但是她也是为了你们好，那些钱她给你们抓药了，想让你们补好身子以后再怀一个。对，是给我们抓药了，拿我们5两银子，给我们抓5文钱的便宜药呗。这娘，你别听着大夫忽悠，莲儿的病压根就治不好。就算治不好，我也愿意把银子花在我闺女身上，而不是浪费在你们这一大家子人身上。我娘说的对，你就是嫌贫爱富。六少夫人要救人。
我来吧，这点小事啊，哪用得着您出手啊？好，劳烦薛先生了。我告诉你，齐真娘，你生是我马中平的妻，死是我马中平的鬼，任何男人都休想将你从我身边带走。马中平提着一根棒槌，一边说着狠话，一边来到两人身边。他扬起棒槌，朝着孟云的头部就要往下打。怎么，你们想借机杀人？我们抓奸，关你们什么事？你可知，这一棒下去，他要没命的。这些人该死，坏我好事。他要是死了，你要一命抵一命，然后你们也逃不掉牢狱之灾。你休要胡说八道，别是死了，也是他活该。谁让他道德败坏，来偷我们马家的女人，奸夫淫妇！呸！我们没有，我表哥只是来马家村替我主持公道的。你还否认？你还否认？我们马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大哥，那男的是不是服用了50散？看着像啊。昏迷的男子叫孟云，乃我夫君先前的士兵。我夫君很早之前便将龙城的100顷地交给他看守。马老太身后另有其人，那是能肯定的，就是不知道是宗族势力还是官府势力。吕颂礼只说了这么一句，薛许瞬间明白了祸端因何，也明白了马老太打的是什么主意。关键还是得解决幕后之人。吕颂礼当然明白，幕后之人除了柳城的官府中人，应该还有一人，这人不是别人，正是谢战。村长来了。各位，这是我们马家村内部事务，你们外人插手，这不好吧？路见不平，自然要拔刀相助的。我相信他们是清白的，难道我们要眼睁睁看着你们草菅人命？这人不是还活着吗？他既然偷了我们马家村的媳妇儿，那总该有个交代吧，不然显得我们马家村好欺负。我和表哥是清清白白的，我可以以死明志。那你就去死啊！不要只是嘴上说说。如果我的死能证明我的清白，齐真娘啊，你先不忙着死，纵然你死了，他们也不会放过你表哥的。村长，我觉得这事儿吧，既然都到了这地步了，人打也打了，就算了吧，大不了让齐氏表兄赔偿点儿。是啊，总不能真要人家的命吧？哎呀，马老太对人家喊打喊杀的，过了吧？不行，这对奸夫淫妇必须进猪笼，否则我们老马家的面子往哪搁？嘿，死你娘啊！说实话，老子忍你很久了，人家清清白白的，你凭什么要让人进猪笼啊？你上下嘴皮子一磕，就说人家不清白，要人家的命，你以为你是谁啊？哎呀，疼死我了！天杀的，我被一个外乡人给打了！村长啊，你要为我主持公道啊！行了，你不要叫了，猪叫的都比你好听。你听到了吗？看到了吗？你婆婆想要你和你表兄的命，你死了，那她也不会放过你表兄的。你不是想和离吗？我们帮你就是了，用不着死。你表兄，我们也会救他的。你们真的能救我表哥，帮我和离吗？这位兄弟，俗话说，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呐。马村长，你可想清楚了，齐真娘和马中平都这个样子了，你还不给他们和离？人家闺女儿是嫁到你们马家村，而不是卖到你们马家村。还是说，你们马家村从来都只有丧妻，没有和离的？你胡说你！马村长啊，这样吧，直接报官，请女仵作来给齐真娘验身。如果证明他和他表兄没事的话，那你们就不要阻挠他和离了。如果他们真的有一腿，那就依律来判，如何？哎呀，这下被将军了。不和离，
我死都不会和离的。行，报官，必须报官。哎呀，那就报官去吧。六弟妹，这事儿交给薛先生就行了吗？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这件事情很明显不简单呐，还有大鱼未出。我已经让明智去帮他了，不用担心，问题不大。刚才我们隐约听到你提到谢战，这事儿和他有关？和他有点关系。这100顷地本就是从他手里得来的。这真是谢战设的局？这人的手未免也伸得太长了吧？这会儿谢赵两家还在流放路上，没到岭南吧？而且一路还和押司差役等斗得那么狠，还有心思给咱们这边添堵？设局应该称不上。这事儿他猜是谢战的手笔，是他随意下的一招险棋。他的用意应该是不管有枣没枣都打一竿子先。爷，马家人来了。事情办好了？没有。怎么回事？心腹小子将事情经过叙述了一遍。现在人已经在押来县衙的路上了，马家人的意思是想让您出手。蠢货，懂不懂什么叫死无对证啊？马家要是果断的将人弄死，后面的事怎么翻都翻不起浪来。现在弄得不上不下的，让爷来收拾摊子。心腹小厮不说话，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管闲事的是一群外乡人。对呀，听说对方好像是刀比利出身，状纸都已经写好了。多管闲事的家伙，爷这次非要让他知道什么叫是条龙都得给爷盘着。爹，马家村的人快到了，不过我已经和杨婆子打好招呼了。行了，这件事我来办，你乖乖的，别再给我惹事儿。他要去和县令打一声招呼，让他称病不出，把这案子交给他来审。贺大人在吗？乔大人有事吗？是这样的，外面呢来了桩农村人的官司，吵吵嚷嚷的。凭贺大人这些日子身体一直不适，下官觉得应该是水土不服的原因。这个病啊，那不能急，需要好好的将养，不宜操劳过度。哼，从昌黎到柳城不过是300多里，竟然也能扯上水土不服。所以大人要好好休息，外面那桩小案子就让下官替您分忧吧。贺大人，乔大人，刚才有人递了一张状纸上来。贺大人，您先过目。贺子琪抓着状纸，不管这个人是不是他等的那个人，这状纸他都不能视而不见。大概在1个月前，他接到恩师张宪给他寄来的信，信中提起了吕明志、吕颂离、秦家等人。恩师在信中重点提了吕明志，托付他方便的话就近照拂一下他们。这次的案子就由我来审吧，我来柳城也有小半个月了，说起来也没哪个人因为水土不服歇那么久的，而且我乃柳城县令，柳城终归是我的责任，总不能一直躲懒，把所有事都丢给你。乔寿义心中一沉，但是又无可奈何，接下来的事儿只能随机应变了。吕颂离这边，他们将就着安顿下来，就有人来回报说县令大人升堂了。丽丽，你笑什么呀？孟云和他表妹齐真娘的事情应该可以顺利解决。真的？你怎么知道的？不是正在升堂吗？媳妇儿就知道结果了？吕颂离扔给他一个本子，打开一看，里面每一页都是人名。看出什么来了吗？这个贺子期是我们的友军。聪明。丽丽，你说我能不能针对现有的武将也做一个这样的人名册啊？当然可以，之前我是不是说过，他只要是个人就会有问题，有了问题我们就能解决他。我们通过收集他的资料，然后不断的去分析他，肯定可以找到他的问题所在。丽丽，你这种缺胳膊的字儿能不能教我啊？这是什么破形容词啊？但凡简体字能说话，这肯定会哭的。丽丽，行，我教你。请对方
出示相关人证物证，来证明齐真娘与其表哥苟且私通。凭啥要我证明？叫骑士证明他自己的清白。证据呢？我亲眼所见，还能是假？她是我大儿媳，如果她不做那种丢人的事情，我何必揭开这样的丑事？这位大娘说的对啊，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如果真的没有这样的话，她何必揭开丢自己家的脸啊？马老太，我知道你和隔壁的小叔有一腿。你胡说八道，我撕了你的嘴！你凭什么这样说我？有什么证据？我亲眼所见。狗屁！的确是我亲眼所见。如果你觉得我说假话，那你自己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呀！你这是污蔑我！我污蔑你吗？那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你大儿媳与其表哥私通罪名，那是你提起的，你就有承担拿出证据的责任。你不能让你儿媳妇一个清清白白的人去证明她没有做过的事情，不然你也得好好证明你和隔壁小叔是清清白白的。你不能让你儿媳妇一个清清白白的人去证明她没有做过的事情，不然你也得好好证明你和隔壁小叔是清清白白的。我觉得人家这位老先生说的对，如果能不拿证据随意的污蔑人，被污蔑的还要忙着去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世界就乱套了。对啊，就该是这样的。像那位胡子大叔还有年轻小哥，他们要是烈性的，搞不好真的会切腹证清白，抵死证清白呢。当真蠢物，早点将人弄死，苦助于人犯地位调转，马下成为既定受益人。即便被告了，对方要拿出证据来也是很难的。骑士他闹着和离，不是有了奸夫他敢吗？还是那句话，证据呢？你要是拿不出证据，那这就是污蔑。大人，尽管马老太没有证据，但是无风不起浪，这骑士那不一定就是完全清白的吧？徐壮士，对于乔大人的疑问你怎么看？徐壮士，对于乔大人的疑问你怎么看？回县令大人，此案张状设于疑似，谤无见证之人或谤有见闻之人，其事全非疑似，疑似有罪却无旁证，虽有旁证而事实并无疑似有罪之情形。上书有言，罪疑为轻，公疑为重，举其杀不辜，宁实不惊。古人又云，刑疑摄从罚，罚疑摄从免，其当清查，能得其理。善。齐真娘与其表哥孟云的清白由官府盖棺定论。至于齐真娘和离之请求，问过齐真娘的意愿之后，贺大人便允了，还特允他将女儿一并带走。娘，我不要和离。县令大人，你不能这样判呐！接着马老太因为拿不出证据证明齐真娘与其表哥孟云有染，被贺子期判了个污蔑罪，打了10个大板以示惩戒。哎呀，乔公子，你替我们求求情呐！咱们不告了，求您让县令大人不要判呐！哎呀，乔公子，你替我们求求情呐！咱们不告了，求您让县令大人不要判呐！放手！乔公子，我们都是听了您的话才这么做的，您不能不管我们呐！胡说八道！我认识你是谁？您不认识我，我认识您啊！笑话！柳城上下认识我的人多了去了，我和你们马家大喜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县令大人，这老婆子胡乱攀咬别人，是该狠狠的打。马老太，你说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别人指使的，你可有证据？等等，证据我有。什么证据？他们给了我1包50散，我只给我大儿子用了一半，另一半收起来了。
你说我给你50散，那证据呢？50散是乔公子的长随拿给我们的，我们这样的穷苦人家哪里买得起50散呢？说得很好，证据呢？没用完的50散就在我家里。娘，什么事？剩下的50散被我卖了。马老太顿时一个踉跄，造孽呀！6少将军，孟云有负所托。好了，事情过去了，不用想太多啊。6少将军，您既然来了，就安排个人，我就把地过回去给您吧。以后属下还替你守着那地。秦胜看向吕宋离，吕宋离微微颔首，这地拿回来也好，他另有安排。哎呦，钟平还是好的，就是他娘造孽，现在好好的一个家就被他娘给拆散了。流水山，那个大叔哭了。正常，因为他后悔了。别看了，这绝对不是他第一次哭。可是他好像哭得很可怜。咱们不能只看到他哭的样子，要去思考他为什么哭，再来看看他可怜不可怜。马中平的可怜是他自找的。吕宋离这话其实是对齐真娘说的，后悔是最廉价的一件事儿。你这个女子怎么这么坏啊？宁拆10座庙，不毁一桩婚，晓得吧？真娘，你不要胡乱听信外人的话。你嫁到咱们马家村这么多年，我们怎么待你也清楚。听我们的没错，我们不会害你的。哎，真娘，这次钟平知道错了，你就原谅他吧，就当做为你们闺女着想。无论村里的大娘怎么劝，齐真娘都咬死了不回头。哎呀，真娘的心肠太狠了，一夜夫妻百日恩，况且钟平平日里对她也不错啊，说走就走。嗨，他表哥发达了，据说呀成了一个大地主，在龙城有一大片的地都是他的，人家踹了钟平，正好改嫁表哥，以后啊就能吃香的喝辣的啦。哎，你别说，一个妇人嫌贫爱富也正常。怎么能说她嫌贫爱富呢？如果她真的是这样的人，一开始就不会嫁给马中平。那就算是啊，他以前不嫌贫爱富的，他现在也变成这样的人了。我再说一遍，齐真娘不是嫌贫爱富，她只是懂事。啊，你怎么看出来柳城风气好的？柳城的风气当然好，你看，不管男的女的，大家都很懂事。男人懂事，一有钱就想多照顾几个姑娘，多纳几房妾室。姑娘家也很懂事，知道男人没钱就不和他在一起了，免得他辛苦。众人心想，第一次听到有人将男人好色纳妾和女人嫌贫爱富说得如此清新脱俗的。齐真娘就是这样啊，她现在知道马中平没钱，就跟他和离，免得他辛苦，这还不算是明理懂事吗？算，必须算。佳佳和珍珍记住了，以后咱们嫁人要擦亮眼睛，咱们作为好姑娘，不能给别人增加负担，特别是那些生活困难的，想嫁的话一定要慎重。人家生活都那么艰难了，我们还嫁进去，太不地道了。对吕宋离那番话，马家村的大娘们有心反驳，但是不管说什么，围观的人都会嘘他们。如此明显的被针对，他们最终只能是灰溜溜的走了。薛先生厉害。六少夫人认识贺子期贺大人。薛先生给人扣帽子的行为和咱爹一样的。薛先生的做法是对的，当我们遇到不平不公的时候，不要总去自省自己哪里做错了，有可能错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可是圣人言吾日三省吾身，挺好的习惯。二姐，你也这样吗？对，我也是这样。二姐，那你不是毛？吾日三省吾身，无没错。不愧是我姐。
还是那句话，能为难别人的就不要为难自己。别人都怪自己了，你还自己反省自己，哼，讲屁话没有用，让别人也反省反省他们自己。这就对了，强者有明确的攻击性，但他们所有的攻击那都是向外的，永远不朝向自己。薛先生在南地生活多年，能否和我说一说南地的事？来了来了，他来了。薛先生在南地生活多年，能否和我说一说南地的事？来了来了，他来了。南地宗族林立，氏族豪强当道。3年前我离开之时，南地世家望族主要有6家，顾、陆、朱、张、刘、陈6大姓。3年后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其中最有底蕴和实力的当属顾、陆2家。这2个世家底蕴深厚，家族人才济济，便是我当初辅助陈家最强盛之时，顾、陆2家亦不过暂避锋芒。陈家和朱家是在10年来缓慢升到前面的，陈家甚至冲到了第1，不过朱家保住了成果，所以死死坐在了第3位。陈家没保住，下滑到了末位而已。张家和刘家那都是老牌的世家了，思想比较僵化，没什么好说的。薛先生，能不能详细说说朱家和陈家的情况？薛先生，能不能详细说说朱家和陈家的情况？朱家是前些年我辅助陈家时联结的盟友。陈家在上升期时，陈家吃肉，那朱家也没少喝汤。后我与陈家业闹掰，反水报复陈家业，联合了3、4个世家，这其中就有朱家。朱家又分到了一块大肉，故而这些年朱家不进前2，皆能够力压张、刘、陈3大世家，稳居第3。至于陈家，我只能说陈家业此人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好，薛先生能否帮我一个忙？六少夫人请说。我想请您帮忙替陈家业陈族长引荐一个人。六弟妹啊，你不会想将谢战引荐给陈家业吧？六少夫人是想将谢战引荐给陈家业？吕宋礼点头之后，些许爽快地说：“这个忙我倒是可以帮。那麻烦薛先生了，这事要尽快。谢战，这是我的回礼，希望你能喜欢。薛先生，想必你也知道，我们在龙城有一片地，我欲让你带一批人留在龙城，以那一片100顷的土地为根基，经营龙城，不知你意下如何？”他们要不了多久就能抵达流放地了，在平州有他和秦家3兄弟坐镇，足够了。之前侦察队受伤的弟兄大概有6、7人，全部留在龙城，他们受的是轻伤，只需要略加休养就能派上用场。另外再划拨给你1000两黄金，可以吗？既然六少夫人信得过薛某，那薛某便当仁不让。龙城那片地与我大有用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其他的都可以不要，但务必要保住那块地。当然，前提是你也要在。秦衡、秦昭、徐正、杨威等人都被吕宋离的大手笔震撼到了，加上那100顷地，他几乎将大半副身家都托付给了薛许。薛先生，我最后说一句，你所做的一切决定，务必要以人为本。须知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则人地皆存。切记。最后，薛许一拱手，转身带着6名侦察队的成员离开了。如今这宫中的前朝都乱糟糟的，要是太子还在，何至于此啊？哎呀，那确实啊，太子从小接受正统的帝王教育长大的，
在治国方面，那应该会比现在这位好很多啊。现在咱们这位确实不太行，想当初先帝还在时，大朝会也不是每次都去的，但朝堂各司都井然有序的，哪像现在这样，单早朝都乱糟糟的。听说那些大人像菜市场的大娘一样不成体统。是啊，亲帝对朝堂的掌控力确实不如先帝呀。人先帝用着吕德胜，就将朝堂理得顺顺的了。听到这些，先帝难受了。先帝有吕德胜，他怎么不能有一个张宪了？听到这儿，他已经不想再听下去，当下就着人将里面嚼舌根的2个小太监拿下，并让人清查其背后之人。进入辽西郡之后，兄弟们格外的注意当地的药材品质和价格。六少夫人呐，实在是这里的药材太便宜了，不把他们收回去，那都对不起他们呐。这事儿我就不牵头了，这回啊，让5人来挑大梁，你们协助，我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帮你们把关什么的。5人，他行吗？试试，他来总比你们自己来强一些。几百两，200两，400两，800两。兄弟们，大家少投一点呐！少废话，写你的就是了。就是啊，你只管记录就行了。我怕我难当大任，万一让你们血本无归，那我真是要以死谢罪了。呸！别乱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就是，既然六少奶奶说你行，那你不行也得行。对呀，我们可不是相信你，我们是相信六少夫人的眼光。月饼啊，六少奶奶指点了你那么久，是骡子是马，那总得拉出来溜溜啊！你可别给六少夫人丢脸啊！我也投1000。六少奶奶，你也来凑热闹啊？好好干，我相信你。这边车队队员们投钱投得火热，这边秦家、秦寒、秦瑜、秦真几个孩子又来找到吕宋黎，说他们也要投钱。如果亏本了呢？那咱们还有存在六婶婶你这里的一半，就一起花呗。也行，你们决定了就行。六婶婶，将我那份和余弟那份取出来吧。你们提前取出来，利息可不能按照7个点算哦。而且小鱼，因为你没有抵押物了，我需要强制收回借款以及相关的利息。可以。等吕宋黎将2块大小不一的金子放在2人面前时，秦瑜张大了小嘴儿。刘婶婶，我只剩下这么点金子了。需要我和你算一算，你在我这里借贷了多少次吗？又产生了多少贷款利息？六婶，不用算了，是对的。吕宋黎笑着看他们离开。小子，要不是你大姐机灵，再过一段时间啊，你就等着倒欠你六婶婶钱吧，然后给我打工。接下来的路程，吕宋黎他们现在只用半天来赶路，另外半天收购药材。小六，3个来陪你过几招，来。2人对阵打的是有来有往。小六厉害了啊！擦一擦脸上的汗吧。你帮我擦。吕宋黎环视四周，发现秦家的老小们一个个或戏谑或好奇的朝他们这边看来。走，我们去那边。大家再往前走一走，前面有条河，今天差不多了，可以扎营了。周达，六少将军，你在这里了，那二哥他们呢？回六少将军，2少将军他们就在后面。六少将军，您在这里，那世子爷他们是不是也在呀？他们就在前面。这么巧，你们和我去见一下大哥，然后再回头迎一下2娘和2哥他们啊。亲人意外重逢，男人们忍不住团团拥抱了一下。母亲，大哥，我对不起你们，我没有保护好爹。母亲，大哥，我对不起你们，我没有保护好爹。嘿，这不怪你，快起来。阿莹，这是小六媳妇儿。阿离，这是你们2娘。2娘好。好，是个齐整孩子。这是你2哥、2嫂，还有4嫂。这是你们6弟妹。2哥、2嫂、4嫂。秦燕等人也唤了他一声。
打过招呼之后，秦燕第一时间看向秦胜。爹临死之前一直惦记着你，看到你和六弟妹好好的，他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欣慰的。爹丧在哪里了？我把爹埋在了北京一处视线开阔之地，在那里可以看到北边辽阔的草原。好，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说得好，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秦家人那边久别重逢，大家都很有眼色的不去打扰。周达和马进两人摸到胡光聪身边坐下。哟，烤鸡呀，你们伙食真好啊！一般一般。我勒个娘嘞，你还长高了？没办法，伙食太好了。我以为你们早到襄平了呢。哎呀，快别说了，我们之所以还没到，是忙着挣钱呢。挣钱？挣什么钱呢？啊，兄弟，那边是自己人不？周达点了点头。得到答案后，胡光聪开始眉飞色舞的和周达说起他们这一路是如何过来的。老胡，你和我说，你现在有多少钱了啊？哎，不多，就1500两左右。兜里1两银子都拿不出来的周达无语了。孙航他们人呢？那小子身手不错，被五人他们挑中，一起去收购药材了。收购药材？你们又要赚钱了？是的。老莫，这组流饭就交给你了，你明天给他们安排一下活计。莫大人，真是麻烦你了。从明天开始，你们要去翻地，成年男丁每人翻3亩，妇人每人2亩，5到10岁的孩子都去拔草吧。莫大人，这翻地的活我们大概要干多久啊？现在准备春耕了，流贩们都在干这个活计，估计得干10天半个月的吧。穆大人，能不能以10日为限，划一片约摸240亩的地给我们？您放心，我们在这10天里肯定能将地翻好。如果您不放心的话，每3、5日来看看我们的翻地进度。你们确定要这样？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完不成的话，那是会有惩罚的。我们确定。莫大人，我们能不能请您帮个忙？我们想去打铁铺打一样工具，这工具做好了有助于我们翻地。当然，如果您很忙的话，我们自己去找打铁铺也行。可以允许你们去打铁铺，不过只能1个人出去。回头我让人给你们送来一个板子，只能用1次。莫连峰挺忙的，见他们没事了，就挥手将他们打发了。稍晚我会让人给你们送口粮过来，这口粮大概只能支撑你们半月左右，至于后续怎么安排再看啊。谢谢唐大人。总算安顿下来了，新家入宅，要是有一顿入伙酒就好了。这个可以有。真想吃啊？1刻钟不到，一只肥硕的兔子踩着风火轮一路从山上狂奔而下。那是什么？好像是兔子。这冬天刚过，那兔子怎么能长那么肥？邪门了！砰！什么声音？等打开门一看，一只肥兔子一头撞他们门上了。就在这时，轰隆轰隆，山上传来了一阵阵的轰鸣声。什么声音？山塌了！黑爷，你们听到这声音，不是山塌了，而是山上正在打青石。说话间，他的目光看着那只肥硕的兔子，他咂巴了一下嘴。谢谢先生解惑，在下秦衡，他们都是我的家人，不知先生贵姓，祖籍是哪里？免贵姓顾，至于祖籍就不说了，不足挂齿。秦家呀，我知道你们一直镇守北境的秦越秦大将军的亲属。吕宋离闻言有点意外，朝廷有意淡化镇守四方的武将的功劳和存在，但他没想到眼前这个中年人他竟然知道。你们分到了啥活？翻地。那还行，不是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儿。
像现在在山上打青石的流犯，干的就是最苦最累的活，还危险。打完青石就该打石头了，都是咱们这些流犯的活。打石头？难道要修补城墙？去岁鲜卑南下，把襄平城都攻破了，这会儿都忙着春耕，还来不及补。等春耕忙完，咱们就得去打石头，修补城墙。修补城墙还没完，还得继续采石修路铺路。总之就是干不完的活。就在这时，军屯这边的人给他们送来了他们一家子半个月的口粮，另外还给他们带来了莫连峰答应给的一次性进出的令牌。过来。什么事啊，娘？晚上你别招你媳妇儿。冷不丁听到这话，秦胜都懵了，听到没？娘，你怎么说这个呀？你爹不在了，要是你爹在，肯定是他跟你说这个的。不过娘是过来人，而且你是娘的儿子，说也是可以的。提起他爹，秦胜也有些低落。唉，你爹不在了，按理说你和你媳妇儿需要守孝3年。娘，我们知道的。唉，不然我和你媳妇儿一个屋，你自己一个屋。哎，不，娘，你别来。德行，娘不和你说，娘和你媳妇儿说去。我已经交代阿胜了，让他别老招你，你也别太纵着他了，不能他一撒娇你就心软。不是，秦胜会撒娇的事情，婆婆是怎么知道的？我知道的。哎，不然你和我睡，让阿胜自己一个人睡，或者你们带小鱼一起睡。不行，他那气人的臭小子睡，不要。金母索性看向小儿媳，无情地无视了他。娘，这就不用了吧？我们和你保证，我们睡一块也不乱来，真的。秦昭悄咪咪地摸了回去，娘爷他都快忍不住了，要笑疯了，可怜的小六啊！小儿子和小儿媳都坚决反对他的提议，秦母只能遗憾作罢了。翌日中午，吕明志和五人一起给秦家送来了一马车的物资，旧被褥、旧被子、旧衣裳、旧桌椅，一眼看去什么都是旧的。这一车东西不会都是他们从你家买的吧？桃儿，莫大人莫怪，林兄是好人，他也是急我们所急。这说起来，他也只是收了我们一点材料钱而已。要是我们去别处买这些东西的话，那花的钱可比这多得多了。哎呀，行吧，一会儿你们将东西送进去吧。另外，这里我收了，但是该他们干的活那还是要干的。明白，我们都明白。太感谢大人了，大人不为难的时候，给我姐姐他们行个方便就行。看着远去的马车，莫连峰心想：哎呀，真是越来越喜欢秦家那起子人了。这怎么办呢？一个个的太会来事儿了。襄平打铁铺，老铁匠看了吕宋礼给的图纸，沉吟片刻，和吕宋礼说道：这玩意儿需要用到不少的铁，人工费加所用的铁一共8两银子，做吗？做，多久能做好？这是个新东西啊，大概需要3天的功夫才能做好。我们加钱，你们搞快点，行不行？快不了，现在铺子里就我一个人，我弟年纪大了，已经不打铁了。10两，我尽量给你2天做好。15两，1天后你们来拿。20两，你们傍晚来拿吧。爹，不行啊，这……哎呀，傻样儿，爹来帮你。俗话说，有钱不挣王八蛋。再叫上你王叔这个老木匠，争取1个下午给人家弄好。再加5两，铁给我用金铁。没问题。您有钱您说了算。出来打铁铺，吕宋礼看向五人。五人，学会了吗？学啥了？砸钱吗？这个我也会的。五人，学会了吗？五人若有所思。有些分秒必争的事情，该砸钱的时候就得砸钱。有钱能使鬼推磨，
生意场上没有什么是钱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一定是钱不够。吕宋礼点拨他，五人机敏好学，得放得下身段，学东西也快。总之什么都好，就是出身限制了眼界，有时候偏小家子气了。莫大人，能不能借我们一头牛用2-3天？你们要牛做什么呀？帮我们翻地，这牛我们用3天，我们不白用它，每天给军屯多翻2亩地如何？那行，一会儿我让人给你们去牵牛。在莫连峰的吩咐下，他的人带着他们去挑了一头正值壮年、性情温顺的水牛。六弟妹，这玩意儿叫屈原梨，能不能多搞几个呀？先不忙，这屈原梨要配耕牛的，没有耕牛的话，我们弄到屈原梨也没有用。众人闻言，想想也是，于是在划定给秦家的这片地上，秦昭使牛干活，其他人仍旧是拿着锄头翻地。因为吕宋梨让铁匠用精铁打制的屈原梨，故而他犁地非常的快，秦昭半天就犁了近4亩地。犁了4亩地之后，秦昭还想多干点，但那头水牛是死活也不肯配合了。能不能给我们换一头牛啊？这头牛不肯干活了。不干活，你用鞭子抽它呀。抽它也不走了。牛累得直翻白眼儿，四肢打颤。你们对牛做了啥呀？没干啥，就是让它耕了点地。只是耕地的话，它不至于累成这个样子啊。秦昭讪讪，好像用的有点狠了。负责看管耕牛的小管事于是挥手让秦家又进去挑了一头牛。可是第2天，被秦家用过的牛一只只懒洋洋地趴着卧着。他站起身，不行，他非得去瞧瞧这一家子人究竟对耕牛做了什么。人家牛1天犁地1-2亩，那都是勤快牛了；犁地3亩，那就是牛中之牛。你们竟然让牛1天翻7-8亩地，真是一点也不吝惜牛用啊！你人不累，人家牛累啊！我说你们良心不会痛吗？说白了，他就是心疼牛。这事儿最后惊动了莫连峰。莫连峰来到秦家的任务田里，见识到了屈原梨犁地的便利和迅速，当下没再管累趴的牛，而是问起了屈原梨来。吕宋离识趣地将图纸献上，还给莫连峰介绍了之前的打铁铺，一点儿也没藏私。莫连峰很满意秦家的知情识趣，大手一挥，重新给他们安排了一个活计，拔草。这也是军屯里最轻省的活了，还不规定任务量，摆明了他们可以磨洋工。小周师傅忙呢，老周师傅在不在？来大买卖了。什么大买卖？吕宋礼给双方稍做了介绍之后，就退下，让他们双方去谈了。海南郡番禺县陈府。谢战，见过家主。我已经让人派了几个大夫去给你的族人们看病了。谢家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现在我们陈家尚且弱小，不过虽然不能给谢家寄托流放之名，但让你们在岭南这片流放之地过得好一点，还是可以做到的。等将来吧，我承诺，等陈家足够强大了，定要帮助你们赵谢2家立功脱罪。战，愿为家主效犬马之力。阿战，你觉得我陈家接下来应当如何发展？家主，你一上来就问这么核心的问题，你信我？我陈家业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家主，我先送你一个消息吧，就当是感谢你刚才为我的族人们演绎问药的报答了。什么消息？家主一直找的薛广贤在北地平州。薛广贤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言归正传，阿战，来谈谈陈家接下来应当如何发展吧。阿战，来谈谈陈家接下来应当如何发展吧。南地6大世家的格局已经很多年了吧？在南地6大世家望族顾、陆、朱、张、刘、陈之中，陈家是排末位。在这样的格局之下，
陈家想往上走，何其难也。这不是废话吗？我当然知道了，不然何必请他来？但是也不是没有机会的，陈家的机会在朱家。结盟吗？非也，南地6大世家之中，顾陆两家的底蕴和实力最强，朱张刘陈4家拍马难及。陈家业心梗，他们陈家3年前也有机会成为陆顾两家之一的。张家和刘家乃是老牌世家，两家近些年联姻密切，互相抱团。张刘两家本就是联盟，他们是不可能和另外4家任何一家单独结盟的。除去张家和刘家，就还剩顾陆朱3家。现在陈家弱小，欲与顾陆两家结盟，他们估计看不上，所以即使要结盟，也要展现出自己实力之后，才有可能被他们看在眼里，有了与之结盟的资格。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们陈家和朱家结盟吗？不，即使你想结盟，也不会如愿的。现在的朱家被上下所忌，相反，陈家不管是直接想往上走，还是顾陆两家结盟对付其他世家迂回往上，最好是直接干掉朱家。不是，你以为陈家排在末位的实力，单挑的话能打得过以上哪家？家主，我有一计，我们需要找到这么一处地方。谢战向陈家业淡淡地陈述着自己的计划。等陈家将朱家完全拖住之后，再联合其他几家分而食之。想必其他几家见到机会的话，会很乐意的。倒是有这么一处地方，符合你所言。家主，计策大概就是如此，你考虑考虑吧。开门，快开门！所有15以上的男流犯都出来，集合了！开门，快开门！所有15以上的男流犯都出来，集合了！长官，发生什么事了？有一支鲜卑军队穿过望平县，直插辽阳县。辽阳县被袭，当地的县尉武备匆忙应战，并且朝周边县府求救。襄平这边决定派兵支援。你们这些流犯，15岁以上的全部都在征调之列。长官，我们家4个男丁，能不能去3个，留1个在家呀？不行，只要满15岁，就得全部去抗击鲜卑大军。说话的时候，那人的眼神落在秦家的蔡氏和吕宋黎2个年轻女眷身上，黏腻得很。吕宋黎表情未变，只是原先还算温和的神情瞬间冷了几度。带走！等等！穆连峰，你敢阻碍军令？邱大山，抽丁不是你这么抽的，他们是一家人，不说1户抽1丁，最过分的也就是2丁抽1，3丁抽1，没有你这样1户4兵的。哼，那是良民，这些流犯配吗？啊？哼，那是良民，这些流犯配吗？啊？哼，抽3个留1个，不然你休想将人带走。行，那就3个。给你们一会儿功夫，将人选商议好。莫连峰不忍心，但他已经尽力了，给秦家留1个男丁，万一有个好歹，这秦家也有个男丁支撑着门户。老二，你留在家里吧。二哥，你身体不好，你留在家，我去。说谁身体不好呢？这臭弟弟啥都好，就是长了一张嘴。听老大的，就让老二留下。吕宋黎迅速的回房，拿了一些止血止痛药粉给秦胜。答应我，一定要平安归来，带着大哥三哥他们一起。秦胜郑重的点了点头，眉眼坚毅。得知秦家3兄弟要去战场了，屋子里的聂云娘和苏氏带着孩子们都出来了，默默的作别。邱大山很快就将集结好的流犯们带走了。得知秦家3兄弟要去战场了，屋子里的聂云娘和苏氏带着孩子们都出来了，默默的作别。邱大山很快就将集结好的流犯们带走了。马季，我点20人出来，跟去辽阳保护世子爷他们。你和剩下的6、7位弟兄们留在襄平，保护好2少和6少奶奶他们。
凭啥你去我留下呀？我带兵跟上，你留下。那猜拳，输的那个留下。行，猜拳就猜拳，计局定输赢。最后是马进输了。你挑些个留下的兄弟吧。这周达真是不当人子啊，净让老子干得罪人的事儿。哎呀，行了行了，老子不和你们废话了，老子闭着眼睛啊，手指点到谁，那谁就留下。很快，留下的人就被选出来了。于是周达领着20人，一个个不定点出没在襄平街头，然后顺利被抓。南地陈府，陈家业爱不释手地看着谢占你的计划，真的很心动啊。可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他很清楚，像薛广贤、谢占这样的顶级谋士，就像一把双刃剑。心烦，真心烦呐！然后他正好看到小儿子吹着口哨进来，顿时将人招呼过来，臭骂了一顿。爹啊，您不能自己心烦，就逮着我出气呀！知道你爹心烦，你还来招惹他？不骂你骂谁？爹，二叔，我知道你们心烦什么，你们不就是对人家谢占有疑虑，不敢用人家献的计吗？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很好解决啊。怎么解决？说来听听。联姻呢？俗话说，关系不够钱来凑，感情不铁，那联姻铁嘛。而且擒贼先擒王，先从族里挑个好的嫁给谢占，再从族人里面挑几个合适的少女嫁给谢家的青年才俊，加深谢家和我们陈家的融合。等谢占成了咱们老陈家的女婿之后，还怕他别有二心吗？他能坑别人，总不能连自己也坑了吧？等生下孩子之后，那不得了了，他还不得使劲的为陈家出谋划策呀？他以为我没想过吗？只是谢占是有妻室之人，其妻还是太后赐婚的，停妻再娶，那是罪加一等。除非也不行，这样的话谢占也得守制。谢占本身就在守父孝，再加一重妻孝，去继室得猴年马月去了。阿锦，你忘了谢占还在守孝。爹，二叔，你们干嘛对他这么小心翼翼的呀？他现在就是一个流犯啊，有人拉他以及他们一族人出泥沼就不错了，还担心他名声受损什么的，这没有必要。而且这不正好吗？一个名誉有瑕之人，除了依附我们陈家，那就没有别的选择了。阿锦，你不懂，对待谢占这样的人才，不能硬来的。哎呀，爹，二叔，你们这样不行的，驯鹰驯虎都不是这么驯的。对于这类飞禽猛兽，一旦出手，那就得驯服。这小心翼翼和讨好，那都没有用。双方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千万不能心软手软。大哥，阿锦的话不无道理啊。那安排谁嫁给谢占呢？爹，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就让小妹嫁过去呗，而且直接议亲不好，先来个生米煮成熟饭，再朝他发难。陈家业兄弟2人对视一眼，一切尽在不言中。皇宫，心地头痛，最近来和他告状的大臣太多了，都是状告左安民的。长安城近来发生的事他都清楚，他当然知道吕德胜这么闹腾是为了什么。吕德胜一直闹着要外放，还指定了非得在平州或者平州附近。皇上，扪心自问，吕大人这个要求高吗？不高吧，人家手里还有免死金牌，但吕大人一直安安静静的，并没有仗着这个就为所欲为。皇上不可呀！左大人真是消息灵通啊！皇上万万不可放吕德胜出长安呐！大胆，左安民，你在教皇上做事，你逾越了。你才放肆！皇上年轻，好说话，容易被尔等糊弄。吾身为臣子，有辅佐皇上谏言之责。可是皇上确实已经深思熟虑过了，决定好了怎么做。你分明是借臣子的进言之权，行干涉之实。长谢。
你不要挑拨离间。左大人，你要不要看看朝廷上下有多少大臣弹劾于你？难道整个朝廷就你是对的，我们和皇上都是错的？皇上，臣一片冰心，天地可见，所言所行皆是为了皇上，为了咱们大黎皇朝考虑啊。左大人，这不是我们臣子应分的吗？识君之路，忠君之事，你怎么还以此向皇上邀功呢？哎呀，你个张宪，你他娘的能不能闭嘴呀你！皇上真的不能让吕德胜外放啊！皇上真的不能让吕德胜外放啊！理由？秦家乃是武将世家，如今被流放到平州，焉知心中无怨？皇上不可不设防，毕竟吕德胜外放之后，就没人能够辖制秦家了。那封信说的是真的，他们竟然真的有这个理由，料敌于先，厉害了！左大人这是臆测秦家有造反之心？不无可能。你这样臆测秦家不好吧？秦家世代忠良，向来深明大义。先太子在北境出事是真，先帝只是让其流放，已是宽宏大量了。雷霆雨露皆是皇恩，秦家必不敢有怨。况且这一次也不是秦家第一次因过被罚，没道理。之前几代都无事，到了皇上这里，秦家就要反了吧？最后一点，左大人，你刚才的话也不对。吕家只是秦家的姻亲之一，秦家的姻亲除了吕家，还有顾家以及丁家等，都在长安，焉能说无人牵制秦家？你直说你是针对吕德胜不就行了？你的理由站不住脚啊！吕家只是秦家的姻亲之一，秦家的姻亲除了吕家，还有顾家以及丁家等，都在长安，焉能说无人牵制秦家？你直说你是针对吕德胜不就行了？你的理由站不住脚啊！皇上，今时不同往日，那秦胜之妻吕宋离乃是个报复心极强之人，太皇太后强行赐婚，将她嫁给秦胜，他心中定有所怨。此女善谋，聪慧异常，当初被下狱之后，他尚能以一己之力扳倒谢赵两家。皇上，这样您还觉得能让吕德胜外放吗？左大人，你胆子怎么变得这么小？先是秦家那一家子流犯，让你防备不已，如今一个小女子也让你如此忌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吕宋离乃吕大人之次女，今年才16吧？你能完全杜绝这种可能吗？皇上，吕宋离之才绝不能因其女子身份而轻视，此女的婚事还是太皇太后强赐的，她心中焉能没有怨言？此女的婚事还是太皇太后强赐的，她心中焉能没有怨言？左大人，您这话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了呀？在你那样臆测秦家的前提下，你说吕宋离因太后赐婚秦家一事而对皇家不满，也就是说他对秦家这个夫家也是不满意的。既是不满，又怎么会与秦家同流合污呢？若是满意，必然是感激太后娘娘赐婚的，又怎会有那等大逆不道的想法呢？左大人一直想置秦家于死地，莫非与北境那边有勾？张宪，你莫要血口喷人！只许你诋毁人家秦家和吕二姑娘，我说你两句你就受不了了？你是媳妇人家远在天边，没法回嘴吗？朕也有决断，爱卿不必多言。哎呀，庶子不足与谋！皇上英明，乾坤独断。平州辽东郡放平县。跑什么？回百夫长大人，小的在躲前面的鲜卑士兵。前面有鲜卑士卒？是的，前面有敌军队主，人数不多，只有3、4人，但小的只有1个人，好怕被他们发觉行踪。你不是平州人？对呀，我不是平州人，我祖籍江州，来平州接我表妹。我姑姑家的人都死绝了，我没想到襄平这么乱来，
然后在路上倒霉的被抓了壮丁。百夫长，我们要不要追上去啊？追，你要不要跟上？我害怕，我现在腿软，也站不起来了，就不去了。不用管他，咱们走。哎，这些人怎么得罪你了？就将他们往死路上引？据说这人肖想几位夫人，在去征调几位少将军的时候，看几位夫人的眼神黏腻得很。哎呀，这人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肖想几位夫人。哎呀，这人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肖想几位夫人。不止，这人啊，还是老寿星上吊，嫌命太长。哼，哎呀，搞他，没得说的。咱们慢慢摸上去。行。哎，老周，你见到世子爷他们了吗？没，我现在跟着六少。我和你说，咱们这一小队上了不少先辈将士，立了不少功。哎呀，你命可真好啊，被分到和六少一队，我就倒霉了。别说六少，世子爷和三少也没有见到。等解决了那人，我带你去找六少啊！哈哈哈哈，好，好，好啊！你叫什么名字呀？在下秦胜，拜见郡尉大人。秦胜，你目前在哪里任职啊？襄平军屯。啊，那秦衡是你什么人呐？他是我大哥。你叫秦胜，在襄平军屯是吧？是的。你刚才好像受了伤，先下去处理一下吧。于是秦胜就退下了。大人，有长安城发来的公函。哎呀，拿来吧，我看看。当他打开公函一看，整个人不由自主地挺直了几倍。哈哈哈哈哈！好啊，实在是太好了。大人，是有什么喜事吗？哎，我要去外地做官了。大人，您要走了？对对对，恭喜恭喜。收到公函后，郑乔开始了盼星星盼月亮的等待，只等接任者一到，他办好交接，就能快乐地前去中原上任了。哎呀，平安回来就好。三郎，你受伤了？啊，不小心受了一点伤，但是不严重。那也得好好上药，注意保养。是啊，你二娘说的对，你别不当回事儿，不好好养伤，落下病根，等老了就难受了。你也受伤了？你那伤口就是硬冒出了2滴血珠，这也要包扎？心肌瘤啊，受了一点点伤。我看看。哼，我看你怎么演。回房再看。哎呀，你还不赶紧把手拿开，不疼吗？还有，给我们看看严不严重啊？进退两难了吧？该。媳妇儿，你来解吧。哎呀，行吧。吕颂离答应了，于是轻轻地将绑带解开，看着已经结痂了的细碎伤口，再过半天，如果没人说的话，这伤口估计都看不出来了，好吗？你至于这样？阿离，你回房给他上药吧，不要在外面丢脸啦。哎，自己生的，自己生的。走吧。趁着众人还没见到他的伤口前，赶紧走，不然可太丢脸了。六啊，你活该，丢脸丢到老娘跟前了。黎黎，过来，和我说说，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受伤了？这回秦胜很诚意地摇了摇头。过来呀，和我说说这次打仗的情况。秦胜和他说了大概的情况。说完这些之后，他就有点欲言又止。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有话就说，咱俩有啥不好说的？黎黎，你知道这回鲜卑领兵的将领是谁吗？是谁？是拓跋连。是他？须得防止他杀回马枪啊。这事儿回来前我已经告诉大哥了，大哥也觉得要防备此人。后来大哥好像去和辽东郡尉廖贵才说了。吕颂离思索着这事儿会给他们带来的影响。
等他回过神，发现秦胜正躺在那儿发呆呢。怎么了？三弟身死，咱们家被流放，4个5个都是为了宋氏的江山王的。如今我们还要为大黎，为他们宋氏王朝抵御外敌，捍卫疆土，我心里很迷茫。我很高兴你能和我说这些。我身为你的妻子，现在郑重地告诉你，你做得对。俗话说，大丈夫养不愧天，俯不愧地。侯城和辽阳的百姓们都是无辜的，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应该摒弃成见和私心。你觉得迷茫，但是你却还是做了，这可能会使你痛苦迷茫一阵子，但如果因为你的私心，对有可能发生的危机视而不见，袖手旁观，什么都不做的话，却可能使你后悔一辈子。我很高兴你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宋离的话让秦胜豁然开朗，想通之后，秦胜迷惑地看着他。他承认自己媳妇儿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媳妇儿不像是这样大公无私的人呐。别人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很有成人之美。媳妇儿她是你好我好还是我好。你保卫这片土地，还有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将来一定不会后悔今日之举的。谢战呀谢战，当初祖父学你气我，让我转入暗处，我一直不服。我哪里不如你了？现在你看看你是怎么搞的，才成为家主多久，就让谢氏一族被流放了。谢战眉目冷淡，任由他嘲讽。藏在骊山那里的宝藏，我取走了一半。谢战闻言心痛，这笔财富只有历代的家主知晓，连他爹都不知晓。怎么舍不得啊？你以为在征南军，在孙家手底下，想要发展起来那么容易？谢威，谢氏一族如今的处境，需要你我摒弃前嫌，齐心协力，才会有未来。知道了。谢伟走后，谢战依旧在书房忙碌，直到3更天，更深露重了，他才起身回房歇息。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赵玉潭怔怔地看着他，摇了摇头。起身了，睡吧。今天在陈府，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听着他说陈府的事儿，赵玉潭的心都提了起来。陈府是不是不会就此罢休啊？你是要停妻再娶，还是娶平妻？别怕，不会停妻再娶的，就是平妻而已。如果可以选择，我也不想让你受此委屈。可是现在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明知是陈家的算计，但是为了谢氏一族，为了赵家，我和你少不得都要受些委屈。不过你放心，在我的心里，你永远都是我的正妻。襄平军屯，怎么样？心情好点了吗？不好。那你要怎么样才会好？你说出来，我满足你，就当做是这一次你打胜仗的奖励。秦胜的眼珠子转了一转，就要开口提要求。算了，你不用说了。媳妇儿，咱别这样行不行啊？算了，你不用说了。媳妇儿，咱别这样行不行啊？吕宋离去翻柜子，只一会儿，吕宋离便将茶油翻了出来。脱衣服吧。脱衣？是啊，赶紧的。秦胜很听话，飞快地将全身上下的衣裤都给扒了。鞋裤就不用脱了，趴下吧。秦胜依言照做，吕宋离先在他的后背抹上茶油，慢慢地开始给他推背。他还不时地和他聊着天，按着按着，他就发现秦胜呼吸变得均匀了，他睡着了。翌日一大早，秦胜就开始精神抖擞地练武了。鱼儿啊，学学你六叔，冬练3九，夏练3伏，这样才能娶到你六婶婶这么好的媳妇儿啊。可是六叔不是受伤了吗？奶奶昨晚都说了，受伤的人要多休息。六叔真可怜，都受伤了，还得练武来讨六婶欢心。
六婶这样的媳妇儿还是太难伺候了，我还是考虑换个目标吧。这受伤一事过不去了是吧？我一大早练武，就是想告诉他们，我好了，我好了。三哥，我陪你练练吧。三哥，我陪你练练吧。你瞧，这次出去，大哥和我都没受伤，就你挂彩了。原因就是你平时操练太少了。我受伤了，你赢了我也是胜之不武。说的好像你赢过一样。辽东郡府衙后院，你说你怎么就把拓跋连活抓了呢？你这是什么意思？活抓拓跋连，这是大家的功劳。听你这话，我们活抓了拓跋连，难道还错了吗？啊，难不成推测到拓跋连会杀个回马枪，可直接放任拓跋连烧杀抢掠？你不懂，你这样又要在先战端了。拓跋真必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鲜卑要是敢来，那就打，直接杀了拓跋连祭旗。打什么？是谁给你的底细？那往年人家秋收后南下都没打得赢人家，现在只赢了一次就叫上了。难道你想白白放走拓跋连？哼，就是这样，总是这样，所以才会养肥了鲜卑族，让他们越来越强大。拓跋连的报复心理极重，不将他打疼了，他只会变本加厉的报复回来。不然咱们和拓跋可汗少少的要一点赎金。郑大人，你相信我，我们有希望赢的。不妨实话和你说，这次就是秦衡兄弟二人预料到了拓跋连会杀个回马枪，所以我想将他们从军屯调任军中。我不同意。你为什么不同意啊？他们能领军打仗，能够与鲜卑对抗，你让他们在军屯做苦力，这简直是大材小用啊！不对，明明是有才却不用。你知道他们这次救了多少士兵以及老百姓的命吗？不是，他们再有能力也都是流犯呐。你这样我很难做的。郑勋态度很坚决，咬死了不同意。双方不欢而散，应该说是乐贵才很生气的走了。老爷，您咋啦？刚才我远远的看到郡尉大人怒气冲冲的往外走，是不是他惹您生气了？如果是呢，您就大人有大量，原谅他呗。反正他就是个大老粗，说话经常不过脑子的，您可别气坏了自个儿的身体才是。